不知不觉间，我们金庸宇宙的系列解说即将开启第3季。武侠是中国人独有的浪漫，在金庸先生笔下诞生的，不单单是踽踽独行的侠客、风云激荡的江湖，更是天下英雄出我辈，一入江湖岁月催的豪情万丈。金庸作品中的主角从来不是纸片化的工具人，智拙圣巧、为国为民的大侠郭靖，冲破封建礼教、追寻自由的狂侠杨过，看淡名利、隐居孤岛的隐侠张无忌，以及完全打破了人们对武侠小说主角的固有印象，沾满铜臭味却不掩侠义之心的韦小宝。但其中最具有悲剧色彩的，或许也只有乔峰一人。那么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这部由林志颖、刘亦菲、胡军等人主演的《天龙八部》。数年间，武林中广为流传着一种说法，北乔峰、南慕容，指的是2位实力齐名的青年翘楚，其中的南慕容便是出身姑苏慕容世家的公子慕容复，其父慕容博一心想要光复大燕，便给自己的儿子起名为复。然而复国大业从一开始就注定险阻重重，慕容复原本暗中勾结了朝中官员，花了50万两白银用来购置军火，却没想到对方收了钱后却翻脸不认人，反而趾高气扬地嘲讽慕容家不过是大燕的一个没落皇族。别以为江湖上说北乔峰南慕容，你慕容复就是天下老二了。你难道敢杀朝廷命官吗？杀了你，便如同杀一条狗。江湖的事儿你懂个屁！既然知道我家公子的赫赫名声，还敢骗我们？亏你还知道北乔峰南慕容！非也非也，老是爱胡说八道。什么北乔峰南慕容，分明是南慕容北乔峰。什么南北北的，这世上只有慕容。你想造反吗？一时愤恨杀了那个狗官之后，50万两白银的高昂军费也算是付诸东流了。慕容复不能不忧心于该如何填补这一空缺。表哥，姑苏有佳人，语笑而嫣然。夜色之下，比烛光更耀眼的，恐怕也只有他的明眸皓齿了。来人名叫王语嫣，与母亲王夫人在曼陀山庄隐居至今，和表哥慕容复有着一同长大的情分，对他更是痴心一片。表哥，燕子屋不好吗？你为什么总做那个虚无渺茫的皇帝梦呢？表哥，你别生气，是我不好。表妹，我心情不好，你不要放在心上。至于和慕容复齐名的那位，则是丐帮的一个后起之秀，名叫乔峰。他天赋异禀，武功高强不说，平日里更是行事豪爽。这些年来，在江湖上名声愈盛，深受丐帮兄弟和江湖中人的敬重敬仰。丐帮帮主王建通甚至当众表示，自己有意将衣钵传承给乔峰。按理说，凭借乔峰的资质和威望，由他继任帮主之位是众望所归的事儿。但与此同时，王建通也明确提出，在接任帮主之前，他还需要通过最后一项考验，那就是击退突袭丐帮云南分舵的4大恶人。乔峰抵达云南分舵的时候，其余3人并未露面，只有4大恶人之一的恶贯满盈正在那里等待着他。此人看上去是个吹嘘老者，脸上并无喜怒哀乐之色，双眼却战战有神，令人不由得望之生畏。不仅如此，他似乎不能开口说话，只能用腹语进行交流，但其出手时的招式之狠辣，却让人不得不防。好在乔峰的武功始终胜他一筹，对方眼见败局已定后，便从容转身离开了。却说另一边，本作的另外一位男主也在此刻登场了。大理镇南王的世子段誉在外游山玩水之余，偶然撞见无量剑宗与神农帮厮斗，实在不忍心眼见血流成河，于是不管不顾地出面劝阻。段誉本是一片好心，却被对方误以为是在故意搅局。他从未练过任何武功，哪里敌得过这些人？幸亏千钧一发之际，一位少女的突然出现，算是打破了这一危局。却见这女子身姿窈窕，笑颜如花，手上却偏偏拿着一条剧毒的小蛇，
正在笑吟吟地喂怀里的雪白小雕。女娃子，你是什么人？我是路过的，看见你们欺负人，看不下去了。你叫段誉啊？虽然说你不会武功，可是胆子不小。嗨，会不会武功，遇到不平之事都是要管一管的。少女名叫钟灵，是万劫谷谷主钟万愁之女，看上去不过碧玉年华，面如朝霞，目若秋水，动起手来却毫不留情。她寄出的那只神兽闪电雕，不但身形迅捷，更因为日日被饲喂各种毒蛇，身体里早就带了剧毒。无量剑宗宗主佐子木纵然身经百战，经验丰富，却还是一时不慎被闪电雕咬伤。他大怒之下，命人将钟离和段誉一并抓了起来。先把你头发烧光！你敢？我怕疼。怕疼？那就把解药交出来。你这个人真笨呐！我的闪电雕是一般的东西吗？有那么好治的吗？那我问你，被毒雕咬伤能活几日啊？我爹爹说能活10日。不过帮助你内力深厚，武功高强，我想，能活20日。佐子木怒不可遏，却无可奈何。这小姑娘手握他们的性命，一时半刻不能动弹。而旁边既无武功傍身，又心地仁善的段誉，自然成了他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佐子木不由分说的给段誉吃下了断肠散，让他7日之内找到钟灵的父母，并拿回解药赶回无量剑宗，否则非但他会长传毒烂，钟灵也会性命堪忧。事关人命，段誉不敢耽搁，随即朝着钟灵所指的方向匆匆赶去。然而前路迢迢，他完全没有武功根基，再加上心中焦急，结果没走出多远，就不小心失足掉下了山坡。段誉四处寻找出路的时候，误打误撞走进了一个山洞，却没想到里面居然另有天地，俨然像是有人居住过的样子，多半还是个清丽佳人。他还在洞府的尽头处发现了一座栩栩如生的女子雕像，通体由白玉铸成。光影凛凛之间，那女子眉眼含笑，一喜一嗔，仿佛顷刻间就会活转过来。段誉忍不住痴痴望了许久，他随即还在玉像旁边的石壁上发现了几行文字，最末端的落款是逍遥子为秋水媚书，紧接其后的还有一句洞中五日月，人间至乐也。想来这两人或许是多年前隐居在此的一对神仙眷侣，缠绵泉浅之语才会刻下这句诗。除此之外，段誉向玉像作揖之时，无意间看到雕像双脚的鞋子内侧刻了一行娟秀的小字，叩首千遍，供我驱策。段誉不疑有他，当即便恭恭敬敬地跪了下来，对玉像磕足了1000个头，连身下的蒲团都出现了破损。甚至他紧接着注意到，这蒲团之下另有乾坤。段誉在里面摸到了一张丝帛，底下还有一卷武林秘籍，其上记录了包括北冥神功、凌波微步等绝世武功。丝帛上面留有一些字迹，大概的意思是说，希望在机缘指引之下得到这份武林秘籍的人能够日夜休息，等神功大成之后，必须为他杀尽逍遥派所有弟子。段誉百思不得其解，逍遥派和这位神仙姐姐到底有什么仇怨？但不管怎么说，他并非斗狠嗜杀之人。虽说为了继承神仙姐姐的遗志，他可以打起精神修炼武功，但他总觉得北冥神功吸人内力，终究算不上什么光明磊落的功法，反倒对凌波微步更感兴趣。至少这种武功既能保住自身，也不会伤及他人的性命。段誉告别了神仙姐姐之后，按照钟灵所说的找到了他家，也就是万劫谷。姓段者入此谷，杀无赦。哇，这么狠姓段的，天底下那么多姓段的人，你哪杀得完呢？段誉此来万劫谷，还带来了钟灵的一只鞋当作信物。周万愁的夫人甘宝宝听说此事之后，本想即刻动身去救女儿，哪知道周万愁此时突然回来了。幸好甘宝宝反应迅速，赶在丈夫进屋之前及时将其藏了起来，才没有让对方起疑心。咱们安安静静在这谷中待了10年了，我足不出谷，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非要请那4大恶人来闹个天翻地覆的？宝宝，我的老婆，我请4大恶人来，还不是怕你被那姓段的他……你还是忘不了那件事，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你不如一掌打死我，一了百了算了。哎呦，不行，宝，我不该，我说错了。段誉看得有趣，一不小心笑出声来，下一秒就被周安愁给揪了出来。周安愁本就生性多疑，当即便认定他是甘宝宝养的小白脸。段誉救人心切，全然忘记了自己临走之前
钟灵曾经反复叮嘱过，千万不能在万劫谷自称姓段，尤其是在万劫谷的谷主钟万筹面前，更是一个段字都提不得。又是个姓段的，你爹叫什么名字？在下段誉，大理人士。我的父亲是段正淳。啊，你父亲是段正淳？正是。此话一出，钟万筹愈发火冒三丈，嘴里更是忍不住声声痛骂。段誉不明白钟万筹对自己父亲的恨意究竟从何而来，只知道据理力争。但他没有想到的是，一听到段正淳的名字，就连甘宝宝也不禁脸色大变，双目清澈间蓄满了泪水，眼神之中似乎还带有一丝眷恋，看样子和他父亲是旧相识。无论如何，钟灵的性命更为要紧，甚至段誉和甘宝宝刚要出谷救人，钟万筹便追了上来。想必是他一听见段字就疑神疑鬼，以为夫人打算跟段誉就此离谷。甘宝宝心系女儿的安危，又要分神护着段誉，根本来不及解释。夫妻两人一时间大打出手，结果却不慎误伤了钟万筹。丈夫为了自己受伤，甘宝宝自然不能抛下他执意离开，只好拜托段誉回去传话，让他将自己和丈夫的名号告知于佐子木他们。段誉不太了解江湖之事，钟万筹和甘宝宝的名号是否真能唬住佐子木，他也未尝全信。只不过是7日期限到了，他体内的断肠之毒发作毙命。段誉并不是什么贪生怕死之人，倒也显得坦然，于是便点头答应了下来。段誉临走之前，甘宝宝却突然叫住了他，偷偷递给他一只精巧的盒子，里面放了一张纸条，其上写着某个人的生辰八字。甘宝宝的意思是让段誉尽快将这张纸条送到段正淳的手上，请他出手相救钟灵。不仅如此，他还着重嘱咐说，段誉出谷之后去5里外的一户人家借马，对方一听到他的名号一定不会推辞。那户人家的主人听上去似乎是个年轻女子，只是她拒不见人。听说了段誉的来意之后，他也没有多问什么。谁成想段誉刚接到好马，还没走出多远，就看见一伙人杀气腾腾的朝着那位姑娘的住所赶去。他实在放心不下，思虑再三，决定回去报信。回到木屋的时候，却见那姑娘一袭黑衣，面纱遮面，却掩不住她的眉眼如画。但他显然没有想到，那位姑娘的武功之高，想要脱身并非难事，反倒是他手无缚鸡之力，被对方的人抓住。幸亏黑衣女子及时出手，将他救了出来。只是对于段誉的冒险报信，那姑娘却没有半分谢意，言语之间总是冷冰冰的，仿佛对世间万物都怀有敌意。你不说话，我就把你的舌头割下来，让你永远都说不出话。喂，疯丫头，你真割还是假割啊？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要是割下来了，你有本事装回去吗？这个我还没试过，今天正好拿你试试。哎，别，你这样割下来了，那一定装不回去。这个不用试了，这个我知道啊。算你聪明。段誉看得清楚，这位姑娘似乎对男人极为痛恨。钟灵和他原本是朋友关系，但他越急迫地恳求对方施救，对方就越是态度坚决。走到半路上的时候，两人还遭遇了一次袭击，对手同样也是2个妙龄女子，身手实在惊人。他们颇费了一番功夫，好不容易才将2个女刺客制服，并灵机一动换上了对方的服饰。你穿上这件斗篷，倒还挺像个姑娘的。要是再撞见别人，人家也不会误会我们一男一女。姑娘，你伤口还疼不疼？废话，我在你身上割2刀，看你疼不疼。但好在经历了这一路的波折，黑衣女子总算答应和段誉一同去无量剑宗救人，而他们换上这身花纹奇异的斗篷后，也确实省去了不少麻烦。等救出钟灵，这小丫头一定会跟你说出我的姓名，你不许听。好，我不听，我保证不听。就算听了，也不许记住。好，我就算记住了，也想办法忘了。黑衣女子原本打定了主意，到了无量剑宗之后，若是对方不肯交出钟灵，她就会大开杀戒。岂料两人刚上山，佐子木的人一看到他们，居然表现得无比诚惶诚恐，不仅称呼他们为圣使，佐子木还亲自出来相迎，言语之间还提到了灵鹫宫和天山童姥。两人不露痕迹的面面相觑，彼此之间都觉得一头雾水。不过这样一来，事情倒是好办多了。佐子木二话不说交出了钟灵，换来了毒雕的解药。只是钟灵认出了黑衣女子，却并没有发现段誉的身份。木姐姐，多谢您和这位姐姐来救我，可是我还要留在这儿。留在这儿干嘛？我在这儿等段大哥，他去找我爹爹，可是还没有回来。哼，姓段的不会来了。不会的，他说过他会来的，
就算我爹爹不来，段大哥也会回来的。臭丫头，男人的话你也信？段大哥不会骗我的。你段大哥没骗你吧？段大哥，我就知道你不会骗我的。是这样。姐姐，你怎么会和段大哥遇见的呢？段誉，我的名字，反正仲宁这个臭丫头会告诉你的。不如我自己告诉你好了，我叫穆婉清。穆婉清，水木清华，惋惜清扬。哼，姓得好，名字更好。哼，好过你这一段木头，名誉极坏。我段誉呢，是名誉极好的誉。谁知道这个时候，率先追上他们的不是佐子木，而是日前追杀穆婉清的那帮人。这次来的杀手数量众多，且个个都是精锐。穆婉清费尽口舌，才劝动钟离先行逃走，段誉却执意不肯抛下他，独自离开。穆婉清武功再高，也敌不过人多势众，在杀手的围攻之下，不慎受了伤。前来助阵的还有一个高手，正是四大恶人之一南海恶神月老三。这月老三的名号，段誉曾经在万劫谷听钟万仇夫妇提起过，说是这人出身南海派，为人脾性暴躁，虽说在四大恶人之中排名第3，却听不得别人叫自己月老三，非说自己是月老2。钟万仇的家奴就是因为犯了这个忌讳，才会被他一击致命。幸亏他此前听到了那番对话，连忙开始拍月老三的马屁，虽然是7分真心3分刻意，却也哄得对方心花怒放，于是答应饶他们一命，但唯一的条件就是想看一看穆婉清的容貌。原来穆婉清的师傅曾让他立下一个奇怪的规矩，绝不容许任何人看到他的脸。也不知道月老三从哪里知道了这个传言，一时间来了兴趣，无论如何都要看到他的真容。穆婉清深知自己打不过月老三，但倘若让这种人看到自己的脸，他却也是万般的不情愿。你是世上第一个看见我容貌的男子，希望来日不要负我。你要看我容貌，得先问我丈夫。你嫁人了？你丈夫是谁啊？你知道我立下的毒誓，这个人已经看过我的容貌，我不愿杀他，只好嫁他。月老三对男女之事没什么兴趣，死乞白咧想要看一看穆婉清的容貌，不过是出于好奇罢了。这下倒是把注意力放在了一旁的段誉身上，非说他和自己有着同样的后脑骨，绝对是个天资聪颖的练武奇才。于是兴冲冲的让段誉拜自己为师，甚至为了自家未来的徒儿爱屋及乌。当那帮刺客再次追了上来，正打算对穆婉清不利的时候，他想也不想便出了手。段誉这才松了一口气，幸亏月老三虽为4大恶人之一，却也算不上真正的穷凶极恶，也遵循着不杀无力之人的规矩。但他显然没有想到，穆婉清方才所说的话全都是出自真心。经过这一路的相处，他的确对自己放心安许，否则也不会违背他立下的誓言，心甘情愿在自己面前揭下面纱。另一边，月老三打退了那帮人后，满面春风的折返回来准备收徒。你们南海派拜师有什么规矩啊？有，当然有。你呀，你就先那个快磕头，求我呢收你为徒。我假装不肯，你就再三恳求，磕头不止，我才假装勉强答应，其实心里头十分的欢喜啊！这就是南海派拜师的规矩，你要记住啊！以后你要收徒儿也要这样，不要忘记了啊！规矩能不能改啊？当然不能，倘若改了，我就是乌龟儿子王八蛋。好，我不磕头，也不求你收我为徒。你不磕头也不求我，不磕头，不求你，那我就扭断你的脖子。好啊，你扭好了，反正我也无力还手。不过，你要因为我无力还手而杀了我的话，
那你就坏了南海派的规矩。那你是什么？我就是五个人的王八蛋。不错。岳老三的脑筋不太活络，段誉的这番话他只听得云里雾里，居然没有发现自己稀里糊涂的踏入了对方设下的圈套。结果现在不杀段誉难以泄愤，杀了段誉却辱没了南海派的规矩。岳老三除了气得须眉尽数之外，的确奈何不了段誉，再加上他还要和其他几个恶人会合，不能再耽搁下去了。他一怒之下，先是抓走了穆婉清，原意是逼迫段誉拜师。后来经过穆婉清提醒，意识到段誉没练过武功，跟不上他的脚步后，于是吩咐手下前去迎接。手下在山谷内外找寻了一圈，却并未发现段誉的踪迹。既然找不到段誉的尸身，说明他并没有失足摔死。正事要紧，岳老三无奈之下，只好先和其他恶人会合。率先到达约定地点的是四大恶人中排行第2的叶二娘，绰号无恶不作。据说此女容貌艳丽，却心狠手辣，自己的亲生儿子被盗之后几近疯魔，时常偷取别人家的孩子，玩腻了之后便会将其杀害。岳老三最不服气的也是他，总是和他争夺第2的名号。至于最后一位，则是穷凶极恶云中鹤，轻功绝佳，与大理的八天师齐名。但比这一头衔名声更大的却是他的贪财好色。尽管段誉还没拜师，但岳老三早已认定穆婉清是自家徒儿的未来妻子。他素知云中鹤好色如命，凡是美貌女子必会占为己有，忙不迭地出手阻止。然而他没有想到的是，四大恶人中的老大还没到场，另一个不速之客却匆匆找了过来，正是无量剑派的掌门人佐子木。原来叶二娘怀里的这个婴儿就是佐子木的儿子。佐子木的武功不算上乘，如何抵得过四大恶人？叶二娘此刻也趁机提出条件，让佐子木挖出穆婉清的眼睛，自己才会将孩子双手奉还。佐子木眼见自己的儿子被对方挟持，索性心一横，正准备对穆婉清下手之时，暗处却闪出2个人影，危急之际将其救了出来。无量剑在大理也算是名门大派，没想到他的掌门人却如此卑鄙。段公子呢？他在什么地方？看样子这2人应该是段誉的旧识。此前云中鹤看上了穆婉清的美貌，一而再的强调说段誉不会回来。穆婉清悲愤交加之下，误以为是他害死了段誉。眼下这2人的出现，穆婉清忍不住将自己的委屈全部发泄了出来，坚称段誉是被云中鹤他们所害。2人顿时勃然大怒，一时间和岳老三等人动起手来。谁知道这个时候，不远处却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居然会是消失了7天7夜的段誉。那个南海恶神呢？你到底是来找他的，还是来找我的？我就是怕那个恶人再把我的心上人带走啊！说好听。千里迢迢从大理来到中原，寻找段誉的那2名高手，一个是段家的4大家臣之一比彦生、朱丹臣，另外一位则是和云中鹤的轻功不相上下的八天使。他们奉了其父段正淳的命令，带段誉返回大理。回去的路上，段誉向穆婉清讲述了自己失踪的7天7夜里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奇遇。原来当日岳老三带走了穆婉清后不久，他就被佐子木的人囚禁了起来。但接下来的几天里，佐子木那边却没有丝毫动静。段誉想不明白对方的真实用意，便开始耐心钻研神仙姐姐赠予的武功秘籍。他的确如岳老三所说，在练武方面天赋异禀，虽说是为了速成，却已经基本掌握了要领所在。等到第7天的时候，他感觉时机已经成熟，便趁着下人给自己送饭的空档，利用神功溜了出来。他没跑出多远，就被钟灵遗落在无量山的毒雕咬伤，再加上体内的断肠散，2样剧毒相撞，此时此刻竟一并发作了起来。就在段誉以为自己难逃一死的时候，却发现身边出现了一只全身朱红的蛤蟆。之前被软禁在无量剑派的时候，他听下人们议论过，这种毒物名叫芒古朱蛤，毒性十分厉害，食之可以百毒不侵。这期撞见这只毒蛤蟆的人几乎无一人幸免，自然没人敢动这个念头。这只蛤蟆明显是冲着闪电雕而来的，二者搏斗片刻之后，闪电雕便失去了反抗能力。他吸食了其体内的毒血之后，转而注意到了一只剧毒的蜈蚣。好巧不巧的是，这只毒蜈蚣正好爬到了段誉脸上。在芒古朱蛤的追赶下，蜈蚣慌不择路地钻进了段誉的嘴里，却没想到蛤蟆为了追赶猎物，也随之追了过来。段誉就这样在不能动弹的情况下，接连吞下了2只毒物。神奇的是，芒古朱蛤刚一下肚，他立马感觉自己手脚有了知觉，赶忙坐了起来，按照秘籍上所说的修炼心法，开始运功调息。或许是他命不该绝，吃下了那只毒蛤蟆之后，段誉惊喜地察觉到自己体内的断肠散毒性似乎已经化解于无形了，这才一路找了过来。只是他们怎么也没料到，
眼看就要到大理边境的时候，他们居然再次偶遇了云中鹤。此人的武功的确不容小觑，朱丹晨一时占不了上风，只能替段誉他们拖延时间。段誉和穆婉清两人只好先行逃走，来到了附近的一家道观。出来迎接他们的是一位身着素衣道袍的女子，不施粉黛，却难掩姿色，和段誉之间却显得十分亲昵。云中鹤独立抵挡三人的攻击，落于下风却不露惧色。他眼见自己占不到便宜，便识时务的转身离开了。穆婉清见到面前的貌美女子，原本还有些吃味，后来才知道这位是段誉的亲生母亲，道号玉须散人。女人先是和段誉热络的寒暄了几句，随后看到穆婉清清丽婉约，心下更是喜欢。哪知当他无意中注意到穆婉清所用的暗器时，脸色却突然一变，没来由的追问他与修罗刀秦红棉是什么关系。穆婉清有些不明就里，在他的印象里，自己有记忆起就无父无母，身边只有一个师傅，名叫幽谷客，并没有听说过秦红棉这个名字。女人见状便没有继续刨根问底，在段誉的极力劝说下，他最终答应和他们一起回到皇宫。段誉也向穆婉清承诺说，回宫之后一见到父亲就会提及他们二人的亲事。哪想当天晚上，岳老三不知道从哪里得到了风声，居然一路追到了大理皇宫，口口声声要找自家徒儿。现下段誉回到了自家的地盘，身边有父母亲友相护，伯父段正明身为大理皇帝，对他更是疼爱有加，他自然比在中原的时候更有底气。岳老三，这位呢就是我的师傅了，你要是能打赢他，我就拜你为师。记住，岳老二不是岳老三，如果在3招之内，我要是不把他打个稀巴烂，老子今儿个就拜你为师。男子汉大丈夫，说话可要算数的，要不然你就是乌龟儿子王八蛋！你快点来呀！保定帝段正明虽为一国之主，却并非手无缚鸡之力，对大理段氏的武功绝学极为精通，功力在弟弟段正淳之上。但段誉如此夸口，却不是为了让伯父替自己出气，而是打算亲自上阵对付岳老三。说实话，段誉拿到武功秘籍之后，只专注于修炼心法，对于武功招式没什么研究。对上实战经验老道的岳老三，他是需要冒很大风险的。但幸运的是，凌波微步和北冥神功都是天底下1等1的功法，再加上岳老三不懂变通，动起手来只知道横冲直撞，段誉只需施展凌波微步，3招之内躲过对方的攻击即可。若是两人真的交起手来，谁胜谁负或许就不好说了。岳老三，你要是不赶快拜师，可就要做乌龟儿子王八蛋了。胡说八道！我岳老二就是死了，也不会做乌龟儿子王八蛋的。不做乌龟儿子王八蛋。师傅，弟子岳老二给你磕头了。段誉这么说，只是想让岳老三知难而退，却没料到对方身为4大恶人之一，居然真的会向他当众叩头拜师。但无论如何，糊弄走了岳老三，众人总算松了一口气。段正淳夫妻2人既欣慰于段誉的成长，又满意穆婉清这个儿媳的人选，一切原本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直到穆婉清不小心看到了女人手上的红色印记，顿时脸色大变。刀白凤，对呀，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你这是刀白凤，拜夷人。在场之人谁也没有想到，穆婉清第一次见到刀白凤，不但脱口而出她的姓名，居然还顷刻间泛起了杀机，反手对着刀白凤就是一镖。幸好段誉反应迅速，及时挡在了刀白凤面前。穆婉清声称自己是奉了师命，必须杀了一个名叫刀白凤的人，却没料到自己素未谋面的仇人竟会是爱人的亲生母亲，更没想到刀白凤一口咬定的是修罗道秦红棉指使他的。我早就觉得不对劲，他是不是还让你去杀俏药叉甘宝宝？那倒没有，俏药叉甘宝宝是我师叔，他叫人送信给我师父，说有2个女子害了我师父，这个大仇非报不可。那另一个一定是姓王的了，住在苏州，对吧？你怎么知道？穆婉清告诉他们，在遇到段誉之前，他曾经和师父一起去过苏州刺杀那个姓王的女人，哪知道对方的手下精锐众多，他们找不到机会下手，反而被对方的人一路追到了这里。之前气势汹汹来找他寻仇的那帮刺客，就是那位王夫人的手下。只是穆婉清想不明白的是，他意图对刀白凤下杀手，还不小心误伤了段誉。对方听说了事情的原委后，却并未大发雷霆，
甚至没有半句责怪，而是将愤恨的目光投向了身边的段正淳。都是你欠的风流债，自己好好管教玉儿吧。父皇，那都是过去的事了，干嘛还放在心上？哼，我才懒得放在心上，是你的那些旧情人都放在心上。刀白凤拂袖离去后，段正淳对待穆婉清的态度明显柔和了很多，还在他面前施展了一套掌法。他记得这套掌法名叫五罗青烟掌，是他师傅幽谷克的绝学之一，只是没想到段正淳也会这一招，更没想到这一套掌法居然是段正淳教给他师傅的。穆婉清望着段正淳悲伤的神情，有些不明所以。他想不通对方一个大男人，又是大名鼎鼎的镇南王，为什么会在自己面前泪流满面。只是此时此刻，他心心念念的只有和段誉成亲这一件事。谁知他刚说出口，前一秒还信誓旦旦的表示会想尽办法满足他心愿的男人，却毫不犹豫地表示了反对。为什么？是他亲口答应我的。冤孽，真是冤孽！他要是不要我，我就杀了他，然后再自杀。我在师父面前立过誓的。别的事都可以，就这件事不可能。怎么不能？难道段郎他变心了吗？不是玉儿，这不关他的事，都是我的错。到底为什么？因为玉儿是你亲哥哥。大理镇南王之子段誉机缘巧合之下得到了北冥神宫和凌波微步两大神宫的武功秘籍，并和穆婉清私定终身。谁知等他们回到了大理，却被其父段正淳告知，传说中的修罗刀秦红棉不但是穆婉清的师傅，还是自己昔日的老相好，更是他的亲生母亲。还没等穆婉清从震惊中反应过来，秦红棉和甘宝宝也随之赶了过来。两人本是同门中人，若是论起辈分来，甘宝宝算是穆婉清的师叔，但从接下来的一番对话来看，他们似乎都和段正淳有过一段过往，尤其对段正淳的原配妻子刀白凤更是恨之入骨。与甘宝宝一同出现的还有三大恶人，被他们牢牢钳制住的人分明是刚刚中了标毒的段誉。穆婉清此时才终于意识到，原来段正淳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他此生唯一倾心的人居然会是自己的亲哥哥，一边是情深爱重，一边是亲情伦理。穆婉清一时间接受不了这一事实，万念俱灰之下愤而出走。段正淳挂念于儿子的安危，不惜点住了秦红棉和甘宝宝的穴道，想要问出三大恶人的去向。然而没过多久，周万丑也匆匆赶了过来。眼下毕竟人命关天，没必要再起无谓的事端。段正淳的皇兄，也就是当今的大理皇帝段正明，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最终还是决定先放过甘宝宝他们，并当场放下狠话，说是3日之内必定到万劫谷要人。而另一边，穆婉清心灰意冷之下，原本打算跳崖自尽，却被崖边的一个老者吸引了注意。对方怪就怪在气息若有若无，一时间让人难以判断他究竟是死是活。此人正是4大恶人之首，曾经败于乔峰手下的恶贯满盈段延庆。穆婉清起初被他的腹语吓了一跳，哪知对方居然一眼看穿了他的心事，声称自己有办法满足他的愿望，和段誉从此双宿双栖。穆婉清身手比不过对方，再加上这句话的诱惑力实在太强，他便半信半疑地答应了下来。却没想到两人兜兜转转之下，竟回到了万劫谷。更没想到他心心念念的情郎段誉，居然真的被囚禁在万劫谷地牢之中。此前段誉迷迷糊糊中已经听到了他们的那番对话，自从他知道自己和穆婉清的兄妹关系之后，便不再奢求所谓的男女之爱了。谁知等到半夜，两人只觉得心头燥热难忍，段誉这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他们之前的饭菜里只怕已经被人下了药。按理说，他此前吞下了芒古朱蛤，早就已经万毒不侵了，唯一能够让他中招的，唯有激发情欲的春药。段誉不愿违背人伦道德，只能拼尽全力抵抗药性。幸好钟灵心善，发现穆婉清和段誉被下了药之后，便自告奋勇地接下了寻找解药的任务。与此同时，段正淳等人已经赶到了万劫谷外，众人就此动起手来。秦红棉显然对段正淳尚有旧情，因此对刀白凤更是愤恨难平，出手无不狠厉。倒是难为了段正淳，妻子和旧情人两方都不想得罪，一来一回忙得团团转。而钟万丑爱甘宝宝胜过性命，自然看段正淳不顺眼。姓段的，你这个长着胡子的小白脸，打架还要女人帮忙，真他妈的不要脸！看刀！我来帮你。
趁着段正淳和刀白凤夫妇在谷外牵制住了周万仇他们，段正明以及手下八天石等人偷偷溜进了万劫谷，四处寻找段誉的下落。中途恰巧遇到了钟灵，在他的带领下找到了关押段誉的那间牢房，而在门口等待着他的正是恶贯满盈段延庆。段正明虽然贵为大理皇帝，但若是论起武功身法，他在段氏一族中也算是佼佼者，其弟段正淳也不得不甘拜下风。可他怎么也没有料到，段延庆一出手，居然就是他们段家的独门绝招一阳指。你到底是谁？我就是延庆太子。这位延庆太子的名字，段正明不是没有听说过。若是论起辈分来，他还得唤对方一声堂兄才是。听说延庆太子当年受奸臣杨义珍所害，逃出了大理皇宫，此后便再也没有了消息。后来段正明的兄长，也就是上明帝段寿辉，在天龙寺高僧的帮助下，顺利光复了大理皇室。只是他在位仅仅1年，就去天龙寺出家为僧，将皇位传给了自家堂弟。但段正明怎么也没有想到，昔日的延庆太子居然会是以4大恶人之首的身份出现在他面前，更没想到对方竟丧心病狂地抓住了段誉和穆婉清，还给他们下了春药，只想让江湖中人看段家的荒唐。段正明自认武功不如对方，但要是真的动起手来，他有信心可以取胜。但棘手之处在于，段誉的性命和整个段氏一族的声誉都掌握在对方手中，他再如何心急如焚，也不敢轻举妄动。你怎么样才肯放人呢？你立刻到天龙寺出家为僧，将皇位让给我，我就放人。祖宗基业，岂能随便拱手送人？那你就让段誉自己用一阳指跟我较量，赢了我，他自然就能出来。段正明明面上波澜不惊，心里却早已勃然大怒。段誉自幼熟读佛经，心地良善，对学习武功的事毫无兴趣。段延庆分明是在故意为难，但不管怎么说，他此刻没有必胜的把握，也相信以段誉的为人，拼上一死也不会做出有违人伦的事。只好和段正淳等人先行退出了万劫谷。至于周万仇那边，尽管他对段家的人始终心存不满，但在甘宝宝当面立誓，表明一生一世不再和段正淳相见之后，他也没有继续为难下去。众人回到大理之后，段正明百般思虑之下，最终决定颁布诏书，册封段正淳为皇太帝。如此一来，既遂了延庆太子的心愿，也能断了对方夺位称帝的念头。他随后前往年华寺，找到了黄梅僧，寻求解决的办法。他们2人都心知肚明，段延庆毕竟是曾经的太子，又是段正明的堂兄，兄弟之间一旦动起手来，必定引起武林非议。而天龙寺的高僧武功卓绝，却不方便介入段氏一族的内斗。为今之计，只有请黄梅僧出山相助，才能扭转如今的局面了。同时，段正明还许下承诺，会下诏免除大理百姓的盐税。这项举措在那个年代来说，算是不可多得的仁政了。黄梅僧感动之余，将营救段誉一事应承了下来。黄梅僧与段延庆刚一见面，便以讨教奇艺之名展露了自己的本事。黄梅僧的金刚指，段延庆的一阳指，若是真的动起手来，只怕一时之间难分伯仲。两人几乎在同一时间选择了文斗，也就是比试奇艺。但表面上说是文斗，背地里的彼此博弈却未必输给真刀真枪。黄梅僧多番出言激将，段延庆却始终表现得不动声色，其文很阴沉，实在令人心惊。你是主人，我是客人，我先下。不，强龙不压地头蛇，我先。那只有猜先了。你猜猜，老僧今年的岁数是奇数还是偶数啊？猜得对，你先下；猜不对，老僧先下。我便猜中，你也要抵赖。那好，那换一个我不能抵赖的。你猜猜，老僧70岁的时候，脚趾头是奇数还是偶数啊？我猜是偶数。错了，是奇数。
老僧今年69岁，明年70岁的时候，我的脚趾头是奇数。其实较真来说的话，黄眉僧此举算是耍赖，只是段延庆经历了大风大浪，看惯了世间血腥之事，对方自断一指的做法，在他看来也并不稀奇。两人全神贯注比试棋艺期间，自有精通对弈之策的段誉正好在一旁观战，忍不住开口指点了两句。段延庆武功上乘不说，棋艺也高于黄眉僧，眼看双方的棋局再一次险象环生，段誉生怕自己再次出言指点会被段延庆识破自己的计划，便将破解之法写在了黄眉僧身边的小和尚掌心里，由他转述给黄眉僧。段延庆不由得大为光火，一度想要杀了那个小和尚。黄眉僧深知自己棋艺逊于对方，既要保护弟子，又不能不想办法救出段誉，甚至已经有了拼死一搏的念头。却说钟万丑那边，他这次与四大恶人合作，抓住段誉并给他下药，自然也是为了报复段家人，尤其是段正淳。为此他还特意请来了不少武林中人，好让他们亲眼目睹段誉和自己的亲妹妹是如何败坏段氏门风的。只是在场的人，包括钟万丑在内，都没能料到事情接下来的走向。等众人都赶到监牢外的时候，却发现段誉怀中的那个女子根本不是穆婉清，而是钟灵。原来就在方才，八天师等人挖了一条地道，偷偷潜入了万劫谷，本想瞒着所有人救出段誉，却没想到中途遇见了钟灵。他们听见了上面的对话之后，提前一步偷天换日，点住钟灵的穴道放到监牢里，将穆婉清神不知鬼不觉地换了出来。这下丢脸的人换成了钟万丑自己，他怎么也想不通自家女儿为何会出现在这里，一怒之下和段正淳动起手来。而这个时候的段誉药性已经减退了不少，他眼见段延庆和黄眉僧还在僵持之中，本想借助北冥神功吸取对方功力，奈何对方内力深厚，他学艺不精，没能成功，倒是成功扰乱了对方的思绪。棋差一招，满盘皆输，段延庆眼见败局已定，也没有过多纠缠，迅速在众人视野中消失不见了。这位延庆太子城府颇深，是去是留难以揣摩，段誉也无暇顾及这些了。因为一旁的云中鹤趁钟万丑怒气未消的时候，竟当众掳走了钟灵。你承认我是你师傅就好，钟灵是我妻子，也就是你师娘。云中鹤侮辱她，就是侮辱你师娘，你能忍吗？我不能忍！你干嘛？那穆婉清呢？我究竟有几个师娘啊？你问那么多干嘛？你先去救这个师娘。这里英雄好汉都看着呢。你要是连第4恶人云中鹤都对付不了的话，就会降为第5恶人，不是第6恶人呀！放开我师娘！岳老三心思单纯，被段誉这么激将，果然信以为真。钟万丑这次自讨没趣，算是在众人面前狠狠丢了面子。段誉他们顺利返回大理之后，穆婉清将干宝宝托付的那只锦盒交到了段正淳的手上，里面放着的其实是钟灵的生辰八字。旁人或许不明白干宝宝此举的用意，段正淳却瞬间反应了过来。钟灵的出生年月和他离开干宝宝的时间差不多，也就是说钟灵多半也是他的女儿。刀白凤得知真相之后，一怒之下离开了段正淳，失望透顶的穆婉清也被随之赶来的秦红棉带走了。段誉眼见事情发展到如此地步，却自知没有什么挽回的办法，正在苦恼之际，岳老三突然出现，不由分说地抓走了他。那你改变主意了，不想做我徒儿了，想做乌龟儿子王八蛋了？谁说的？你先磕8个响头还给我，然后再将我逐出师门，然后再磕8个响头拜我为师，让咱们规规矩矩一清二楚，这样老子就不会是乌龟儿子王八蛋了。我不干，反正呢我也没有还手之力，你杀了我好了。你以为老子是笨蛋吗？我绝对不会再做乌龟儿子王八蛋了。我告诉你，我不会再是乌龟儿子王八蛋了。哈，你变聪明了，而且变得十分聪明。那我问你，南海派的规矩，徒儿可可以杀师傅呢？当然不可以了，只有师傅杀徒儿，绝没有徒儿杀师傅的事情。哼，那徒儿要听师傅的话，还是师傅要听徒儿的话呢？当然是徒儿要听师傅的话了。只要你拜了我为师之后呢，你自然也要听我的吩咐啦。这就对了，现在你还是我的徒儿，我叫你把小师娘夺回来，你办好了没有？于老三好不容易整理好的思绪，再一次被弄糊涂了。他脑子一根筋，却极度爱面子，很快就主动踏入了对方设下的圈套，原原本本的说起了事情的经过。原来他方才的确动身追过云中鹤，谁知钟万丑突然出现，趁机将钟灵带走了。云中鹤还不失时机的蛊惑他，说是先去万劫谷联手杀了钟万丑，
至于中领最后应该归谁，到时候两方再定胜负也未尝不可。云中鹤当然是诓骗他的，此人阴狠狡诈又好色如命，别说鬼马可爱的钟灵了，就连干宝宝他都想占为己有。你敢动我女儿，老子砍了你！你哪去呢？你干什么？我为我女儿出手，关你什么事儿？你这老贼，居然敢占我的便宜！我占什么便宜了？她是我师娘，已然比我大出了一半，那是事出有因，我也只好认了啊！你现在居然敢在我面前自称是他老子，那岂不是明摆着比我大出还就2倍啊？哎，老子在南海为尊，人家叫我老祖宗老爷爷，怎么一到你们大理，就处处比别人低上个1倍2倍的？老子不干，我不干，不干就不干！她是我亲生女儿，我当然是她老子了。我这师娘如此美丽，你却丑得像个老妖怪，怎么可能是她老子？我这师娘肯定不是你生的，是旁人生的。放你妈的屁！岳老三没什么心眼儿，平日里只图嘴快，朱安丑却顿时发起怒来，说什么都要和他决一死战。旁边的云中鹤眼看有机可乘，又想像上次那样趁机带走钟领。好在小姑娘心思敏捷，及时打开了房间里的密道，没成想还没等她进入，就被云中鹤一把扯住了后腿。已经进入密道的段誉情急之下运起了北冥神功，而钟安丑等人不明所以，原本是来帮忙的，却一个接一个连成了贪吃蛇。幸好黄眉僧及时赶到，才破解了这一僵局。三大恶人以为方才经历的一切是黄眉僧的手段之一，二话不说便转头离开了。但段誉从未一次性吸过这么多人的功力，刚回到大理皇宫，体内的真气便涌动了起来。段正明一搭上侄儿的经脉，就察觉出了不对劲儿。他不明白从未习武的段誉体内为何会有传说中的星宿老怪丁春秋的邪功，自然而然地将怀疑的重心放在了段延庆的身上。段誉随后被送往天龙寺疗养，但与此同时，寺中辈分最高的枯荣大师也提到，天龙寺也即将迎来一个特殊的客人，吐蕃国的国师大伦明王鸠摩智。据说此人武功超群，佛法精深，心智城府更是非常人所能及。此来中原拜访之前，特意大张旗鼓送来了拜帖，声称为了以示故友慕容博先生前来讨要六脉神剑的剑谱，嘴上说是领教，但鸠摩智这个人野心勃勃，对各家的武功绝学十分痴迷。这次以满足旧友心愿为借口，领教六脉神剑的威力是假，趁此机会拿到剑谱，甚至夺取整个中原武林的绝学心法才是真的。而鸠摩智所说的六脉神剑，则是大理段氏的绝学之一，其威力远在一阳指之上。但就连段正明兄弟对六脉神剑的心法也只是略有耳闻，根本没有亲眼见识过。枯荣大师也补充说，六脉神剑的剑谱的确藏在天龙寺内，但这等心法高深莫测，近百年来没人练得成，众位高僧也只能分开修炼。听闻此言，段正明随即自告奋勇，当即决定剃度出家，和诸位高僧一起参悟六脉神剑的精髓，以待鸠摩智的拜访。鸠摩智来到天龙寺的那天，段誉就躲在暗处观察着。此人表面上装得彬彬有礼，俨然一副谦谦君子的模样，还言之凿凿地保证说，他一拿到六脉神剑的剑谱，就会在慕容博的墓前烧毁，绝不会偷看一眼。鸠摩智话音刚落，便施展了一招拈花指，这种指法出自少林的72绝技。如此看来，此人的确城府颇深。他先是以礼相待，趁机提出一个不合理的要求，只要枯荣大师他们拒绝，鸠摩智就会顺理成章的在众人面前显露自己的实力。在对方的言语相激下，包括段正明在内的6位高僧接受了鸠摩智的挑战。第一回合倒是勉强占了上风，但看鸠摩智气定神闲的样子，像是已经有了应对之策。果不其然，到了第二回合，鸠摩智似乎已经摸清了众僧出招的规律，双方一时间居然僵持不下。哪知道身后的枯荣大师竟突然出手，利用众人汇聚的功力，毁掉了那张世间绝无仅有的六脉神剑剑谱。鸠摩智心下大惊，事已至此，他只能寄希望于身为大理国主的段正明对六脉神剑的剑谱还有印象，本想抓他回到吐蕃，却没想到段誉按捺不住站了出来。两人才交手不过2招，鸠摩智就敏锐地认出段誉使出的是星宿海的化功大法。他盛怒之下本想直接了结对方，谁知段誉慌乱之下居然误打误撞地使出了六脉神剑的招式，其威力远胜段正明等6位高僧。原来几位高僧和鸠摩智对战之时，段誉出于好奇看过那本剑谱，也不知道是他天资聪颖，还是他体内的凌波微步和北冥神功2大武功绝学恰巧打通了他的全身经脉，
他居然轻而易举地学会了上面的招式。然而他的实战经验哪里比得上鸠摩智，没2招便露出了破绽，被对方眼疾手快掳走了。等我拿你祭奠慕容先生的时候，你怕不怕？我不是杀生，我是为你好。被鸠摩智绑架的这段时间以来，段誉不是没有尝试过逃走，只可惜他被点了穴道，没走多远就被拎了回来。不过段誉心里也清楚，鸠摩智暂时不会对自己下手。他口口声声说是为了替好友满足遗愿，其实根本是觊觎中原的绝世神功。如今六脉神剑的剑谱已毁，唯一有办法复原的只有段誉一人，因此段誉受尽对方的折磨，仍旧不肯点头。他知道以鸠摩智的狠毒，一旦他出于恐惧写下了剑谱内容，落笔之时就是他的死期。与其如此，还不如就这样拖下去。对方心存顾忌，反而不会立即要了他的性命。正如段誉预料的那样，鸠摩智眼看他态度坚决，一时也有些无可奈何。他们一路往江南而去，来到了一个名叫参河庄的地方。段誉这才知道，他们已经来到了姑苏慕容家的地盘。慕容家的公子慕容复外出未归，前来迎接他们的是一个名叫阿碧的婢女，对他们极为热情。但相比起段誉的随遇而安，鸠摩智却显得很是焦灼，不止一次的要求阿碧带自己去慕容博的墓前祭拜。他们随后在阿碧姑娘的带领下，见到了一个白发老人，自称是慕容家的多年老仆，将鸠摩智揶揄了一顿之后，又换了一个身形佝偻的老妪来，说是慕容家的太夫人。段誉无意间闻到，无论是那个老仆，还是面前的这个太夫人的身上，都隐隐带有一丝女子的幽香，便大概猜到对方的身份并不简单。鸠摩智有心逼段誉使出六脉神剑的招式，被老夫人和阿碧几番阻拦之后，对方的脸色明显阴沉了下来。天下竟然还有16、17岁的老夫人，你到底想骗我骗到什么时候？阿朱姐姐，此前几次三番乔装打扮试探鸠摩智的这个女子，是慕容家统领下人的阿朱姑娘。她眼见自己身份败露，索性也不再伪装下去了。相比起不近女色的鸠摩智，像段誉这样能说会道的温润君子，显然更容易讨女孩子的欢心。但他怎么也没料到，几个年轻人又是谈天又是论地，只是迷惑他的一个缓兵之计。阿朱和阿碧早已准备好了一只小船，只待他放下戒心，三人便趁乱从水路逃了出去。等鸠摩智反应过来，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直到确认鸠摩智不会再追过来了，三人才停船靠岸。段誉找了个地方解手，回来的时候却发现阿朱和阿碧两位姑娘正在和一个陌生的女子交谈。那女子对那位慕容复公子似乎尤为关心，对各路武功窍门更是了如指掌，但看她的身形体态，却并不像是习武之人。不仅如此，她还询问了慕容复的行踪，得知丐帮近日遇袭，副帮主马大元被害，有人怀疑是慕容家动的手脚。慕容复此次去丐帮，就是为了澄清这件事。他是谁？怎么会有男人在这里？还没等段誉想通对方为什么一看到自己会慌不择路地转身离开，他们就紧接着迎面撞上了一个衣着华贵的美妇。阿朱阿碧顿时脸色一变，称呼对方为舅太太。原来此人正是这个岛上曼陀山庄的女主人王夫人，若是慕容复此刻在场，也得叫她一声舅母。这位王夫人生得貌美，心肠却比旁人歹毒100倍，平生最恨异性踏足她的曼陀山庄，对自己的亲外甥慕容复尚且如此，更别说陌生男人了。听说他姓段之后，眼神中却闪过一丝诧异。眼见阿朱阿碧两位姑娘面露惶恐之色，段誉就知道自己只怕难逃一劫。正巧这个时候，王夫人嘱咐下人该如何培育山茶花，对花草之道甚有心得的她赶紧插话过去，表示自己有丰富的养花经验。王夫人酷爱培育山茶，果然被段誉说动了心，当即便转怒为喜，将其留在了曼陀山庄，帮他照顾那些名贵的花种。谁在这儿种花呀？回小姐，是小生奉夫人之命在此种植茶花的。你是谁呀？
神仙姐姐，我想你想的好苦啊。弟子段誉拜见师傅。你干什么？段誉突如其来的这一跪，反倒把对方吓了一跳。他此前没看到对方的正脸，并不知道面前的柔婉少女并不是他在山洞里看到的那尊白玉雕成的神仙姐姐，而是王夫人的女儿，曼陀山庄的大小姐王语嫣。王语嫣自小没出过曼陀山庄，见过的异性除了表哥慕容复之外，也只有段誉一个了。不同于母亲对男人的莫名仇恨，他对段誉显然好奇多过害怕。被对方连番夸赞了美貌之后，王语嫣的第一反应不是嫌他轻浮，也不是含羞带笑，而是惆怅于表哥对自己的忽冷忽热，连多说几句话都成了奢望，更不用说当面夸她美貌了。段誉跟在王语嫣身边，眼见他提到慕容复的时候，眼神里既有倾慕又有失落，心下不由得软了半截，便多安抚了几句。王语嫣从小到大没什么朋友，最亲密的无非就是表哥慕容复，还有就是阿朱阿碧两人。如今被陌生人突如其来的一句关心，他像是被触动了情肠一般，忍不住将内心的委屈全部倾诉了出来。原来他不懂武功，却对各路武功十分精熟，只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帮到表哥。但难就难在早年将王夫人和母家闹翻了，他一怒之下便带着女儿搬到了这个人迹罕至的曼陀山庄，和慕容家那边几乎断绝了联系。对于王语嫣和慕容复之间的情愫，王夫人也是坚决反对的。看得出来，王语嫣对于突然出现在这里却很擅长倾听和安慰的段誉很有好感，俨然已经把对方当成了朋友。他知道母亲的脾性，肯定不会放过阿朱阿碧，也不是没有替他们求过情，但他毕竟人微言轻，王夫人根本没有把他的话当回事儿。王语嫣担忧阿朱阿碧的处境，也牵挂着即将远赴丐帮的慕容复，只能找段誉倾诉苦水。他本来就是和我表哥作对，这次我表哥去和丐帮比试，说不定会有危险。我本来还想请我娘去帮他，可是现在看来根本就不可能。慕容公子有危难，哎，你懂那么多的武功，你怎么不去帮他呀？我只是读的书籍多一些，自己却不会用。再说我怎么出得去啊？我娘是绝对不许的。哎，那就偷偷溜出去啊，不要让你娘知道。嘿，就像我偷偷被我家人溜出来。王语嫣果然被说动了心，她实在放心不下慕容复，于是雀跃地答应了下来。两人趁王夫人不注意，偷偷溜进了关押阿朱阿碧的那间柴房，在段誉的帮助下，将两个姑娘救了出来。四人乘着一条小船连夜出了岛，谁想到他们刚回到岸上，居然已经聚集了一帮人，杀气腾腾的等待着他们，说是来找慕容复报仇的。但具体是为了什么事儿，对方却迟迟不肯开口。倘若慕容公子不在，我们就在此等下去。你们算什么东西，也配在这儿等？是包三哥吗？非也非也，不是包三哥。还不是包三哥，人没到，非也非也就先到了。段誉在吐蕃国师鸠摩智的挟持下，被带去了姑苏慕容家，却没想到慕容家的公子慕容复此时此刻不在山庄，而他也在机缘巧合之下偶然结识了王语嫣和阿朱他们。段誉对王语嫣一见倾心，奈何对方眼里心里只有表哥慕容复一个人，他费尽口舌相劝，终于劝动他们瞒着王夫人一起离开了曼陀山庄，前往中原寻找慕容复的下落。众人刚上岸，阿朱就察觉出了不对劲儿，谁也没有想到阿朱家里居然来了一伙不速之客，口口声声要找慕容复，其余的却一个字都不肯多说。反倒是一旁的王语嫣，仅仅通过双方刚进门时的短暂交手，就一眼认出为首的那两人，分别是来自云州秦家寨和四川青城派。至于两家的武功招式以及心法秘诀，甚至连秦家后人自己都不知道，自家武功失传了其中5招，他却能够如数家珍，怎能不让对方刮目相看？正如王语嫣猜测的那样，为首的那两人，一个是秦家寨的姚伯当，另一个则是青城派的司马林。他们一开始显然没有将面前的几个姑娘放在眼里，现在却不得不开始提防了。但不管阿朱他们如何盘问，对方还是坚称自己必须先见到慕容复才能说出此行的目的。好在这个时候，他们总算等来了救兵，来人正是慕容家4大家将之一，总是将非也非也挂在嘴上的武林第一抬杠高手包不同，大家都称其为包三先生。包不同嘴上不饶人，武功也远高于在座众人。司马林他们眼见自己讨不到什么便宜，这才老老实实的道出了此行的来意。原来就在不久前，秦家寨姚伯当的师弟秦伯起
以及青城派司马林的父亲司马卫，接连被发现死于自己的成名武功之下。而天底下唯一精通各门派武功的，只有慕容复一个人。如今虽说多了一个汪语嫣，但在场之人都看得出来，他身形缥缈，脚下虚浮，根本没有武功基础，因此最大的疑点仍旧集中在慕容复身上。不管怎么说，尽管司马林等人并没有完全相信慕容复是被人陷害的，但他们的确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动手之人真的是慕容复。何况他们连包不同都敌不过，更别说武学渊博的慕容复了。被鹰头训斥了一顿之后，他们也只好灰头土脸地选择了离开。包不同对几个小姑娘一向宠溺，并没有追问他们擅自离岛的原因。至于突然冒出来的段誉，他也只是按照惯例问了身份来历，随后便提及自己收到风声，自从马大元被人所害之后，丐帮中人认定是慕容复下的手，近日来在江南集结了大批帮内弟子，多半是冲着慕容家而来的。不仅如此，慕容复那边还传书过来，说是有不少西夏一品堂的高手突然在中原出现，希望包不同带着阿朱阿碧两人前去一查究竟。汪语嫣始终放心不下慕容复的安危，欣然答应和他们同去。他虽然不会半分武功，对于各门各派的武功底细却甚为透彻，带上他不仅不是包袱，反而是一大弊主。几人聊得热火朝天，段誉身为远道而来的一介外人，倒是有些插不上话了。而包不同他们的计划中，显然没有把他也算在其中。段誉自小被众星捧月般照顾疼爱，在命运的指引下，得到2本绝世武功的秘籍。穆婉清钟灵对他更是一见误终身，即便后来身处险境，至少南海恶神是真心想要收他为徒。鸠摩智一路上挟持他来到江南，对他自然也十分重视，何尝受过如此冷遇。段誉一想到这里，心下难免有些失望，尤其是当他眼睁睁看着汪语嫣的漫不经心，恨不得一颗心都飞到慕容复身上。对于那位勉强算一面之缘的慕容公子，更是罕见的生出了妒忌之心。其实相比起他一路上的种种奇遇，阿朱他们从始至终都没有让他难堪过，但对方越表现的殷勤有礼，段誉就愈发觉得郁闷难舒。看完后，索性找了个酒肆借酒消愁。但他很快注意到，在座往来的客人中，有一个魁梧汉子，面带风霜，却掩不住目光如炬，举手投足之间尽显豪迈之色。段誉见惯了形形色色的江湖高手，行事疯癫如岳老三，城府深沉如鸠摩智，却第一次对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油然生出了结交之心。他本想包揽了对方的酒菜钱，算是和那汉子交朋友的诚意，甚至还没等他上前攀谈，却见几个丐帮装束的人匆匆赶来，恭恭敬敬地在男人耳边说了什么。段誉内力充沛，并非有意偷听对方的谈话内容，而男人低声叮嘱了几句之后，似乎也注意到了他，反倒大大方方地走上前来，说是想和他一醉方休。段誉并不是什么嗜酒之人，若是换作平常，他一定会找借口推辞，但他刚刚才在汪语嫣他们那里尝到了被冷落忽视的滋味，心里正憋着一股无名火，一咬牙竟答应了下来。对方眼见他一副温润公子的模样，喝起酒来倒是颇为豪爽，当即也生出敬佩之意。哪知道段誉如此拼命，其实是在和汪语嫣口中那个几近完美的慕容复暗暗较劲。对方酒量极佳，反观段誉几碗酒下肚，已经有些天旋地转了，但他偏不肯就此认输，居然灵机一动，利用六脉神剑的功法，偷偷将体内的酒逼了出来。对方倒是没有察觉到段誉的作弊之举，只是相当钦佩他的千杯不倒。等两人喝得差不多尽兴了，男人对他的戒备心也明显减轻了很多，还兴致勃勃地和他比起了轻功。段誉修炼过凌波微步，天底下能追得上他的人屈指可数，那汉子一路上却丝毫不落下风，可见其内力深厚。护送慕容果然名不虚传啊！小弟姓段名誉，兄台你认错人了吧？段誉这才反应过来，对方此前的一系列反应，原来是将自己错认成了慕容复。他也是从这个时候才知道，男人正是江湖传言中和慕容复齐名的乔峰。虽说他对江湖之事没什么兴趣，但乔峰的英雄事迹却听说过不少。听说他武功高强，为人仗义，年纪轻轻便接手了丐帮帮主的位子，深受江湖众人的敬佩爱戴。确认了对方的身份之后，段誉便有些不好意思的说出了他千杯不醉的真相。乔峰听说之后，不仅不生气，反倒觉得颇为有趣。两人轻谈之下，只觉得相见恨晚，当即便决定一结金兰。我乔峰，我段誉，今日一结金兰，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大哥，贤弟。段誉清楚乔峰此来江南是为了替父帮助马大远讨回公道，不久后和慕容复必有一战。他心知此事不一定出自慕容复之手，也一心想要和王语嫣再相见，便自告奋勇地跟了过去。乔峰得到手下传来的急报，说是有人强行闯入了分舵，谁知当两人马不停蹄赶到了那里，看到的却是几个熟悉的身影，正是包不同一行人。段誉再见王语嫣，自然喜不自胜，但在场的其他人可就没有他这么轻松自在了。尤其是丐帮4位长老到齐之后，眼前情形更是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知道丐帮4老来了，你还敢胡说八道？怎么想打架吗？包三先生一生最爱的就是打架。你最爱的是斗嘴，爱打架的是我。江头卫士风波恶，别有人间行路难。来人正是慕容复麾下的另一位部将风波恶，在4大家将中排行最末，因此也被人称为风四爷。正如他所说的那样，平生对打架这件事可谓情有独钟。风波恶倒也不算吹牛，和丐帮长老对战尚且不落下风，哪知对方眼见占不到便宜，竟趁其不备放出毒仙，狠狠咬了他一口。乔峰原本只是观战，对包不同和风波恶两人，他眼中也只有赞赏。眼下风波恶被毒蝎所伤，他也没有趁机出手伤人，而是开口让陈长老拿出解药救人。陈长老对慕容家的人深恶痛绝，却不敢违背帮主之命，只好答应了下来。我家帮主仁义为先，这是解药。多谢陈长老，多谢乔帮主。解药虽然有了，却未必救得了人。陈长老特意提醒他们，风波恶所中的蝎毒必须先清理干净，才能服上解药。但包不同正在和其他3位长老交手，阿朱他们又都是女子，按理说是不能替风波恶吸出蝎毒的。然而包不同那边1-2招之内根本不可能停手。就在这个时候，乔峰却身形一动，显然有意想要帮其驱毒。一旁的段誉见状，赶忙抢先一步站了出来。他不忍心眼见王语嫣露出愁容，本就存了相助之心，只是顾念和乔峰的结义之情，不愿意公然帮助他的对手，现在反倒放下心来。乔峰的侠义仁慈，江湖上早有流传。刚刚解毒的风波恶的确感激，却实在按捺不住对打架的渴望，体力还没完全复原，就跃跃欲试地向另一位长老发出了挑战。与此同时，却听草丛中脚步纷乱，一群丐帮装束的人气势汹汹涌了过来。但奇怪的是，为首之人并不是丐帮最具威望的传功执法2位长老。众人见了乔峰也不行礼，眼神中更是隐隐透露出敌意。传功执法2位长老的缺席，以及这些丐帮众人不听号令，一窝蜂跑到了这里，无不出乎乔峰的预料。但眼下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丐帮长老此时围着包不同他们结成了打狗阵法。乔峰不是不知道，打狗阵法一旦结成，双方只剩下拼命这一条路了。但查出马大元死亡的真相之前，他还不想贸然和慕容家结仇。最棘手的地方在于，丐帮中人大多听从他的指令，一声令下便会停手。风波恶和包不同杀红了眼，能不能听进去旁人的话，可就说不定了。乔峰唯有亲自上阵。是龙爪手抢珠在世，鲍三哥，他左肘要创你胸口，右掌要斩你腰肋，左手便抓你的气户穴。这招叫沛然有雨。好一个沛然有雨！哎呀，王妹妹，你说的不早不迟有什么用啊？你早说片刻，也好让我有个准备啊。他出手太快，我又得想，来不及说呀。咱们今天打输了，丢了咱们燕子屋的脸。乔峰以1敌2，赢得光明磊落。交手时显露出的那招擒龙功，更是连向来喜欢打架的风波恶都不得不服气。乔峰倒是没有再为难他们，丐帮的其他人也只好眼睁睁的看着包不同一行人认输后离开了。风波恶这次打了败仗，心情倒是没受一点影响，还提到慕容复已经去了少林寺，匆匆嘱咐了几句之后，便急不可耐地赶了过去。谁知还没等阿朱他们走远，背后却传来了一个阴阳怪气的声音，是方才领队而来的全冠清。此人是丐帮的9代长老，武功不济，心思却深。见了帮主，不但没有丝毫敬意，还当众质疑乔峰放走敌人的用意。这次我们来到江南，主要是为了马副帮主的大仇而来。可是这几日，我好好静心的想了想，杀害马副帮主的未必就是慕容复。乔峰话音刚落，
全冠清像是抓住了他的什么把柄一般，顿时趾高气扬了起来，口口声声说乔峰是有意替慕容复开脱，声音之大足以让在场的丐帮众人听到，分明是有意想要挑起大家对乔峰的怀疑。但他显然也没有想到，乔峰一眼就抓住了事情的关键。传功执法两位长老呢？属下今天没有见到二位长老啊。乔峰冷哼一声，全冠清故意制造丐帮内乱，被拆穿后自然嘴硬不肯承认，但他手底下的人却不一定个个守口如瓶，只要有一个人露出破绽，他就有办法一查到底。只是事情的发展远比他想象中更加复杂，此次制造内乱的不止全冠清，就连丐帮的4位长老似乎也参与其中。传功执法2位长老姗姗来迟，向众人解释了事情的原委。原来他们并非故意缺席，而是全冠清假借乔峰之命，将他们骗到了船上，不仅派人对他们严加看守，还在船上布置了火药，稍有移动便会点火。全冠清心思不正，乔峰不是不知道，但他实在想不明白，自己能够坐上丐帮帮主之位，除了前帮主的提点倚重之外，还有众兄弟的以礼举荐。他自认从未做过对丐帮不利的事，为何就连4位长老都联起手来犯上作乱？更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全冠清对自己的指控：马副帮主被人所害，我相信是出于乔峰之使。全冠清翻来覆去的所谓证据，不过是乔峰怀疑马大元的死有可能不是慕容复的手笔，还大发慈悲放走了包不同和风波恶。乔峰没有急着开口解释，而是给众人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他曾在一个独木桥上看见2人正在比耐性，其中一人应该是平头百姓，肩上挑着一担大粪，彼此之间互相较劲，谁都不肯率先让步。那个挑粪的汉子认死理，偏偏梗着脖子纹丝不动。眼看时间1分1秒的流逝，他却有些着急了起来，甚至冲着对方泼了一勺臭水。甚至对方不仅没有发怒动手，反而嘿嘿笑了起来。老兄，跟我比耐心，到底谁赢啦？你是赢了，那你挑着这副粪担，我空站着，咱们看谁输谁赢。对方接过粪担，却只是用手稳稳拖着，仿佛这条沉重的担子于他而言不过轻如鸿毛。那乡下汉子没见过这等神功，大惊之余脚下一空，差点掉进河里。幸好对方眼疾手快，及时将其拖了起来，轻轻落到了岸边，随后便大笑着离去了。说到这里，乔峰才终于揭晓了故事里那个神秘人的身份，这是方才和陈长老交手的风波恶。他之所以讲出这个故事，就是为了告诫丐帮的兄弟们，故事里的主人公明明身手奇绝，却宁愿忍着粪水的恶臭，也不愿对那个乡下汉子动手。而丐帮作为天下第一大帮，倘若未曾查明事情的真相就乱伤无辜，还欺负王语嫣他们几个弱女子，又怎能算是英雄好汉呢？此话一出，在场众人除了全冠清之外，无不面露惭愧之意。4位长老更是羞惭满面，甘愿自负受辱，以还清自己的反叛大罪。丐帮帮规中有这样一条，犯了帮规之人，若是自行了断，死后万劫皆可尽赎，生命也不至于就此辱没。4位长老自认错信了谗言，在乔峰面前无地自容，只求自尽以表清白。哪知他们刚准备就死，就被乔峰一语喝止了。帮主，帮主，帮主，乔帮主呀！你别！来，长老，帮规中应该有这么一条：本帮弟子犯规，不可轻恕。帮主倘若要愈加宽恕，须流其血，以洗他人之罪孽，是不是？谁也没有想到，萧峰不惜自残身体，也要保住这些打算谋反的人。4位长老愈发汗颜无地，对面前这位大仁大义的新任帮主也大为改观。场内只有全冠清一人，脸上始终挂着一丝冷笑，仿佛对方才发生的一切视而不见，更别说心里有所触动了。我所以烦你，是为了大宋的江山，为了丐帮100代的基业。可惜跟我说了你身世真相的人为事怕死，不敢现身，你干脆一刀把我杀了便是。秋风原本就感到奇怪，全冠清再怎么巧舌如簧，也不至于因为一些虚无缥缈没有根据的谎言，同时说动4位长老联手反叛。但他实在想不明白，全冠清突然冒出的这句话
背后究竟是什么含义？他的身世又有什么蹊跷？为何对方口口声声说他继任帮主，相当于将丐帮基业送到异族人的手里？就在此时，前方突然送来紧急军情，萧峰还没来得及看上一眼，就被匆匆赶来的徐长老拦了下来，硬是将情报要了回去。随同徐长老一起出现的，还有以山镇为首的泰山五雄、太行山的谭公谭婆夫妇、谭婆的师兄赵钱孙，以及马大元的遗孀马夫人康敏。此前在丐帮的时候，萧峰曾经和这位马夫人有过一面之缘，只是几乎没有交情。对方提到她收拾丈夫遗物时，无意中发现了一封遗书，但奇怪的是，经过徐长老亲自鉴定，发现信上的字迹并非出自马大元之手，而是有人写给前任帮主汪建通的。更令乔峰想不到的是，信件末尾不是没有署名，但写信之人到底是谁？信上所说究竟是真是假？徐长老却始终不肯和盘托出，而是将解释权交给了赵钱孙身上。只是不知道为什么，赵钱孙似乎很抗拒提到这件事。要不是权官卿利用他对谭婆多年前的感情故意激将，他只怕早就溜之大吉了。最后还是少林寺的智光大师为众人解开了疑惑。原来就在30年前，他们听说契丹即将派遣一位绝世高手潜入少林，盗取中原所有的武功秘籍，又以壮大辽国的实力。为了避免养虎为患，智光大师和赵钱孙他们跟随带头大哥赶赴雁门关，狙杀那个辽人。那场旷世血战持续了很久，后来那个契丹人的妻子在混战中被杀，男人悲痛欲绝之下大开杀戒。他们一行15人，个个都是足以独当一面的顶尖高手，却大多在那个契丹人的手下丧生。但那个契丹人并未赶尽杀绝，而是留下了带头大哥和智光大师他们少数几人的性命。悲痛之下，在崖边石壁上刻下了几行字，随后抱着妻儿跳崖自杀了。或许是他无意间发现儿子还活着，亦或者是不忍心带着儿子同归于尽，他运足力气将襁褓中的孩子抛了上来。带头大哥不愿伤害这个无辜的孩子，便踏下了石壁上的字迹，连带着孩子一并回到了中原。直到他们找人翻译了那些辽文，才发现那对契丹夫妇死得着实冤枉。不是我不肯说，而是如果石壁上的字迹属实，那我们的所作所为实在是大错特错了。我之光在武林中只是个无名小卒，做错了事不算什么，而带头大哥和汪帮主他们在武林中却是威望甚高啊。何况汪帮主已经仙逝，我不能说出有损他二位名声的话来。诸位，请恕我不能明言。智光大师的话已经说到了这个份上，意思已经很明显了。其实乔峰就是他们当年在雁门关带过来的那个契丹血统的孩子。他们解散之前，将孩子托付给少室山的一户农人家里，也就是乔峰的养父养母。后来他7岁的时候遇到野狼，得蒙一个名叫宣苦的僧人相救，从此留在宣苦身边学少林功夫。实际上，乔峰名义上的第一位师傅也是受了带头大哥的嘱托，才会日日把他留在身边细心教诲，免得他误入歧途。既然话都已经说开了，徐长老也终于拿出了那封信。这封信的确是带头大哥所写的，只是在乔峰亲自过目之前，智光大师为了保护那个带头大哥，强行撕去了信上的署名。在带头大哥的信笺以及汪建通的遗书中，都大力赞扬了乔峰的武功造诣和心性，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对乔峰的辽人身份表现出了深深的担忧。汪建通甚至在遗书中明确说道，一旦发现乔峰有亲辽叛汉之举，该帮上下都会对他全力击杀。乔峰一时间根本难以接受，他自懂事以来一直以为自己就是汉人，后来加入丐帮，他无数次出生入死与辽人作战，却怎么也没想到，到头来戎狄竟然是他自己。正在他神志混乱之时，康敏也适时站了出来，表面上仍旧是那个渲然欲泣的可怜魏王人，却言辞犀利地指出，马大元的离奇横死和乔峰有关，是他唯恐自己的身份败露，丢了丐帮帮主之位，才会对马大元下此毒手。康敏本就生得美艳，线下又装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在场之人无不心生同情，反倒是沉默了许久的阿朱率先一针见血地找出了对方言辞中的破绽。刚才听马夫人说，马副帮主的遗书在徐长老拆开之前是密封完好的，那就是说你自己也没有看过这遗书了。不错，马副帮主的遗令既然大家都不知道，自然就不存在你所说的杀人灭口了。正所谓旁观者清，阿朱站在谜局之外，的确比众人看得更透彻一些。
但康敏何等聪明，很快又想到了另外一套说辞，声称马大元遇害的前一晚，家里进了小偷。次日，他还在墙根脚下发现了乔峰的折扇，巧妙地补好了画中的漏洞。阿朱毕竟是外人，不方便对丐帮内部的事多加智慧，一时间也找不出对方的破绽。设局之人心思极其缜密，这些证据一环套一环下来，乔峰居然毫无辩解的余地。他心知自己的撩人身份一旦坐实，丐帮之内便不会有人再信服自己，即便日后有机会证明这一切都是子虚乌有，他这个帮主的位置如今只怕也做不下去了。乔峰吾等今日交出帮主权杖，在场的丐帮兄弟，哪位想接替乔峰的，请上来领受此杖。徐长老，传宫执法2位长老，这个打狗棒请3位共同保管，日后定了帮主，再由3位长老传授吧。人心毕竟是肉长成的，乔峰这些年来对丐帮的贡献，大家都有目共睹。在场之人很快分成了2派，一派支持乔峰，另一派则跟随权冠清，坚称丐帮帮主绝不能有契丹血脉。然而乔峰已经铁了心，打算让出帮主之位，众人的齐声劝阻根本无济于事。各位兄弟，乔峰就此别过。不管我是汉人也好，契丹人也好，在此一生，我乔峰不会伤害一条汉人的性命。若为此事，犹如此刀。得罪了，哼！乔峰此举并非心灰意冷，而是心有不服。他总觉得今日的事背后不仅仅藏匿着自己的身世之谜，只怕还有更大的阴谋诡计。比如，究竟是谁精心布下了这个陷阱？又是谁盗走了他的东西，联合这么多人诬陷自己？他想要找出自己的真实身份，更想要找出隐藏于阴影之中、操纵全局的那个罪魁祸首。谁成想，乔峰前脚刚走，还没等丐帮商讨出下一任帮主的人选，却见一队人马凶神恶煞涌上前来，带队之人正是西夏国的将军赫连铁树。段誉这才突然想起来，此前在酒楼的时候，他不小心听见了乔峰和手下的对话，说是与西夏一品堂约定好，明日一早在会山见面。这个西夏一品堂是西夏国国王所立的一个讲武堂，能进入这里的无不是1等1的高手，而赫连铁树便是统帅一品堂高手的将军。他们此来的目的很明确，多半是为了一举击溃丐帮，从而对中原其他门派下手。就连传说中的4大恶人也投靠了西夏一品堂，难怪对方在中原地界也敢如此嚣张。虽说这次4大恶人来了其3，独独不见段延庆的身影，但看见南海恶神岳老三的时候，段誉的心还是瞬间定了一半。你见了师傅，怎么还不磕头呢？是吧？弟子给你磕头了。岳老三做事一根筋，倒是集中道义，绝不会做出违逆师命的事儿。棘手的是叶二娘和云中鹤，尤其是那个云中鹤，身形轻盈，招数诡异。多亏王语嫣在一旁故意扰乱对方的判断，吴长老才顺利击退了对方。吴长老胜了头一战，丐帮一时间军心大振，但紧接着徐长老他们就察觉到身上疲软无力，分明是被人暗中下了药。能让这么多高手毫无防备的中招，真气封闭、四肢无力的，只有西夏一品堂的悲苏清风。幸好段誉吃下了蒙古朱蛤之后，早已变得百毒不侵，赶紧带着中了毒的王语嫣逃了出去。只不过看样子，赫连铁树的目标也不是他们，而是丐帮的这些人，只派了小部分人马追杀。段誉一路护着王语嫣，找到了一户人家借宿。这里住的是一对私定终身的小情侣，对两人很是热情。段誉原本留在楼下，等王语嫣换好衣服再一起离开，哪知没过多久，门外竟传来了马蹄声，很有可能是西夏人追了过来。王姑娘，不好了，坏人又追来了！
段誉原本不想伤人性命，但闯进来的那帮西夏人不由分说杀害了那对未婚夫妇，还一心打算往楼上冲。为了保护王语嫣，他只好和对方动起手来。说句实话，若是论起实战经验，段誉和乔峰他们是肯定没法比的。但他胜在身形灵活多变，凌波微步运用的更是出神入化。段公子，你走的是凌波微步吗？我只听说过，从来没见过。是啊是啊，王姑娘，我在走给你看。你还是保命要紧，别再给我看了。现在不看，等我死了就看不到了。王姑娘，原来这几个家伙并不是很厉害。我刚才走的步伐，你都看清楚了吗？段公子，你这凌波微步太复杂了，能再走一遍给我看看吗？那没问题，只是可要麻烦这几位老兄了。王语嫣原本对武学没什么兴趣，之所以逼着自己读这些武学书籍，不过是为了表哥慕容复。但凌波微步这种武功，他从未亲眼目睹过，好奇心一时间竟胜过了恐惧。经过方才的一番交手，对方眼见段誉身形腾挪，犹如鬼魅，手指轻轻一点便可要人性命，心下不由得大为惊骇。段誉原本也不打算赶尽杀绝，甚至就在这个时候，一个西夏武士装束的蒙面人却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两人面前，还一眼认出段誉方才所用的是大理段家的一阳指和六脉神剑。段誉不愿与人相争，更害怕他和王语嫣两人若是继续逗留下去，只怕会引来更多的追兵。但奇怪之处在于，那人对段誉始终态度轻蔑，却似乎并没有痛下杀手的意思。和他短暂过了几招之后，发现段誉并不是自己的对手之后，显然不打算轻易放过他，而是让他上楼去求教王语嫣。段誉实在想不明白，对方明明没有杀心，却非要对自己步步紧逼。但事已至此，他们也只好走一步算一步了。此时此刻，他武功不济，只怕对付不了楼下的那个西夏武士。王语嫣也中了倍速清风之毒，四肢酸软无力，更别说自顾自逃走了。除此之外，王语嫣还告诉段誉，对方显然不打算暴露家底，将在和他交手之时，短短几招之内便暗藏了17种不同的武功。以他目前的身手，恐怕没有几分胜算，只能乖乖认输。段誉原本也没打算耍勇斗狠，本以为无非是低个头认个输的小事儿，却没想到对方仍旧不依不饶。你只要答应我一件事。什么事？从今以后，你只要见到我，就趴在地上给我磕3个响头，高叫一声“大老爷饶了小的狗命”。段誉生性仁慈，不代表他怯懦无能，对方分明存了戏弄羞辱之心。他肩负大理段氏一族的荣耀，无论如何也不肯答应。士可杀不可辱，让我向你磕头，你休想！你真的不怕死？我当然怕死，但我绝不会向你磕头。哼！有朝一日我做了皇帝，你还不是照样给我跪下磕头啊？身后的王语嫣脸色一变，仿佛察觉到了什么，反倒是段誉正在气头上，根本无暇细想对方话里的玄机。他心知自己敌不过对方，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尚未解毒的王语嫣。我警告你，如果你杀了我们，我表哥定会搅得你们西夏国天翻地覆，鸡犬不宁。你表哥又是哪位啊？我表哥是中原武林鼎鼎大名的慕容复，难道你没有听说过吗？哼！如果慕容公子见到你跟这个小白脸这么亲热，他还会为你报仇吗？你别瞎说，我和这位段公子半点也没有什么。相比起此前对段誉的跋扈之态，如今到了王语嫣面前，对方倒是温和了不少。男人自称是西夏一品堂的人，名叫李延宗，李是西夏国的国姓。王语嫣和段誉自然认定对方的身份非同寻常。你的武功也未必是天下第一，当今这世上有2个人的武功比你强。哦，是哪2个？第一位就是丐帮的帮主乔峰，也就是这位段公子的结拜大哥。乔峰，恐怕未必就比我强吧？你说的第2个人又是谁啊？第2位就是我表哥姑苏慕容复。提到慕容复这3个字时，对方眼睛里闪过一抹不易察觉的得意，但紧接着，当他问及慕容复和乔峰之间究竟谁的身手更胜一筹的时候，王语嫣却颇为犹豫地提到了段誉的名字。那人重重冷哼了一声，看样子这样的答案的确出乎了对方的预料。他只不过是经你指点学会了一门凌波微步，这样的武功也能成为天下第一吗？如果他听我指点，3年之后或许胜不了乔帮主，但胜你
却是易如反掌。段誉所学的凌波微步跟王语嫣没有半点关系，他之所以这么说，只是为了激将对方，以免这个李延宗一时发起狠来，对段誉下毒手。只是他没有想到，对方竟然看出了自己的意图，并没有轻易上套，说什么都要让段誉心甘情愿服输求饶。段公子，你的剑气时灵时不灵，到底是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你冒险试试，用剑气刺他的右腕，先抱住他，然后夺他长剑，使出六阳融血功来，消除他的功力。段誉这次等了好一阵儿才反应过来，王语嫣所说的那个六阳融血功，实际上就是北冥神功。只不过当时他在曼陀山庄时，为了救出王语嫣，一时情急才不得已使了出来。后来他生怕王语嫣知道自己居然会用武林人所不耻的这种化功大法，这才随口编了一个名字，说是他段家的家传绝学。事已至此，段誉心里也明白，他们两人之间怕是难免一战了。虽说他天资聪颖，后来又得于其远，拥有了世人觊觎的传世神功，但无论是六脉神剑还是北冥神功，他都只学了个皮毛，真气一般随现意而发，但他没有钻研过什么内功心法，一时情急反而会适得其反。他唯一可以倚仗的只有一个凌波微步了，可对方的一套刀法鬼魅难测，再加上这个磨坊实在有些狭小逼仄，段誉所学的凌波微步很难施展出来，百招之余便落了下风。段誉没什么实战经验，一旁的王语嫣却看得真切。方才一战中，这个李延宗汇聚百家武功之所长，基本没有重复的招数，但他能赢过段誉，的确暗中使了诈。如果你真要杀他，就连我一起杀了，否则总有一天我会杀了你，替段公子报仇。你想叫你表哥来找我？我表哥的武功虽然未必比得上你，可我却有杀你的把握。哼，真的？你懂的武功根本比不上我的一半。开始我见你刀法多变，但是50招之后，看来也不过如此。王语嫣选择兵行险招，故意说出这样一番话，一方面激起对方的好胜心，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住段誉的性命。只是他怎么也不会想到，面前这个对他们二人百般刁难的李延宗，根本就是他心心念念的表哥慕容复。就为了这么个小丑争风吃醋，万一传出去，人家还以为我胸无大志，是个儿女情长之人。至于这个段誉，我要杀他还不是易如反掌，又何必急于这一时呢？然而王语嫣的一番质问，倒是让慕容复理智了不少。他向来自诩英雄豪杰，确实不应该演这样一出戏，因为吃醋故意羞辱一个刚学武功的傻小子。一想到这里，慕容复忍不住冷哼了一声，随即便转身离开了。临走前还留下了悲诉清风的解药。另一边，萧峰离开了丐帮之后，一时间竟不知道该往何处去。正在彷徨的时候，他正巧看见西夏的一队人马押送着阿朱阿碧两位姑娘，便出手救下了他们，并在西夏人的身上搜出了解药。一听说丐帮有难，萧峰顿时紧张了起来，说什么都要回去救人。阿朱和阿碧解毒之后，好不容易恢复了力气，结果却在寻找萧峰的途中偶遇了段誉和王语嫣两人。他们此前已经得到消息，说是慕容复将要去少林寺，王语嫣心系他的表哥，便央求着阿朱他们一起去。段誉巴不得和他多待片刻，岂有拒绝之理？谁想到还没等他们抵达目的地，就遇到了几个逃出来的僧人，说是有一伙西夏人强行霸占了附近的天宁寺，还带来了不少奇怪的人。阿朱他们仔细盘算之下，认定那帮住进天宁寺的西夏人多半就是赫连铁树的人马。如此说来，丐帮中人应该也被关在了那里。说到这里，阿朱突然灵机一动，他感念乔峰的救命之恩，又欣赏对方的豪情万丈。既然现在已经知道了丐帮众人的关押地点，他打算假扮成乔峰前去救人，也好让丐帮的人铭记乔峰的恩情。阿朱的易容术天衣无缝，很少有人能找出破绽。王语嫣也顿时眼前一亮，丐帮副帮主马大元身死，他表哥被无辜当成了怀疑对象。若是北乔峰拿慕容同时出现，将丐帮的人救了下来，那么慕容复身上的怀疑岂不是也可以就此洗清了吗？人家慕容公子是人中龙凤，我哪办得像啊？不过为了救人，我只好硬着头皮试一试了，就怕待会儿逃跑的时候损害了慕容公子的名誉。段公子，我刚才说错了，对不起啊。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天龙八部》的全部内容了。乔峰的身世逐渐露出水面，背后明显有人设局暗害，好让他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失去丐帮帮主之位。他本想靠自己寻找身世之谜，哪知他前脚刚离开，
丐帮的人就被西夏一品堂抓了起来。王语嫣和阿朱他们也中了招。那么下期视频我们将说到，阿朱为了报答乔峰的恩情，决定和段誉乔装打扮，以乔峰和慕容复的身份将丐帮的人趁机救出来。乔峰一路循着线索寻找真相，却没想到养父母无辜惨死。恩师玄谷和尚见了他一面便圆寂了。更让他始料不及的是，玄谷身边送药的小沙弥居然当众指证他谋害了玄谷大师。那么乔峰该如何洗清身上的冤屈？暗地里设局陷害他的人究竟是谁？智光大师和赵天孙他们口中那位误杀了乔峰亲生父母的带头大哥，乔峰遭人设计陷害，其真实身世也开始浮出水面。他为了找出自己身世的真相，选择让出了丐帮帮主之位，却没想到他前脚刚走，丐帮就被西夏一品堂的人袭击被捕。段誉带着中了倍速清风的王语嫣逃走时，还遇到了有意戏弄羞辱他、假扮成西夏武士的慕容复。好在慕容复离开前留下了倍速清风的解药，阿朱和阿碧也在半路上被乔峰救了下来。结果乔峰听说了丐帮遇险，当即便打算折返回去营救。而阿朱阿碧遇到了段誉之后，才知道丐帮早已被西夏人转移到了天宁寺。阿朱感激于乔峰的救命之恩，决定易容成他的模样，想办法将丐帮的人救出来，也好让他们铭记乔峰的恩情。王语嫣正巧想起丐帮怀疑表哥慕容复害死了副帮主马大元一事，便软言请求段誉扮成慕容复的样子一同前去。可是这样太危险了，我看还是算了吧。哎，那有什么危险啊？逃跑啊是我段誉的拿手好戏。可是我表哥杀敌易如反掌，从来就没有逃跑的时候。对，那慕容北乔峰一起出现，救人把握会更大。段公子，其实你假扮我家公子非常容易，因为西夏人和丐帮的人都没有见过我家公子。对呀，对呀。人家慕容公子是人中龙凤，我哪扮得像啊？不过为了救人，我只好硬着头皮试一试了，就怕待会儿逃跑的时候损害了慕容公子的名誉。段公子，我刚才说错了，对不起啊。作为慕容复身边的首席捏脸达人，阿朱的徒手建模技术果然不同凡响。当他顶着乔峰的脸推门而入时，段誉一时半刻也没有认出他来。若论其武功，他们二人自然不能和传说中的北乔峰南慕容相比。为了避免在众人面前穿帮，阿朱还特意叮嘱了段誉，届时自己会负责牵制住赫连铁树及其手下的西夏人，他只需趁人不备替丐帮众人解毒即可。事情起初的确如他们所料一般顺利。赫连铁树一听说乔峰和慕容复同时出现，赶紧恭恭敬敬地将他们迎了进去。此人倒是心思活络，或许是认为西夏一品堂和丐帮早已翻脸，对乔峰的态度便十分冷淡，反而饶有兴致地和一旁的慕容复攀谈，还提出想要见识一下姑苏慕容家的武功绝学。这下可难住了段誉。都说慕容复精通天下武功，号称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他哪里有这样的本事？就在他默不作声地开始头脑风暴，思考应对之策的时候，一旁却突然闪出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正是段誉之前白捡的徒弟南海恶神岳老三。小子，那我岳老二又会什么武功啊？你要是和老子动起手来，你打算用他妈的什么功夫来应付才算是以老子之道还施老子之身呐？若是旁人出言刁难，段誉一时半会儿只怕还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岳老三这话一出口，他才算是暗暗松了一口气，幸亏自己这个傻徒弟性格暴躁，处事鲁莽，再加上阿朱的易容术足够高明，并没有被人认出自己的真实身份。至于岳老三的底细和武功，在场的人或许不清楚，他这个免费师傅多少还是有点了解的。果不其然，等对方洋洋洒洒说了一堆，无一例外全都命中之后，岳老三的脸色明显有点挂不住了，转而提到自己新拜的师傅段誉，还得意洋洋地让面前的慕容复当众使出段誉的绝学凌波微步。岳老三自以为凌波微步这套武功，天底下除了段誉之外，绝不会有人使得出，却不想他话音刚落，对方心里早已偷偷乐开了花。我就算蒙上眼睛，你也抓不住。来呀！
承让。南海恶神，慕容公子的凌波微步跟你师父比起来怎么样啊？岳老三为人嚣张不假，却从未出尔反尔过，极为爽快地表示了服气之后，便闪到了一边。而面前这位慕容公子的绝妙身手，也让河连铁树对他多了几分敬畏之意。谁知下一刻，对方却转而将话题引到了阿朱假扮的乔峰身上。阿朱表面上仍旧不动声色，内里却顿时忐忑不安起来。就在他绞尽脑汁的思考该如何搪塞过去的时候，却感到手脚一阵麻痹，分明是中了倍速清风的表现。再看眼前的那帮西夏人以及岳老三、云中鹤等人，居然也瘫在椅子上动弹不得。段誉的体质百毒不侵，眼见如此情形，很快就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赶紧掏出怀里的那个瓷瓶替阿朱解了毒。此时此刻，他们已经来不及疑惑这帮西夏人为何会中自己人的暗算。阿朱的体力恢复之后，两人便无视了河连铁树等人的愤恨目光，马不停蹄地赶去了后院，解救丐帮的人。丐帮众兄弟对乔峰的推崇与爱戴，并非一朝一夕可以轻易促就的，尤其是眼看着他一步步走到今天的几位长老，若非今日他们无意中得知乔峰身体里流着契丹人的血，绝不会任由他辞去帮主之位。如今他们眼见被自己逼走的乔帮主居然摒弃前嫌冒险相救，对他怎能不感激涕零？唯独权冠清非但不领情，还阴阳怪气地点破了乔峰身边的这位年轻后生的身份，正是被他们疑心害死了副帮主马大元的凶手，姑苏慕容家的公子慕容复。王语嫣希望段誉假扮慕容复，本意是为了消除丐帮中人对表哥的怀疑，但他显然没有预料到乔峰和慕容复两人同时出现，并如同故交的画面被权冠清一番不怀好意的渲染过后，使得众人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乔峰之前是如何替慕容复开脱的。感激之情很快被满腹狐疑冲散了不少。阿朱眼见众人已经起了疑心，未免耽搁久了被对方看出破绽，草草叮嘱了几句之后，便和段誉找借口离开了。这些他们临走前也没想明白，暗中给河连铁树等人下毒的究竟是何方神圣。哪知道两人刚走没多久，乔峰就急匆匆赶了过来，想必是半路上遇到了西夏一品堂的人，逼问出了丐帮被囚的具体地点，幸好没有和阿朱他们迎面撞上。吴长老等人眼见乔峰去而复返，连忙亲亲热热地围了上去。他们毕竟不是忘恩负义之辈，即便被权冠清的一席话挑起了疑心，也没有真正放在心上。与此同时，徐长老也勉强同意，拿出那封众人还没来得及细看的急报，其上详细说到了西夏一品堂针对丐帮以及中原武林的阴谋，还着重强调了倍速清风的毒性如何厉害。这封情报来得倒还算及时。遗憾的是，大家当时被乔峰的离奇身世牵动心肠，再加上徐长老的阻拦，这封信还没来得及重见天日，众人就中了西夏人的埋伏。丐帮中人此次能够毫发无损，乔峰也松了一口气。但对于众人七嘴八舌的声称救出他们的人居然会是他自己，身边还有一个久仰却未曾相识的慕容复，他却只觉得莫名其妙。若是换做旁人，认下这件事百利而无一害，丐帮之人感激他的不计前嫌，或许就不会再计较他的身世。但乔峰行事一向顶天立地，没做过的事儿无论如何都不敢冒认。众人深受其救命之恩，原本都敏感妩内，却没想到乔峰居然矢口否认自己曾经和慕容复救了他们的性命。人群之中顿时发出了窃窃私语的声音。乔峰顶着或惊诧或猜疑的眼神，心中只觉得一阵悲凉，本想就此离开，谁知徐长老却突然叫住了他，语气笃定的让他交出打狗棒，说是丐帮遇袭之后，打狗棒就落入了西夏人手里，方才他们找了一圈却遍寻无果。本就对乔峰满腹狐疑的徐长老自然而然地认定是他拿走了打狗棒。乔峰嗤之以鼻，他的本事如何，在座之人不是没见识过。倘若他有心要夺得打狗棒，事前又有几人拦得住他，何必使出这种卑劣的手段？乔峰心情复杂地告别了丐帮众人后，马不停蹄地赶去了养父母家。原本是为了查清楚自己的身世，是否真的像徐长老他们所说的那样，他其实是契丹人。不成想等他重新踏进那个熟悉的院落时，却发现养父母早已死于非命。他检查了父母的致命伤，可以确定是死于江湖中顶尖的高手。但乔峰实在想不明白，他的养父母不过是普通的庄户人家，何以会招惹上武林高手呢？他悲痛之余，正准备收敛二老的尸骨时，却见4个僧人模样的人脚步匆匆闯了进来。看他们的打扮，应该是少林寺的弟子。乔峰怎么也没想到，对方看见自己的一刹那，竟不由分说的把他当成了凶手，口口声声说他先杀害了马大元，紧接着又将乔三槐夫妇灭口，就是为了隐瞒他的契丹人身份。乔峰昔日受业于少林寺的玄苦大师，
和这几位僧人也算师出同门。面对劈头盖脸的一番斥责，他并没有立即勃然大怒，而是沉下气来向对方解释事情的原委。奈何对方不知为何竟铁了心认定乔峰就是真凶，说话间就要动手。饶是乔峰脾气再好，眼下被无端污蔑辱骂，一时之间也忍不住动了气。其实以乔峰的本事，对付他们根本就是易如反掌，但他铭记着玄谷大师对自己的谆谆教诲，实在不愿和同门中人动手。眼见对方无论如何都听不进去自己的解释，他也只好带着养父母的尸身突出重围，在少石山上找了地方埋葬了二老。入夜之后，乔峰为了避免之前的误会，轻手轻脚地进了少林寺。他始终认为此事蹊跷无比，幕后黑手多番陷害他，不仅残忍杀害了乔氏夫妇，还看准时间通知了少林寺的僧人，好让他们赶到的时候顺理成章地将罪名栽到自己头上。这样说来，背后之人的下一个目标多半就是他的恩师玄苦大师了。岂料他刚走到门口，却发现里面似乎不止恩师一人。师弟，袭击你的人究竟是不是姑苏慕容复？原来就在他来之前，玄谷大师刚刚遭受过偷袭，凶手十有八九就是此前害死马大元的人，否则也不会让少林寺怀疑到慕容复头上。房内的几位僧人离开之后，乔峰在外静候了许久，直到玄谷大师察觉出了门外的气息，他才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同时推门而入。只是他实在想不明白，玄谷大师知道是自己来了，听语气明明是喜出望外的，但当对方看清楚他的脸时，玄苦却突然脸色一变，脸上瞬间露出惊骇又痛苦的神情，一连说了几声意义不明的好之后，竟眼神僵直，不再言语，叹气脉息分明已经断了气。乔峰不由得大吃一惊，令他惊愕的不仅仅是恩师的奇怪反应，还有背后设局那人的阴险狠毒。自己的每一步行动仿佛都尽在对方的掌握之中，养父母无辜枉死也好，这次玄苦大师遇袭也好，都是凶手算准了他到来的时机，故意提前一步下的手，让他根本来不及招架，反而稀里糊涂背上了人命。短短一天之内，乔峰就接连失去了对自己视如己出的养父母和恩师，可他自认光明磊落，若是悄然离去，并非真正好汉所为。他便强忍着心中悲痛，将玄苦大师圆寂的消息通知了众僧。对于乔峰的名号，少林寺的人倒是并不陌生，他们原本只是疑心于乔峰深夜出现在少林寺的目的，并没来得及深想。谁知玄苦大师身边的沙弥此时正好端腰过来，看见乔峰的一瞬间，对方竟表现得惊恐万分，还言之凿凿地声称乔峰就是袭击玄苦大师的人。小沙弥言语真切，不像是在说假话。乔峰很快明白了过来，多半是凶手故意易容成他的模样，不但重伤了玄苦大师，还特意留下了一个活口作为人证，就是为了嫁祸到他的头上。眼看少林寺的僧人们望向自己的眼神陡然变得犀利起来，乔峰深知自己只怕一时半刻解释不清了，但为了查明其中的真相，替养父母和恩师报仇，他无奈之下只好和众人动起手来，混战时找准破绽逃了出去。但他并没有离开少林寺，而是等门外的动静渐渐平息了下来，才悄无声息地闪身而出，趁众人忙着替玄苦大师超度，躲进了寺内的菩提院。结果没过多久，殿内就来了几个僧人，听他们的交谈，似乎是专门被派来看守菩提院的。其中一个名叫芷清的小沙弥对菩提院中隐藏的秘密显得格外好奇，但谁也没能想到，等到后半夜，芷清趁人不备突然出手，以迅雷之势点住了其他几人的穴道，随后在殿内摸索了一番后，成功找到了开启密阁的机关。他刚把密阁里的东西塞进了自己怀里，门外就传来了声音。眼见无路可逃，芷清慌乱之下钻到了佛像背后，哪知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就被同样躲在那里的乔峰钳制住了。寺内武僧原本以为这次又是乔峰下的毒手，等众人转醒之后说出真相，不由得大为惊诧，因为真正的芷清从未来过菩提院，更不可能无缘无故打晕他们。为首的几位高僧经验丰富，认定凶手一定还藏在殿内。等小沙弥们一离开，便率先注意到了佛像的背后。乔峰心知自己怕是更说不清楚了，不得已再次何妨让他们动起手来。对面招式凶猛，步步紧逼，他唯有处处留力。交手之时，贾芷清不慎受了少林方丈一掌。乔峰好不容易带着贾芷清离开，却无意中发现了对方脸上的一副人皮面具，假扮芷清和尚的人居然会是阿朱。阿朱清醒之后告诉乔峰，他原本是要去少林寺找自家公子慕容复的，却在山门前被芷清和尚拦了下来。他一时气不过，便扮成芷清和尚的模样偷偷混了进来。阿朱的伤势极重，普通的伤药根本起不了作用，乔峰便寻名医为他治伤，大夫们却都束手无策。
他唯有每日替阿朱运气疗伤，勉强替其续命。经过这几日的相处，两人也从一开始的礼貌疏离逐渐变得熟络起来。阿朱没见过乔峰几面，却比任何人都清楚他的脾性。这样重情重义、行事坦荡的好汉子，却骤然被整个武林冤枉误解。昔日的朋友成为了今日的仇敌。他拼尽一切想要寻找真相，却似乎在无形之中被一只更阴暗的手逐渐推向深渊。乔峰照顾阿朱的时候，曾无意间听说阎王敌薛神医广发英雄帖，邀遍天下英雄来聚贤庄，说是为了商讨如何对付他。乔峰起初喜出望外，据说这个薛神医可以活死人肉白骨，医术如神不说，武功也着实不弱。但他紧接着却惆怅起来，他自认无愧于天，不作于地，从未做过伤天害理之事。如今不但被诬陷，曾经的江湖朋友们更是坚信他假仁假义，心肠毒辣，连解释的余地都不给他留。如今唯一愿意相信他的，恐怕只剩下了阿朱一人。对于附会的这些武林中人来说，聚贤庄一聚是出于正义，但对于乔峰来说，却无异于一场不甚客气的鸿门宴。但为了阿朱的安危，他还是趁着夜色，在参加聚贤庄英雄会的几个江湖人的兵器上附上了自己即将出席这场盛宴的纸条。江湖上恶贯满盈、人人痛恨的乔峰，居然公然宣告在聚贤庄露面。这个重磅消息一时间不胫而走，人们既惊愕于乔峰的胆大包天，也不由得开始担忧，他如此大张旗鼓，会不会还有其他的阴谋？阿朱一向聪慧，他知道慕容家名声在外，一旦有人认出他是慕容家的人，一定会给乔峰惹来麻烦。于是去聚贤庄之前，他特意替自己换上了一副丑陋的皮囊。乔峰此次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并非自隐他的武功盖世足以抵御天下武者，而是认为薛神医身为医者，即便对自己深恶痛绝，应该也不会对一个垂死之人袖手旁观。好在乔峰所料不错，薛神医一听说他这次出现是为了替面前这个丑丫头治病，语气便和缓了几分。众目睽睽之下，将他颇为客气地请了进来。薛神医诊脉之后，很快判断出致使阿朱重伤的正是少林寺玄慈方丈的大力金刚掌，若非乔峰多次帮他输真气疗伤，只怕他早已魂归九泉了。此话一出，少林寺僧众马上坐不住了，一介高僧名声赫赫，居然对一个普通的小姑娘下手，传出去岂非惹人笑话？何况他们从未见过阿朱，更别说对他下如此重手了。说到这里，对方竟话锋一转，再次提到了乔峰当晚偷入少林寺，袭击了玄苦大师，并大闹菩提院一事。乔峰此刻已经无暇为自己辩解，他不能明说阿朱受伤的真正原因，只要说他所中的金刚掌或许是有人冒充少林高手所致。如果这个小姑娘死在大力金刚掌之下，对少林寺的面子也是不大好吧？所以我恳求神医救她一命。一旁的阿朱看得出来，薛神医仍旧对乔峰的解释半信半疑。当对方询问自己受伤的原因时，他立刻灵机一动，先是对薛神医的医术大夸特夸了一番，随后又状似无意地提到，有位年轻公子听见了他们夸赞薛神医的话，心有不服，对他出了掌。我只记得那公子爷说，你去叫薛神医多翻翻医书，练上一练，日后替玄慈方丈治伤的时候，就不会手足无措了。请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好像是说，将来要用这大金刚掌来打玄慈方丈。这话已经说得十分明朗了。天底下唯一一个会使各派武功笃信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人，唯有姑苏慕容复。相比起乔峰这个恶人，众人显然对阿朱的话更为信服。谁知这个时候，薛神医却冷哼一声，态度强硬地表示，若是其他人带阿朱前来救治，他决定当仁不让，但换作乔峰，他却是万万不肯施以援手的。乔峰只觉得可笑，面前这群自诩名门正派的侠士，明明没有亲眼见过他行凶，却坚信他杀父杀母，罪不可赦。明明对阿朱一个小姑娘有恻隐之心，却仅仅因为他在场而选择作弊上官。天底下哪有如此无情无义的正义之师？乔峰的一番话说到在场之人不免有些羞惭。哪知这个时候，虚空中传来一声狞笑，再一次提到了他杀害养父母及恩师的事儿。乔峰平生最恨的就是鬼鬼祟祟挑拨离间的人，他运足功力一声狮吼，躲在暗处那人便被迫现了身。人群中很快有人认出了对方的身份，正是四大恶人之首恶贯满盈段延庆的弟子追魂杖谭青。随之赶来的是云中鹤，他自恃轻功绝佳，本想带谭青先行离去，却没想到被乔峰今日发现，
一掌震伤了对方。如此看来，他被一步步逼上了江湖公敌，背后一定有4大恶人的参与。乔峰目光灼灼，环顾四周，却不知道自己该从哪里开始解释。但整件事情究竟是谁策划，他又是如何步入险境的，至今还没有查清楚。在场的武林中人对他无不痛恨，巴不得杀他而后快，哪里还能等他查清真相？这里众家英雄都有乔峰往日旧交，今日既要与我为敌，咱们干杯绝交。有哪位英雄想要杀乔某的，请过来和我对饮一碗，从此以后往日交情一笔勾销。我杀你不算忘恩，你杀我不算负义，天下英雄俱为见证。最先站出来喝绝交酒的是丐帮的徐长老，但最狠不下心对乔峰动手的恰恰也是丐帮。他和丐帮兄弟们同生死共进退，从未想过会有兵戎相向的一天，心里不由得一阵悲凉。诸位，乔峰与众兄弟相交多年，今日恩断义绝，我无话可说。不过我有一事相托，如果我今天死了，请诸位兄弟保全住这位阿朱姑娘，也不枉我们相交一场。我在九泉之下也会感激众位兄弟的大恩大德，大恩大德。酒坛已碎，情谊已断，接下来等待着他们的将会是一场被血色笼罩的大战。在场的人无不是江湖顶尖的高手，围攻之下却没能占得半点上风。乔峰宛如一头杀红了眼的巨兽，神挡杀神，佛挡杀佛，竟无一人能挡其锋芒。面对很多昔日的老朋友，乔峰起初并没有使出全力，直到有人眼见赢不了他，居然恬不知耻的打算向阿朱动手。幸亏有丐帮的白世镜几位长老相护，他顿时发起怒来，动手之时也不再留任何情面。聚贤庄内一时间血流成河，仿佛院内的每一个角落都葬着一条活生生的人命。但乔峰并非嗜杀之人，当他发现少林寺的玄机高僧在自己手下差点丧命时，总算恢复了些许理智。他毕竟还是少林派的弟子，怎能对同门痛下杀手？松开玄机大师的一刹那，乔峰只觉得他似乎连带着全身的力气都重重丢在了脚底的血泊之中，心头只剩下了无尽的绝望。如今他在聚贤庄大开杀戒，只怕很难再回头了。与其徒增杀孽，还不如就此死在众人手里。哪知下一刻，那些正准备对乔峰动手的人忽然间被一股强劲的力量击退。乔峰只觉得身体一轻，眼看着离众人越来越远，他很快反应过来，是有人暗中出手相助。救了他一命的人蒙着面，乔峰认不出对方究竟是谁。那人不肯多言一句，将他带到了一个山洞里，备好了伤药和生活用品之后，便转身离去了。等乔峰完全伤愈，已经是数月之后了。他一门心思想查出背后暗害自己的人究竟是谁。等身子一好，他便马不停蹄赶去了雁门关，打算先去看看父亲萧远山跳崖前在石壁上刻下的那些文字。但出乎乔峰预料的是，他居然在雁门关外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乔大哥，阿朱，乔大哥，你的伤全好了？我知道你一定会来的。如果聚贤庄一战之前，他们二人只是惺惺相惜的朋友之情，那么现在搁在他们中间的那层朦胧的窗户纸，终于算是被正式捅破了。但奇怪的是，等乔峰他们到了悬崖边上，却发现石壁上空空如也，根本没有什么契丹文字。但不管怎么样，乔峰再如何难以置信，也不得不接受了自己其实是契丹后代的事实。后来阿朱告诉他，这段时间以来，白世镜他们确实很照顾他，薛神医也在尽心尽力地医治他的伤，同时还发现了他易容的秘密。不仅如此，
薛神医还时常旁敲侧击地问他和乔峰到底是什么关系，为何会被少林的金刚掌所伤。阿朱自然知道他们的真正目的，也清楚对方救治自己，除了医者仁心之外，也是为了追查那个突然出现的黑衣人以及乔峰的下落，于是经常编些乱七八糟的谎话，气得他们七窍生烟，却无可奈何。后来阿朱看准时机，点住了薛神医的穴道，然后易容成他的模样，大摇大摆地离开了聚贤庄，在雁门关外等待了5天5夜，才等到了心心念念的那个人。阿朱毕竟还是少女心性，一想到自己把这么多大人物哄得团团转，就忍不住眉飞色舞，完全没有注意到乔峰好像想到了什么，脸色逐渐阴沉了下来。原来是你，说，谁指使你干的？乔大哥，怎么了？我说错什么了？你是不是还装扮过我？阿朱望着乔峰如利剑般的眼神，不免有些惧怕，但此时的他显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原本也只是出于好心，想着假扮成乔峰的模样救人，丐帮就会对他心存感激，却对乔峰养父母和恩师被杀，以至于他被整个武林视为公敌的事儿一无所知，更不会知道暗中设局陷害乔峰的人也会一手精湛的易容术。这话一出口，乔峰就意识到自己又冲动了。当天底下的人都误会他的时候，只有阿朱始终坚定地站在自己身边，更何况阿朱的武功还不足以重伤玄虎大师。倘若阿朱真的是那个幕后凶手，又怎么会铤而走险重新出现在他面前，还主动提及自己易容术高明的事儿？乔峰本想冒险跳到崖底，找到生父母的尸骨好好安葬，结果还没等他动身，就看见不远处来了一队人马，驱赶着很多妇孺孩子，连襁褓中的婴儿都不放过。乔峰实在看不下去，出手打退了那帮宋兵。不料在他收敛尸骸的时候，正好注意到了这些人胸前的纹身居然和自己的一样，是一个凶猛的狼头。他也是到了现在才终于100%的确认自己的确有契丹血脉，只有契丹的孩子才会从小有这样的纹身。可即便如此，乔峰仍旧没有放弃查明真相。那个神秘的带头大哥，那个布局陷害他的幕后黑手，他无论如何都要将其揪出来。事到如今，乔峰在阿朱的提醒下，决定先去一趟丐帮，找徐长老问清楚。为了避免此前在聚贤庄被一大群人围攻的局面，阿朱特地帮乔峰易容了一番。哪知他们还没来得及去丐帮，就在半路上听说徐长老被人害死了，而动手的那个恶人毫不意外的又成为了乔峰。乔峰忍着满腔的怒火，和阿朱一起到了魏辉城。丐帮在这里给徐长老举办了吊唁会，众位兄弟全都聚集在此。幸亏阿朱的易容术毫无破绽，在场根本没有人认出他。奇怪的是，吊唁会当日，他们恰巧看见谭婆和他师兄赵钱孙在一起，还刻意避开了其他人，多半是来私会的。幸好乔峰冲动却并不鲁莽，他一时间计上心来，装作是刚巧路过撞见他们奸情的普通江湖人，看准时机点住了他们的穴道。有了这个把柄在手，他准备顺藤摸瓜问出带头大哥的身份。只是乔峰没想到的是，赵钱孙和谭婆两人宁肯这桩丑事传扬出去，身败名裂，也不愿供出带头大哥，还一眼看出了他的身份。既然如此，乔峰也懒得再伪装下去，眼下他的身份败露，只好退而求其次，将谭婆的那只簪子带到了谭公面前。这次他长了教训，并没有直接开口问起带头大哥，而是提到了那日杏子林中徐长老带来的那封信出自谁的手笔。没想到谭公和谭婆赵钱孙一样，态度极其坚决，宁死都不肯供出带头大哥。萧峰无奈之下，只好先带着谭公去了那间破庙。谁人想他们刚到那里，却发现谭婆和赵钱孙早已断了气，两人心口尚且温热，说明凶手是故意赶在他们进门之前动手的，和害死乔峰养父母以及恩师的手段如出一辙。谭公对夫人情谊深重，更不愿出卖带头大哥，居然当众自尽身亡。事已至此，知道带头大哥身份的人只剩下了3个人了。马大元的妻子康敏对他恨之入骨，从他嘴里恐怕问不出什么。智光大师此刻不在中原，最近的就是善政了。我陪你去山东泰安。阿朱，和我在一起，真是辛苦你了。只可惜这一次他们到底还是晚了一步。等他们赶到那里的时候，单正一家30多口全部葬身于火海。斩草除根，永除后患，动手之人果然阴险狠毒，而且绝顶聪明。
他一方面逐个除去知道内情的所有人，另一方面又不动声色地嫁祸给乔峰。山整之前在杏子林提到过，自己家里留有几封带头大哥的书信，为了避免乔峰找到那些书信，幕后凶手不但残忍杀害了单正一家，还纵火烧了单家宅院，可见其心机深沉。事已至此，他们只能把最后的希望放在智光大师的身上。既然敌人在暗，他们在明，与其紧赶慢赶还是晚一步，倒不如一路闲庭漫步，游山玩水，说不定可以搅乱那人的原本部署，保住智光大师的性命。除此之外，乔峰还无端生出了一个念头，那个众人用性命相保的带头大哥和暗中设局陷害的很有可能是同一个人，就算是两个人，他们的关系也必定十分密切。乔峰只是想不明白，若论武功和心计，对方都胜过自己一筹，想要他的性命简直易如反掌，为何却不惜滥杀无辜之人，也要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还有那位恩公，他明明是救了我，却不肯让我知道他是谁。我们素不相识，他为什么救我？是啊，太奇怪了。哼，我乔峰自认为是大英雄，却被人玩弄于股掌之上，竟一点办法都没有。幸运的是，这一次他们总算赶上了，顺利抵达五台山，见到了智光大师。谁知道对方一见到他，不但不觉得意外，还开口称他为萧峰。你原本就是姓萧，请大师指点。雁门关外石壁上的字，想必你已经见到过了。我去过雁门关，石壁上的字已被人铲得干干净净，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石壁上的字能铲去，可这几十条人命又怎么能够救活？智光大师随后将几十年前他们一行人在石壁上踏下的文字交给了乔峰，上面提到了萧远山夫妇在探亲途中遇袭，萧远山的恩师原是汉人，因此他曾立誓不杀汉人，那日却不得不违背誓言，大开杀戒。他自觉无颜再见恩师，于是和妻子殉情于崖底。智光大师他们也正是因为得知了这篇绝笔的内容，才知道自己杀错了人。事后想想，也觉得他们行事轻率。倘若萧远山来到中原，真是为了到少林寺夺取经书，又何必多此一举，带上妻儿？后来他们追查那个传递假情报的人，才知道对方根本就是存心戏弄带头大哥。可惜那个小人早已不知所踪，30年来再无消息。这么多年来，他们怜惜年幼的孩子，将其放到了萧氏夫妇身边养育，还拜托玄苦大师教其做人。但为了保护带头大哥，剩下的人始终三缄其口。智光大师并不知道杀害徐长老和谭婆他们的另有其人，误以为乔峰一路追查真相，接连杀害了这么多知情人，有朝一日一定会找上自己，早已有了赴死的决心。萧施主，我送你一样东西。万物一般，众生平等，圣贤出生，一视同仁。汉人契丹，亦幻亦真，恩怨融入，俱化灰尘。大师，请你告诉我，那个带头大哥到底是谁呀？大师，那个带头大哥到底是谁？他怎么了？智光大师圆寂了。自从乔峰得知自己的身世居然和契丹人有关之后，便不遗余力地想要找出众人口中所说的那位神秘的带头大哥，更痛恨于那个多番设计自己，让他一个人人敬仰的英雄好汉，沦落到如今被万般唾骂的幕后黑手。在幕后之人的设计下，乔峰仿佛一夜之间拥有了某位死神小学生的阎王属性，每一个知晓当年内情的人都会在他赶到之前被人所害，连带着数十条人命官司全都一股脑的算到了他的头上。
后来乔峰从智光大师那里得知自己的本名叫做萧峰，但紧接着智光大师也圆寂了。事到如今，唯一知晓当年内情的只剩下了丐帮副帮主马大元的遗孀康敏，但他认定萧峰是杀害自己丈夫的凶手，之前更是和权冠清等人联手，硬是将萧峰逼出了丐帮，对他可以说是恨之入骨，恐怕不会轻易道出真相。幸好萧峰身边还有一个聪明机敏且擅长易容之术的阿朱，既然萧峰不方便以真容露面，他倒是可以假扮成康敏熟悉的人，也好从中套出话来。和康敏关系亲近的丐帮中人不少，其中阿朱最为熟悉也最好假扮的就是执法长老白世敬。此人在丐帮德高望重，之前在聚仙山庄的时候也对阿朱颇为照顾。阿朱行事雷厉风行，很快给萧峰换了一副装扮，让他到处散播白世敬即将出现在信阳的消息。装扮妥当之后，敲开了康敏的房门。此前徐长老铁面善甲满门的惨死，康敏也有所耳闻。被假的白世敬吓唬了一顿之后，脸色顿时变得煞白。但奇怪的是，康敏刚开始听到消息的时候，明明表现得惶恐不安。等阿朱将萧峰假扮的丐帮弟子支出去之后，对方言语举止却突然变得暧昧了起来。看样子和白世敬之间的关系似乎不仅仅是普通朋友那么简单。阿朱急于问出真相，他随即声称自己从赵建孙那里问出了杀害马大元之人的真正身份。一般来说，康敏身为马大元的遗孀，多少也应该对真凶的身份表现出好奇，但不知道为什么，他听到这句话的第一反应竟是不加丝毫掩饰的惊慌。直到阿朱提到赵建孙已死，他才明显松了一口气。带头大哥的身份对别人当然要瞒，免得让乔峰知道白长老是自己人，瞒你就没有必要了。他便是……阿朱特地编造了这样一个谎话，就是为了顺理成章地向康敏套问带头大哥的身份。谁知康敏说到关键之处时，却莫名其妙地沉默了下来，反而问了几个不相关的问题。阿朱心思缜密，给出的答案也滴水不漏，只是康敏望向他的眼神却仿佛多了几分冰冷。好在对方并没有多问，而是给出了几点提示。那带头大哥一句话调动千军万马，是不是皇帝呀？不是皇帝，是皇帝的弟弟，大理的镇南王段正淳。两人都没有想到，这个答案居然得来全不费功夫。但不管怎么说，带头大哥的身份总算浮出水面了。萧峰接下来要做的就只剩下找段正淳报仇了。他一心扑在即将大仇得报、沉冤得雪的喜悦中，并没有察觉出阿朱有什么不对劲儿，反倒突然间想起一个人来，他之前的结拜兄弟段誉。此人同样也来自大理，对方年纪轻轻却天赋极高，那招能够将酒水逼出指尖的神功，分明就是阿朱所说的大理段家几乎失传的武功绝学六脉神剑。与此同时，阿朱还提到少林派有一门武功绝学名叫易筋经，据说是达摩祖师面壁9年后悟出来的一门上乘武学。练武之人武功再平庸，也可以凭借这本易筋经一跃成为数一数二的武功高手。慕容公子能将这两门功夫相提并论，我以为要对付六脉神剑，先从易筋经着手一定是个好办法。哪有那么容易啊？少林寺的易筋经应该藏在菩提院里，少林寺这么多高手，谈何容易啊！阿朱，那天晚上你夜闯少林寺，会不会……我偷了这部经书，本来呢是要送给我们家公子的，现在送给你了。你可真有办法。可惜经书里的内容却让两人大失所望，上面全都是密密麻麻的梵文。萧峰虽然有契丹血统，对这种异族文字却一窍不通，更别说阿朱了。相比起阿朱的懊恼沮丧，萧峰倒是不甚在意。凡事有得必有失，何况他本就自认武功盖世，即便没有这本易筋经，他也绝不会放弃向段正淳复仇。哪知就在这个时候，不远处的骚动引起了萧峰的注意，却见一个男人踉踉跄跄的从远处而来，看上去似乎受了重伤，声称有人对自家主公不利。萧峰敬他是条忠心护主的好汉，便主动上前帮忙。在对方的嘱托下，他决定和阿朱连夜前往小镜湖报讯。两人急急忙忙赶到小镜湖的时候，那里尚且风平浪静，他们并没有发现前来寻仇的人，反倒看了一场好戏。
谁让你抢我鱼的？这湖里这么多鱼，哪条是你的？哼，都是我的。哼，都是你的，你叫他们答应吗？耶！此人在湖边垂钓，根本没有影响到任何人。此时原本就是那个紫衣姑娘在屋里取闹，哪知道她不仅不听劝，反而愈发蛮横不讲理，一言不合竟与对方动起手来。这姑娘的身手实在诡异，完全不像是中原的正统武功路数，出手时招式狠辣诡异，眼看自己正面敌不过对方，便故意使出些阴谋诡计，趁人不备祭出一张渔网，材质更是坚硬无比，将那人捆得动弹不得。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那人顾及着他还是个孩子，一招一式都留有余地，没成想反而被少女摆了一道。只不过他的那点小聪明并不是每次都能奏效的，一旦遇上真正的武功高手，他便毫无还手的余地。出手制服紫衣姑娘的人正是大理镇南王段正淳，也是萧峰要找的复仇对象。只不过他此时还毫不知情，放在和紫衣姑娘动手的渔人是段正淳的家臣楚万里。段正淳有心替自家兄弟出气，却也不愿对一个小姑娘多加为难，让对方当面道了歉之后，他原本不打算再追究下去，谁知那紫衣少女却突然脸色一变，居然连淬了剧毒的暗器都使了出来。段正淳内功深厚，这种下等的偷袭招数对他来说自然不算什么，但他实在恼怒于少女的下作手段，双方明明无冤无仇，却狠毒到这种地步。段正淳大怒之下，出手的力度也略微重了些，结果一不小心就将少女打进了湖中。等他和随之赶来的情人阮星主将其救上岸来的时候，对方居然已经没了气息。萧凤和阿朱直到这个时候才终于现身出来，几日说自己此来是受人所托，前来向对方报信的。萧凤当然不会知道，嘱托他的那个人也是段正淳的下属朱丹臣，他更不会想到自己心心念念的那个大恶人此刻正站在自己面前。段正淳对他的仗义相助很是感激，正准备庄重道谢的时候，却听见阮星主一声惊呼，秦之泪将一个物件递到了他手上，说是那位紫衣姑娘脖子上戴着的东西。他的左肩上还刺了一个段字，也就是说继穆婉清和钟灵之后，这个娇蛮任性身份神秘的少女阿紫竟也是段正淳的骨肉。那姑娘面色惨白，显然已经断了气。段正淳和阮星主认定她已经溺亡，一想到他们的亲生女儿居然死在了自己手里，段正淳只觉得心如刀绞。但奇怪的是，就连萧峰身边的阿朱也表露出万分悲痛的神色，满屋的人都忙着悲伤，只有萧峰看得仔细，这姑娘分明是在故意装死。他一开始给对方搭脉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一点。阿紫眼见自己的计谋再次被拆穿，也懒得再伪装下去，没想到萧峰的身手变幻莫测，他手心里那根藏得天衣无缝的毒针还没得手就被对方及时发现了。萧峰没兴趣了解阿紫和段正淳阮星主究竟是什么关系，但经过方才的几番交手，无论是他用来装死的龟息功，还是杀人于无形的暗器碧鳞针，都足以让他确定对方的武功路数源自江湖中人人唾弃的邪派高手星宿老怪丁春秋。但无论如何，既然一家三口得以团聚，萧峰承诺的事儿也已经做到了。他本打算就此告辞离开，却不想朱丹臣随后赶了过来，向他当面表示了感谢之后，便开始苦苦规劝段正淳早日返回大理。萧峰这才明白，原来面前的这个人就是他要找的大恶人。然而还没等他燃起报仇的怒火，之前朱丹臣所说的向段正淳寻仇的人就到了。这帮人萧峰当然认识，正是以恶贯满盈段延庆为首的四大恶人。双方一时间打得难解难分，段延庆看上去甚至一点都不担心萧峰会忍不住出手相助。段正淳武功不弱，对上段延庆却不敢有半分懈怠。段延庆原是大理国的前太子，本就精通段家的一阳指绝学，在他销声匿迹的这些年里，更是不知从何处学来了一身邪派武功。楚安离死于其手之后，段正淳自知不是段延庆的对手，索性闭上眼睛准备赴死。谁想到与此同时，始终在旁观战不置一词的萧峰却悄无声息地拦在了四大恶人面前，
显然是打算插手相帮了。之前在丐帮分舵的时候，两人早已分出了胜负。段延庆心知萧峰一旦决定插手，即便他们四大恶人群起而攻之，也不是其对手。他一声令下，原本凶神恶煞的其余3人顿时走得无影无踪。这次倘若没有萧峰下场，众人只怕难逃魔掌。段正淳感激涕零，却没想到萧峰竟脸色一沉，咬牙问出了这样一句话：在多年前，你是不是干了一件有愧于心的大错事？虽然这件事未必出于你的本意，可是你让一个孩子一生孤苦，甚至连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都不知道，是不是？不错，我为此事一直耿耿于怀，每次想起都非常不安。只是大错已经铸成。其实一开始知道面前这个翩翩君子段正淳就是康明口中的带头大哥，也是导致他沦落到如此田地的罪魁祸首时，萧峰的确恨不得将其寝皮食肉。但通过方才的一战，萧峰眼见段正淳为人端正仁义，面对强敌仍旧铁骨铮铮，心下难免会起疑心。如今段正淳亲口承认自己德行有亏，萧峰一想到父母恩师的血海深仇，心肠也就随之冷了下来。今晚3更，我在那座青石桥上等你，希望阁下能够按时赴约。我一定准时到。萧峰冷哼一声，便带着阿朱离开了。只可惜他走得太快，没来得及听阮星主接下来的那句话。你的那些风流账，总算有人要跟你算了。这次又不知道是哪一个，请来这样的高手来收拾你。萧峰走后，段正淳和阮星主两人讲起了阿紫的身世。原来当年阮星主生下了2个女儿，段正淳不能将他们带回大理，只好将2个孩子托付给别人抚养。为了日后方便相认，他还在2个女儿身上挂上了2块一模一样的金锁。遗憾的是，他们现在虽然已经父女团聚，阿紫的那个同胞姐姐却至今都没有寻到踪迹。那我姐姐阿朱现在在哪儿啊？唉，还不知道呢。我欠你们的实在太多太多了。如果现在能让我们亲人团聚，就是让我现在去死，我都愿意。那天晚上，萧峰难得开怀畅饮，一旁的阿朱却表现得有些心事重重。萧峰问及原因的时候，他却遮遮掩掩地解释说，自己只是担心萧峰孤身一人去找段正淳报仇会出什么危险。杀了段正淳之后，咱们就去关外一块儿骑马打猎，牧牛放羊，再也不会关内一步了。哼哼，眼看马上就要到约定时间了，没想到萧峰前脚刚离开，阿朱就悄无声息睁开了眼睛。他根本没有入睡，而是趁着夜色找到了小镜湖，谎称萧峰今晚临时有事，让段正淳不必赴约。随后又像是终于下定了决心一般，朝着青石桥的方向而去。只是他并没有注意到，阿紫居然也偷偷跟了上来。3更时分，准时出现在萧峰面前的正是段正淳。面对他的滔天怒火，对方甚至没有半句辩解和避让，心甘情愿受他5掌，算是抵消无辜枉死的那5条人命。萧峰被仇恨的怒火冲昏了头脑，一心只想替父母恩师报仇。不知道是不是自己无端生出了错觉，他总觉得对方望向自己的眼神中似乎没有了日前对敌的豪气，反倒多了几分女儿家一般的缠绵眷恋。阿朱。
萧峰做梦也没有想到，阿朱居然会代替段正淳前来赴约。看到他肩头上的段字时，他这才恍然大悟，原来阿朱也是段正淳的女儿，难怪他此前听到阿紫的死讯，反应竟如此激烈。萧峰此刻只恨自己愚蠢，没有及时发现这一点。阿朱陡然见到了自己的亲生爹娘和妹妹，却因为他背负着血海深仇，心知自己和段正淳不会有相认的机会。他唯一可以为这个素未谋面的父亲做的，就是一命抵一命，哪怕代价是死在自己最爱的人手下。你为什么不告诉我？萧峰说到这里，却不知道该如何补全这句话。倘若他早知道段正淳是阿朱的亲生父亲，又能怎样呢？忠孝与忠爱难以两全，这一点阿朱当然也思量过。他知道自己没有资格替受害者原谅，更不能强求萧峰放弃报仇。而段正淳虽然是他的生父，却并没有养育之恩。阿朱之所以这么做，不是为了段正淳，而是为了消解这场夙愿。倘若他真的一时发怒杀了大理镇南王，段家和整个大理国绝不会轻易放过他。阿朱见过萧峰被整个武林冤枉唾弃，见过聚贤山庄的那场血战中面目狰狞的人们，他实在不愿自己所爱的人再次陷入那样的无尽黑暗。萧峰的那记降龙18掌，即便是段正淳本人来了，只怕也难逃升天，更不用说阿朱了。临死前，他撑着最后一口气，将自己唯一的妹妹阿紫托付给了萧峰，随后便在他的怀中彻底没了气息。阳光下闪烁的那颗星，有了你，我就能看得清。睁开眼睛，我触摸到光明，没有你，我宁愿长眠不息。只要有你在我的视线里，我可以穿越于天地。阿朱，仰望着你，你告诉我，总是无法自己吸进你呼出的气，这个墓碑上我该怎么写？才能维持住我的生命。萧峰误杀了阿朱后万念俱灰，本想安葬阿朱后自杀，随红颜而去，直到拿起竹片，却不知该给阿朱什么名分。无意中想起了小径湖木屋中的字画，那是段正淳当年写给阮星竹的风流艳词。思绪转换回来之后，突然反应过来，一边大喊不对，一边冲向木屋，看向条幅上的字迹，他终于恍然大悟。他清楚地记得，此前在杏子林的时候，智光大师拿出的那封带头大哥的亲笔信里，一笔一画苍劲有力，和这幅字画中的圆润华丽的字迹明显不是出自同一人之手。也就是说，段正淳根本不是那个带头大哥。不料此时，穆婉清和他的师傅秦红棉竟杀气腾腾闯了进来，说是来找阮星竹算账的。而消失了许久的阮星竹也带着阿紫循声赶了过来。萧峰无视阮星竹的质问，直勾勾地盯着墙上的字画，心里是万般的悔恨，只求阮星竹杀了他赎罪。阮星竹悲痛万分之下，提到段正淳愧疚自责时反省的那些话，都是针对自己年轻时做下的风流债，对几十年前的雁门关之战，他根本就一无所知。错了，
错了，全错了，全错了。这幅字也是段正淳写的。不是他，还是谁呢？萧峰此刻悲痛欲绝，只怪自己被仇恨蒙蔽了双眼，随口听信了康敏的误导，找错了仇人，阿朱也因此而死。萧峰满怀悲痛地埋葬了阿朱，然而阿朱的仇不能不报，他只好把自杀的念头放在一边，随即启程去找康敏算账。另一边，在萧峰赶来之前，就已经匆匆离开的段正淳，这个时候正在康敏的房间里厮混。门外的萧峰以及随后赶来的穆婉清他们，也没想到这人的风流债加起来，恐怕足以绕金庸武侠宇宙十几圈了。只不过段正淳显然低估了康敏的疯狂，在他所有爱过的女人里，美艳妖娆的康敏如同一朵带毒却美丽的罂粟花，花爱时柔情款款，转脸却会露出凶恶的獠牙。康敏爱而不得，眼看自己要不来镇南王侧妃的名分，转而在段正淳的酒水里暗中下了毒。他还无比得意地提及自己早知道那个白世镜是阿朱假扮的，所以才会故意说出段正淳的名字，就是为了让他死在萧峰手里。只可惜后来的事情变化太快，没能如他所愿。萧峰此时已经偷偷潜入了房间，听到这番话后，他只觉得奇怪，阿朱的易容之术极佳，一般人根本看不出端倪，毫无武功基础的康敏为何会认出阿朱呢？趁康敏还没发现自己的存在，萧峰暗中给段正淳输送内力，好让他不易察觉地恢复体力。对方也果然不负所望，武功刚恢复了2成，就看准时机打伤了康敏。但在座的人谁都没有想到，紧接着推门而来的人居然会是白世镜。小明，那姓段的服了10香迷魂散，他怎么会有功夫呢？小明，好些了吗？萧峰暗暗吃了一惊，原来康敏之前所说的白世镜属于自己人，还有另外一层含义。没想到面前这个刚正不阿的执法长老，背地里居然和兄弟遗孀暗中苟且。更让萧峰愕然的是，此前在聚前山庄救过自己一命的黑衣人，竟假扮成马大元的鬼魂，故弄玄虚的吓唬了两人一顿。身为丐帮的执法长老，白世镜居然比康敏还沉不住气，吓得连忙道出了实情。原来马大元的死从始至终都是自己人所为，康敏偷看了汪帮主的一命，得知了萧峰的身世之后，原本想让马大远当着众人的面逼走他，但马大远始终不肯答应，后来被康敏和白世镜联手害死，还诬陷到了萧峰的头上。黑衣人干净利落地解决了白世镜后，便一言不发地快步离开了。萧峰追了一路，天亮后赶回房间之时，段正淳等人已经离开了，只剩下了被点了穴道的康敏。萧峰仔细端详了一会儿，才确定面前这个浑身鲜血淋漓的人形生物，正是他印象中那个妖艳无格的康敏。此时的他被阿紫折磨了一夜，全身经络都被恶意挑断了，阿紫甚至在他身上划满了深浅不一的伤痕，随后又在伤口处倒上了蜂蜜，将蚂蚁放上去啃咬他的肌肤，使得康敏浑身痛痒，却求死不能。可即便到了如此境地，康敏仍旧不认错，反而将一切的根源都算到了萧峰头上。原来早在萧峰继任帮主之日开始，他就看上了这个义薄云天的汉子，但萧峰一心扑在丐帮大业上，对他向来都是礼敬有加，从未有过逾矩。康敏自恃貌美，见过他的男人无不对他魂牵梦萦，他不忿于萧峰对自己的视而不见，所以才会在偷看了王帮主的遗书后，千方百计的想要揭穿萧峰的身份，让他身败名裂。马大元不肯从命，他就找上了白世镜，利用自己的美色诱惑对方杀了马大元。但对于揭发萧峰一事，白世镜却宁死不肯，康敏只好退而求其次，利用同样的套路骗得全冠清对自己死心塌地，所以才有了性子淋漓的那一幕。萧峰听得大为光火，如此说来，康敏的罪行罄竹难书，阿紫的手段于他而言根本算不上狠毒。其实我这么做都是那个带头大哥让我干的，你不想知道谁是带头大哥吗？带头大哥，你说他是谁？好啊，
你要是肯把我抱在怀里，我就告诉你。康敏没有武功，更没有什么雄心壮志，他走到今天最大的本钱就是令男人们垂涎的这副皮囊。他不相信自己无往而不利的美貌攻势放在萧峰身上不管用，因此即便知道自己快死了，也希望证明自己的魅力所在。哪知萧峰还没来得及等到康敏的答案，就被随之进门的阿紫打断了。阿紫顿时生出了恶狠的嫉妒之心，即便康敏最在乎的就是他的这张脸，阿紫便索性将镜子塞到了对方手中，让他好好观摩自己的这副尊容。康敏就这样在镜子里的丑陋面目中慢慢停止了呼吸。这世上唯一一个知道带头大哥身份的人竟死得如此草率，萧峰不免觉得失望，但他不能迁怒于阿紫，毕竟无知者无罪，更何况阿紫行事虽然狠辣了些，却也算是给姐姐阿朱报了仇。他一时间竟不知道该何去何从，心爱的阿朱魂归黄土，带头大哥的线索也彻底断了，他背负的血海深仇无处可报，身上的冤屈和脏水也还没洗清。天地之间遥遥万里，竟无一处安身之地属于他萧峰。康敏死后，阿紫就彻底赖上了他，说什么也不肯回阮星竹身边。萧峰走到哪里，他就如影随形地跟到哪里，一路上到处惹是生非。好巧不巧的是，两人在半路上遇到了星宿派的弟子，也是阿紫的二师兄。听对方的语气，阿紫似乎是偷走了本门的什么宝贝，叫做神木王鼎，说是星宿老怪丁春秋用来修炼化功大法的宝物之一。星宿派此次下山的人不少，都是来找阿紫要东西的。萧峰实在不喜欢这个手段歹毒的小姑娘，却碍于阿朱临终前的嘱托，不能对阿紫坐视不理，只能几次三番选择出手。到了最后，萧峰甚至有些厌烦了阿紫一边亦步亦趋地跟着自己，一边又哄骗丁春秋派来的人，说神木王鼎已经转送给他了，言语间分明是打算利用他的本事挡灾。他一怒之下索性独自离开了，将阿紫留在了星宿派的弟子手里。但他实在是放心不下，没走多远就偷偷转还回来，跟在星宿派的人身后。当阿紫陷入危险的时候，适时出手帮了一把。经过这么一闹，阿紫对萧峰明显更加依赖了。萧峰对他的恶作剧实在有些不厌其烦，却没想到混乱之中，他一不小心下重手打伤了阿紫。萧峰顿时大惊失色，满心只想着阿朱是如何死在自己怀中，同时也痛惜自己没能遵守对阿朱的承诺，不仅没有照顾好小妹，还害得他命悬一线。为了救回阿紫一命，萧峰跑遍了附近的所有医馆，大夫给出的结论却还是千篇一律的几个字：没救了。若非萧峰日夜给他续命，阿紫恐怕早就已经没命了。萧峰一路寻医问药，认识了一个名叫完颜阿骨打的女真族首领，对方为人仗义，即便知道了他的契丹人身份，也没有半分歧视。在他的部落里，萧峰和阿紫两人都有幸得到了最上等的优待。完颜阿骨打十分敬佩萧峰的胆识与本领，热情地邀请他在部落里住了下来，连自己的帐篷都慷慨地让了出来，给阿紫疗养身体。阿紫的伤势也在千年人参以及萧峰的真气护持下开始逐渐好转。萧峰差一点就以为自己的余生或许就会这样平淡而快乐地度过了。然而好景不长，没过多久，完颜阿骨打的部落就和契丹人起了冲突。大辽国物产丰富，无论是兵力还是军粮储备，都远超过完颜阿骨打的部落，女真族人因此死伤无数。萧峰不忍见双方厮杀，血流成河，想要迅速结束这场恶战，必须擒贼先擒王。敌方为首的那个红袍大将便成为了他的首要目标。萧峰武功盖世，千军万马之中冲杀，如入无人之境，更何况是这队辽兵，根本没人能挡得住他。红袍将领受擒之后，辽兵果然如他所料溃散而逃。在契丹和女真族之中有一个惯例，凡是被俘虏的人就会归为俘虏者的私人奴隶，出手伤了他的人是萧峰。红袍大将再如何不忿，最终也干脆地接受了自己的失败。这些年来，女真族和契丹人交战频繁，但女真族资源贫瘠，怎能和富饶的辽国相提并论？完颜阿骨打趁此时机向对方提出了一个天价条款，用作换他回辽国的赎金。那红袍大将对女真人爱答不理，在萧峰面前却态度恭敬，仿佛是真心认其为主。但是当旁人问起他的身份官职时，他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萧峰眼见他身怀傲骨，即便成为了败军之将，说话行事也始终不卑不亢，心下便油然起了英雄相惜的念头。
一番深思熟虑之后，果断决定放他离开。两人性情相投，又惺惺相惜，索性以天地为证，结拜成了异姓兄弟。萧峰也爽快地表明了自己的契丹人身份。至于对方承诺的重金贺礼，他却婉言拒绝了。阿紫的身体开始一天天痊愈，萧峰也逐渐融入了部落生活，日日饮酒捕猎，过得倒是逍遥自在。让他最为欣慰的是，阿紫在这次死里逃生之后，便主动收起了自己的坏脾气，在他面前也变得温驯和顺了起来。虽然平日里还是忍不住搞些恶作剧，却不至于让人性命那么严重。直到有一天，萧峰再次遇到了结拜的那位辽国大哥，这才知道原来对方真名叫做耶律洪基，更是大辽国的皇帝。兄弟二人久别重逢，萧峰怎能不高兴？倒是一旁的阿紫看出耶律洪基很欣赏自家姐夫，不遗余力地在席间吹捧萧峰，话里话外的意思都是想让皇帝封上他一个大官。萧峰对名利没什么兴趣，正准备训斥阿紫的时候，却听见帐外号角声频起，这是辽国独有的暗号，意思是云州城内发生了兵变，有人趁皇帝外出未归，竟斗胆占据了整座皇城，连耶律洪基的亲族家眷都一并抓了起来。大哥，我是不会走的，我一定要留下来帮你。小兄弟，我真没有看错你。阿朱被萧峰误伤，萧峰悲痛之余，也从未忘记他临终前的遗愿，一直在尽心尽力地照顾着他的亲妹妹阿紫。两人还在机缘巧合之下认识了女真族首领完颜阿骨打，并在女真族和大辽的争端中结识了一个对面的高级将领。萧峰本就为人仗义，交友只凭本心，从不拘于对方的身份地位。他欣赏辽国那位将领的不卑不亢，主动提出和对方结拜为兄弟。结果放弃归国后不久，萧峰才知道自己结拜的这个大哥居然是大辽的皇帝耶律洪基。谁知两兄弟刚刚重逢，大辽那边就发生了叛乱，叛军不但趁耶律洪基不在，迅速占领了皇城，自称为帝，还囚禁了他和手下官兵们的亲眷。对方做得这么绝，无非是为了扰乱军心，威胁他们归降新皇。即便耶律洪基可以狠下心来，又怎么能要求手下的士兵们对亲人置之不顾呢？眼看军营中的将士们开始人心涣散，耶律洪基自知大势已去，一时间心灰意冷，嘱咐萧峰和阿紫自行突围逃走之后，便拔出剑来打算自尽。千钧一发之际，却被身边的人拦了下来。出手阻拦的正是萧峰。这些年来，他混迹江湖，带领丐帮多次抵御过契丹的进攻，怎么说也懂些兵法谋略，甚至擒贼先擒王的道理。他不顾阿紫的阻拦，单枪匹马往敌军阵地闯去。他武功高强，身形多变，在敌营中左冲右突，如入无人之境，敌方士兵竟无一人能挡其锋芒。皇太叔有令，放下兵刃。好啊，姐夫！既然贼王已然伏法，皇权自然而然回到了耶律洪基手里。众人一时间军心涣散，惶恐不安，哪里还有半分战力可言？惶恐之下，纷纷选择了归降。耶律洪基大喜之余，当众宣布册封萧峰为辽国楚王，官居南院大王，并将其盛行迎回了辽国的都城。萧峰原本不愿意接受封赏，他一马当先升迁皇太叔，是为了救义兄的性命，根本没有贪图绝路的心思。尤其是当耶律洪基在酒席间提到不日后便会南征大宋之时，他心下不免愈发矛盾起来。好在南征一事尚未完全落定，耶律洪基也没有逼他上阵搏杀的意思，只让他想办法重金收买南宋官员，从内部开始腐蚀对方。一旁的阿紫倒是看出萧峰神色有变，却并没有放在心上。他生性聪颖，说话玲珑，没两句就把耶律洪基哄得眉开眼笑，当众将其封为端副郡主，赏赐了不少好东西。相比起阿紫的欢喜，萧峰却有些心事重重。他体内虽然流着契丹人的血，对宋土的深爱却远胜于这个素未谋面的故乡。然而他从前在丐帮时，为人行事自然无愧于天地，却偏偏引来诸多匪帮唾骂，成为了武林中第一大恶人。如今来到了大辽，他明明只是出于一时义气，替自家义兄出手，无意中反倒成为了众人称颂尊敬的对象，可见世事变幻有多滑稽。不管怎么说，
秋风生性不喜拘束，但碍于耶律洪基的盛情相邀，最终还是答应了下来。他本想1年半载之后再行辞官，于是在政务上并不怎么上心，大多卷宗都丢给了府内文书处理，自己平日里不是寻遍美酒，就是和阿紫外出围猎，天高海阔，马背驰骋，岂不比闷在府里畅快多了？阿紫的身体经过调养，开始逐渐好转了起来，性情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娇蛮任性，对萧峰更是表现出了肉眼可见的依赖。两人纵情打猎期间，偶遇了一队辽国人马，抓了不少南宋的俘虏，大多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平民百姓。为首之人认出了萧峰，便让人将抢夺来的俘虏和财帛全都进献了出来。萧峰在这里当官的时日不长，对辽国的军情却略有了解。大辽朝廷不供粮草，不发饷银，官兵平日里的一应所需都是靠抢夺边境百姓得来的，称为打草谷。眼见萧峰面露不忍，说起话来也轻声细语的，百姓们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纷纷在他面前跪了下来，连声哀求。唯独一个少年不肯屈膝，说是自己有一件机密大事，只能告诉萧峰一人。此人年纪轻轻，在强敌面前却能做到面不改色，的确不容小觑。萧峰顿时有了兴趣，便按照他的要求屏退了左右，同时解开了他身上的绳索，却没想到对方登时脸色一变，从怀里掏出的居然是一包生石灰，这是江湖中最下三滥的偷袭招数。萧峰当即并未愠怒，而是对这个大胆的少年多了几分好奇。哪知对方偷袭不成，反被活捉之后，非但没有半点惶恐惊惧，反而更加愤怒起来，口口声声说他害死了自己父母。萧峰起初只觉得莫名其妙，直到少年自称是聚贤庄尤氏的子侄，并脱口喊出他旧日的名字乔峰时，他才恍然大悟。当日在聚贤庄的时候，他被众多武林高手围攻，其中就包括了尤氏双雄。面前这个少年就是尤家老二的独子尤坦之。然而萧峰之前在聚贤庄动手，根本就是出于无奈。他当时的确杀红了眼，但尤氏兄弟并非死在他的手上，而是他劈手夺了两人的兵刃后，对方悲怒之下自刎身亡的。但无论萧峰怎么解释，尤坦之还是一个字都听不进去，甚至打算横下心来效仿长辈当众自尽。好在被萧峰及时拦了下来。身边的阿紫眼见尤坦之出口伤人，心下早就大怒，他本想以牙还牙，索性废掉对方的一双眼睛，萧峰却没有同意。他没有再理睬愤恨不平的尤坦之，而是沉吟了一会儿后，找了个借口敷衍走了辽兵们，随后一言不发地放走了那些百姓。大家都是人，为什么要强分为大宋契丹女真高丽呢？你打我，我打你的。你骂我辽狗，骂你宋猪。众人一时间走得干干净净，只剩下了萧峰、阿紫和有些无所适从的尤坦之。面对这个血腥少年，萧峰多少还是有些愧疚的。昔日他血战聚贤庄，手上的确沾了不少杀孽，即便尤坦之父母伯叔的死不是他亲手造成的，他也想尽力弥补。只可惜萧峰的一番好意落在尤坦之眼里，却无端变成了对他的羞辱。小子，想找我姐夫报仇啊？再练100年的功夫吧！哼，驾！直到两人的背影逐渐消失，尤坦之才彻底确信萧峰的确没有要自己性命的打算。他心知自己武功不济，背后也没有什么权势撑腰。如今萧峰当上了辽国的大王，他接连接近对方的机会都寥寥无几，更不用说替父母伯父报仇了。尤坦之暗自神伤了一会儿，无意间发现地上放着一个油布包，应该是萧峰临走之前不小心从怀里掉出来的。布包里面是一本经书，只是其上的文字似乎源自外族。尤坦之看不懂这些文字，只想着萧峰既然能将其贴身携带，必然大有用处，便仔仔细细地重新包好收了起来。此时的他还不知道，这本经书正是少林派的武功绝学，被无数江湖中人趋之若鹜的易筋经。如今天大地大，尤坦之却不知道何处可以安身。正当他漫无目的地往前走的时候，却见几个契丹装束的士兵不由分说地朝他掷出了绳索，连拖带拽的将其抓回了云州城，甚至把他做成了风筝人，连番戏弄折磨。为首的正是萧峰身边的那个紫衣少女。原来阿紫眼见尤坦之暗算萧峰，却被自家姐夫轻飘飘地放走了，自然有些不甘心，于是亲自带了一队人马，背着萧峰偷偷抓走了尤坦之。云州是萧峰这个南越大王管辖的地盘，尤坦之剧痛之余，自然认定这伙人是奉了萧峰的命令。可是就连他自己都想不明白，他明知阿紫是萧峰身边的人，却对这个古灵精怪的女子提不起半分仇恨。
你看我干嘛？你长得好看，我喜欢看你。大胆！说回阿紫，她本就是好玩好动的心性，奈何萧峰也想把她当小妹妹看待，平日里不是怕她磕了碰了，就是像长辈一般教训她。经过这些时日的折磨，她倒是对这个命硬又古怪的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阿紫有心把尤坦之留下来，闲来无事当个消遣的玩物，却又害怕被萧峰发现端倪，眼珠子一转，竟想到了一个恶毒的法子。不要，不要，不要！哎，不错不错啊！咦呀，真乖。哎，你知道我为什么要给你带这个吗？我不知道，请姑娘指定。哎呀，你这，你真是笨死了，连我为什么要救你，你都不知道。哎，我姐夫要把你剁成肉酱，你总该知道吧？他是我杀父仇人，他当然要斩草除根了。我告诉你，那天他假装把你给放了，然后呢，又把你给抓回来了。要不是我，你能活到现在吗？阿紫故意吓唬了尤坦之一顿，就是为了让他心生惶恐，从此死心塌地的跟在自己身边，免得被萧峰察觉出异样。他还给尤坦之起了一个新名字，名叫铁丑，杜威只宣称他是高昌国进贡而来的奴隶，因为他天生丑陋，才会戴上这个铁面具。萧峰对此倒是并未起疑心，近日来他越来越繁忙，每次来都只是匆匆叮嘱两句，根本顾不上陪阿紫玩乐。阿紫有时心下不畅快，便会叫来尤坦之取乐，不是让他把头塞进狮子嘴里，就是命人当众鞭笞。而相比起这些小把戏，尤坦之被打得遍体鳞伤，却一副无怨无悔的模样。尤其是他每次被折磨得奄奄一息，却还是情不自禁地夸赞自己的美貌时，显然更让阿紫感到受用。后来尤坦之无意中发现，阿紫总是亲自出手收集一些剧毒之物，还多次命令尤坦之把手伸进香鼎，等这些毒物吸够了他的鲜血后，再小心翼翼地将其带走，似乎是在用这些毒物练功。要说这个尤坦之还真是命不该绝，这些毒物的毒性十分厉害，他武功根基本就浅薄，几次三番差点就地归西。他逆流之际，恍惚间摸到了怀中的那本《易筋经》，香解上面除了陌生的梵文之外，还画了一些招式图解，索性死马当作活马医，按照书上的图画，有模有样的练了起来。好在天无绝人之路，他身上的剧毒竟然很快消解干净了。阿紫显然也没有想到，尤坦之居然如此命硬，不由得大喜过望。此后便经常带着他外出捕猎，抓到的毒物一只比一只厉害。直到这一天，阿紫和尤坦之两人发现了一只罕见的昆仑冰蚕，当着他的面竟顷刻间吞噬了一只毒蛇。都说世间有五毒，便是青蛇、蜈蚣、蝎子、壁虎和蟾蜍。这只冰蚕不在其列，其毒性却远在五毒之上。阿紫此前在星宿派少有机会遇上这种上乘的毒物，顿时眼前一亮。尤坦之奉了他的命令，一路沿着冰蚕的痕迹追到了附近的一个寺庙。此处名叫闽中寺，寺里一个叫做慧净的矮胖和尚，看样子就是这只冰蚕的守护者。他特意等慧净和尚走远了，才蹑手蹑脚的出来，用对方遗留下来的那只葫芦悄无声息带走了冰蚕。这只冰蚕果然非比寻常，阿紫找了不少毒物，无一例外都被冰蚕冻死了。他不由得喜出望外，接下来只要让冰蚕吸了人血，他就可以利用冰蚕练功，到时候神功大成，说不定还能超过自家师傅丁春秋。望着阿紫期待的眼神，尤坦之只觉得心一凉。这只冰蚕毒性如此强烈，只怕他这次是真的凶多吉少了。郡主，当你练成毒功以后，请你千万不要忘了，我叫尤坦之，我不是什么铁丑。好，好，好，我记住了，你叫尤坦之，是我最忠心的奴才。等冰蚕吸够了血，尤坦之也彻底成为了一个冰人，浑身上下没有一点热气，眼见是真的无药可救了。阿紫练功完毕之后，便让人将尤坦之拖了出去。是的，
这下又没人陪我玩了，我真可怜。或许真的是上天垂怜，尤坦之命不该绝。负责埋葬他的几个契丹士兵为了偷懒，随便将其扔进了城外的小溪里，这样一来反而救了他一命。尤坦之所练的那套功法名叫神足经，尽管他只学会了其中一项法门，一时间无法完全消解冰蚕的毒性，但在溪水的不断冲击洗刷下，他得以慢慢运功驱散寒气，不久后居然有了坐起身来的力气。尤坦之一想到阿紫嬉笑间的狠毒，就忍不住不寒而栗，再不敢主动回郡主府。他半路上正巧发现了丐帮众人的踪迹，如今丐帮群龙无首，众位长老都有意推举权官卿主事，大家正说得热闹，却听见有人禀报说大理国有使者前来拜访，来人正是段誉。他奉了父亲段正淳的命令，向丐帮送上亲笔书信一封，里面详细解释了康敏和白世镜之死的真相。与此同时，聪辩先生苏星河那边也向丐帮和段誉下了邀帖，说是请江湖高手不日前往擂鼓山破解他设下的真龙棋局。据说这位聪辩先生是逍遥派掌门乌鸦子的亲传弟子，天生聋哑，包括薛神医也是他的徒弟之一。这次专门广发请帖，力邀江湖各派高手与其对弈，却不知道是出于什么目的。段誉本就对下棋颇为痴迷，又想着这次去擂鼓山说不定还能再见到汪语嫣，便爽快地答应了下来。但谁也没有想到星宿派的人居然会在此时出现，就连武林中最深恶痛绝的星宿老怪丁春秋也亲自来到了中原。丁春秋最善用毒，他一出手，丐帮顿时死伤了大半。尤坦之见势不对，正准备拔腿逃走的时候，却不慎被丁春秋逮了个正着。你去看看那几个人死没死？老先生，他们几个全都死了，一个都不喘气了。丁春秋表面上装的镇定，心下却不由得有些诧异，那些死人身上都沾染了他下的毒。这个戴着铁面的男人碰到了尸体，居然还能毫发无损，他自认用毒手段世上仅有，哪知道中原还有这么一号人物。丁春秋和尤坦之简单对了几招，很快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儿，对方明明武功平平，内力却实在强劲，体内更是蕴藏着各类剧毒，不由得对尤坦之的身份来历产生了好奇，于是便假装慷慨地放过了他，还开口让尤坦之拜自己为师。随着约定时间的临近，各路高手也陆续到了擂鼓山，其中除了段誉和鸠摩智以及慕容复一行人之外，还来了一个懵懵懂懂的少林寺和尚，名叫虚竹。看样子他对真龙棋局没什么兴趣，只是为了来找他的祖师伯。星宿老天，主公在日，星宿老天，天下第一。星宿老天，主公在日，星宿老天，天下第一。山上却来了一波不速之客，为首的正是星宿老怪丁春秋。原来他曾经也是逍遥派的人，和苏星河是同门师兄弟。这一路过来，他先是收了一个身份神秘的尤坦之，随后又基于对方体内的冰蚕之毒，一心以为尤坦之所练的神功心法都源自于那只昆仑冰蚕，便专门去了一趟闽中寺，硬是威逼利诱，将慧净和尚收入了自己门下。这番来到擂鼓山对弈的各路高手中，当着众人的面咄咄逼人的不仅仅是星宿派的人，慕容复他们刚一露面，就和鸠摩智针锋相对的呛上了。只可惜段誉一心挂念着王语嫣，又难过于对方眼里心里只有他的慕容表哥，根本注意不到他的存在，否则看到鸠摩智对慕容复的张狂态度，难免会感到奇怪。之前段誉被强行带去姑苏慕容家的时候，明明听鸠摩智提到过，说是他和慕容复的父亲慕容博是故交，如今见到了故人之子，却不知为何竟换了一副面孔。面对鸠摩智的主动挑衅，慕容复表现的倒是不卑不亢，他自负其意世间无双，却没想到鸠摩智看上去狂妄，对弈时的路数却极为诡秘，几乎每一步都落在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两人一快一慢下了20余子，慕容复的脸色也越来越阴沉。随着白起一步步被逼入死局，他眼看着就要输了，不由得有些恼怒。你这不是瞎捣乱吗？你接着看。这个棋局本来就没有人可以解开，根本就是捉弄人的。我可不想浪费时间。不过慕容公子，你连我在边角的纠缠都摆脱不了，还想
逐鹿中原。这句话若是在旁人听来，或许只是鸠摩智的挑衅之语，但此时落到慕容复耳朵里，却如同一道晴天霹雳一般，激得他心头一震，满心只回答着鸠摩智的最后一句话。慕容复心神恍惚的抬眼望向棋盘，眼前的黑白棋子好像幻化成了两方军士。在座的人谁也没有想到慕容复会被鸠摩智的一句话扰乱心神，更没有想到他会突然发起狂来。身边的人大惊失色，好在段誉比其他人更早一步反应了过来，情急之下使出了六脉神剑。慕容复长剑脱手，这才从幻境中清醒了过来。直到这个时候，众人才终于见识到了这个真龙棋局的玄妙之处。其中最难的不是真龙棋局本身的解法，而是如何破解迷幻术的同时找出棋局中的破绽。谁人想，就在这个时候，虚空中竟传来一声大笑，言语间分明是冲着六脉神剑而来的。段誉原本还在奇怪对方为何能一眼认出自己的武功，结果另一个人得意洋洋的接口之后，他立刻反应了过来，这不是他那个捡来的便宜徒弟南海恶神月老三。如此说来，这次不请自来的人自然是以恶贯满盈段延庆为首的四大恶人了。段延庆这个人行踪不定，脾气更是喜怒无常，段誉在他手里吃过不少亏，但他的棋艺之高，此前在万劫古木屋外和黄梅僧对弈之时就可见一斑了。段延庆并没有理会一旁的段誉，而是径直走到了棋盘前，简单端详了一番后，便气定神闲地下了第一子。苏星河对这盘棋的一切变化都了然于胸，应对之时始终泰然自若。相反，段延庆的面色却愈发凝重起来，他每走一步都堪称高明，却还是逃不开对方的围追堵截。看来这盘棋局若是用正道来解，多半是解不开的。正也不是，邪也不是，太难了。是啊，一个人由正入邪容易，要想回头难呐。一是一失足成千古恨，要想回头那是不可能的。是啊，我身为大理国的皇子，今天沦落到这个地步。于段延庆而言，他平生最遗憾的就是自己残废之后，不得不抛弃段家的本门武功，修习旁门左道之术。这盘真龙棋局本就带有迷幻效果，对弈者稍不注意就会走火入魔。段延庆被丁春秋的一番话分了心，果然轻易被棋局的幻术影响，忍不住凄然自责。说话间，抬手就打算自尽。千钧一发之际，身后的南海恶神心下焦急，顺手抓起一旁的虚竹，朝着段延庆的方向扔了过去。丁春秋眼疾手快，打出一掌，将虚竹震出去老远。看来是铁了心想让段延庆当众自刎。谁知道虚竹勉强站起身来后，第一时间居然不是责怪南海恶神，不了棋局，我也不能看着他们走火入魔，丢掉性命。我去搅乱棋局。哎，你本来是一片死棋，非要让我把你杀干净不可吗？虚竹这样一来，在场之人无不惊愕，其一是诧异于虚竹不安起意，随便在棋盘上落了一子，虽说看上去是自投罗网，偏偏让黑棋吃了一大片白棋，却也算是入局的一条路。其二却是因为苏星河，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号称聪面先生的苏星河居然装了几十年的聋哑人。俗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方才段延庆被棋局所迷，其他人未必没有看出来，只不过个人有个人的私心罢了。三大恶人无力相助，丁春秋故意言语相激，分明是为了扰乱段延庆的心神，以此除去一个竞争对手。而在场的其余正派人士大多都唾弃于段延庆的恶人身份，若是他真的举剑自尽了，江湖上岂不是少了一个奸恶之徒？唯一一个不分身份地位，一心只想着救人一命胜到七级浮屠的，竟也只有虚竹一人。但不管怎么说，苏星河按照先师之命，虽然有些恼火，却还是默认了虚竹的加入。虚竹未免有些左右为难，他毕竟对下棋之法一窍不通，刚才横插一脚，只是不希望段延庆因此丧命。正当他举着棋子踌躇不定的时候，却听见耳边传来一声低语，叫他将白棋下在平位39路。但等到虚竹回过头来，却没有找到声音的来源。事已至此，他也来不及细想究竟是谁对自己传音入密。接下来的对弈中，那个声音始终没有消失过。虚竹也很快发现，
他每落下一子，周围人的神色就会多一分钦佩。此时此刻的虚主当然不会知道，在背后暗中指导他的人正是段元庆。方太虚主出于一片慈悲之心，胡乱下了一子，这才破解了棋局的幻术，换回了他的神智。段元庆传音入密，教导虚主，原本是为了让他能够全身而退，免得因为他救了自己一命，从而成为众矢之的。却没想到随着双方棋子的拼杀，棋盘上的局势居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虚主下的第一步棋看似笨拙，让对方吃掉了自己的数十颗白子，却也阴差阳错拨出了一条生路。古往今来，多少围棋高手都一时想的都是如何脱困求生，若非虚主歪打正着下了一步笨棋，只怕再过1000年，这个真龙棋局也无人能解。随着虚主最后一子落下，苏清河脸上的笑纹再也藏不住了。萧师傅真乃天才呀，可喜可贺。不敢，这个不是我。这个秘密不要说出来，你自己要小心。阿弥陀佛。虚主只觉得大惑不解，这位苏清河老先生费尽心力摆下了这个真龙棋局，却被一个不懂棋艺的人误打误撞的破解了，为何竟不感到失望，而是对他连连夸赞，言语间居然透露出了感激之情。苏清河随即带着虚主来到了一个洞口，山洞无门，顶上只有硕大的2个字逍遥。虚主按照那个声音的指示，打算用少林武功强行破门，下一刻却只觉得背后一股强劲的力量，身体不由自主的被推了进去。他进来之后才发现，屋内居然还有一个白须老者，自称是真龙棋局的创造者。虚主不由得大吃一惊，真龙棋局分明是苏清河的师傅逍遥派掌门乌鸦子布下的，可时隔多年，按理说乌鸦子早该归西了，怎么会活生生出现在这里呢？对方将虚主换到了自己身边，高度肯定了他的聪明才智，破解了自己最得意的真龙棋局，只是言语中似乎有些嫌弃他的样貌。虚主自小出家，平日里除了练武就是修行，对自己的皮囊并不在意，因此只是一笑而过，并没有放在心上。乌鸦子倒是欣赏他的性情，随即问起屋外都来了哪些高手，又提到了天龙寺的枯荣大师，还有和慕容复齐名的乔峰。听说他们2人均未出现后，便显得有些失落。虚主不是看不出来，乌鸦子前辈并不满意自己的资质，不过这也难怪，他生得丑陋不说，武功也是稀松平常。这次能够破解真龙棋局，也是因为有人暗中指点，并非他一人之功。不过乌鸦子似乎很快就想通了，相比起那些赫赫有名的江湖高手，面前这个乖巧又憨直的小和尚，有本事破解他的真龙棋局，未尝不是一种福缘。但虚主没有料到的是，乌鸦子嘴上说的是要送他一件礼物，下一刻却化去了他身上的少林武功，不由分说的将自己70年的功力全都传到了他的体内，自己却顷刻间仿佛老了几十岁。虚主此前已经稀里糊涂的按照逍遥派拜师的规矩给乌鸦子磕了头，如今又平白拥有了掌门的功力，事已至此，他就算再不情愿，只怕也不能再算作少林派弟子了。虚主心善且忠直，既然他一时间不愿意认祖改宗，乌鸦子也不打算勉强。他的内力尽数传到了虚竹身上，眼下已经到了弥留之际，临死前他只有一个心愿，就是让虚主帮自己杀一个人。乌鸦子告诉他，当年丁春秋败在自己门下，却突然发难，将自己打下山谷，险些丧命。幸亏大弟子苏辛河忠心耿耿救下了他，想尽办法让丁春秋以为他已经死了，这才苟延残喘到今日。只可惜苏辛河自知尚可，却被他引上了岔路，一心钻研琴棋书画之道。逍遥派的武功何其神妙，却找不到有资格继承的人。乌鸦子还交给虚竹一张图，让他尽快去自己藏匿武学秘籍的地方，找到图画上的那位女子，让他看在自己的面子上传授武功。等虚竹完全掌握了逍遥派的武功心法，对付丁春秋便易如反掌。今天就是我的死期啊！你还不肯叫我一声师父？师父，好徒弟，好徒弟。
另一边，丁春秋发觉段延庆的动作后，不由得勃然大怒，两人就此动起手来。然而段延庆刚刚走火入魔，功力大有影响，数招之后发觉自己占不了上风，便不再逞强动手。而苏星河笃定虚竹进去之后，一定会得师父乌鸦子的真传，心下烧安的同时，对于谋害师长的丁春秋愈发怒目横眉，当即便打算替师父清理门户。丁春秋用毒精妙，一身邪功更是令人忌惮。若非方才和段延庆一战中耗费了不少力气，再加上虚竹及时赶到，只怕局面会一发不可收拾。苏星河进屋后，先是挨到了一番恩师，随后瞥见虚竹手上的指环，心知乌鸦子临终之前将逍遥派掌门之位也一并托付给了这个小和尚，便二话不说俯身下拜，又是替乌鸦子前辈杀人，又是执掌逍遥派，还得去大理无量山找华山的女子请教武功。虚竹陡然肩负了这么多重任，难免有些惶恐。除此之外，他也实在想不明白，华山的女子从样貌来看，分明是慕容复的表妹王语嫣，为何苏星河却说这幅图是乌鸦子60年前亲手所画的？世间之人的容貌居然能相似到如此程度吗？虚竹只觉得脑子里一团乱麻，他原本打算跟着玄难大师下山，先回少林寺再说。谁知众人刚走到半路，玄难却突然脸色一变，挣扎了一会儿，竟断了气。虚竹吓了一跳，赶紧返回了雷谷山，本想向苏星河问明原委，却没想到前不久才送他们下山的苏星河，此刻却脸色煞白，瘫坐在椅子上。对于虚竹的去而复返，他似乎早有预料。他解释说，玄难大师之所以暴毙，其实是中了丁春秋的3效逍遥散。凡是失去内力者中了这种毒，3效之后就会顷刻毙命。苏星河的话尚未说完，嘴角却诡异的往上一挑，一共笑了3下，随即便没了气息。虚竹这才明白，原来在方才的交手中，苏星河也没能逃过丁春秋的毒手。苏星河骤然离世，薛神医等8名弟子无不哀痛。当年苏星河狠心将他们逐出师门，其实是为了防止丁春秋加害他们。如今师父已死，虚竹得乌鸦子青睐，继任了逍遥派掌门，他们没有任何异议，只希望虚竹能够答应让他们重归师门。如今真龙棋局已破，丁春秋战败而走，4大恶人和其他高手们便陆续告辞离开了。段誉心心念念着他的神仙姐姐，愣是找了各种借口跟在慕容复他们身后，嘴上说是仰慕姑苏慕容的风采，实际上却是为了向王语嫣献殷勤。王语嫣满心满眼只有他的表哥，根本顾不上搭理段誉。慕容复起初对段誉还算客气，婉言拒绝了多次后，终于有些厌烦了。段公子，路途遥远，我们就此别过。哦，慕容公子，路途遥远，我们结伴同行吧。段公子，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办呢。啊，没关系，慕容公子，我正好没有别的事情要办。段公子，我敬重你才叫你声段公子，请你自重一点。我们实在是不愿意跟你结伴同行，还是各走各的吧。哎，公子爷，你是大理的皇族，跟着他干什么呀？段公子，你再跟着我们，就别怪我下手无情。慕容复都把话说到了这个份上，段誉也没脸面再缠下去了。但相比起慕容复的斥责，王语嫣的眼神从始至终都没有在他身上多停留一刻，却让他更为沮丧。慕容复心下憋着一团火，竟然还没走出多远，却见一个身影匆匆赶了过来。细看之下，才发现那人是虚竹。慕容复不免有些惊骇，之前在雷谷山上，他着实没看出来这个小和尚的轻功居然精湛到了如此地步。其实虚竹此来是为了提醒他们小心丁春秋的毒计，却怎么也没想到他无意识的运足内力，从而显露出的绝妙轻功竟会引起慕容复的注意。虚竹心思单纯，哪里想得到慕容复对自己发难的真正原因。姑苏慕容家一向身负盛名，尤其是慕容复年纪轻轻便在江湖上享有赞誉，但这次来到雷谷山，他先是被棋局迷了心智，在众人面前出了丑，随后又见识了段誉的6脉神剑，已经隐隐生出了危机感。现下又亲眼得见虚竹的上乘轻功，心里自然会觉得不畅快。王语嫣看出他心事重重，便时常软言安慰，可慕容复还是和以前一样对他忽冷忽热的。至于段誉那边，他理了慕容复等人之后，便显得有些兴致索然，直到他听说八天使获知了姑苏慕容家的一个大秘密，才重新活了过来。八天使提到，他原本打算去祭拜慕容博的灵位，却被长家的阿碧姑娘拒绝了。他觉得有些蹊跷，便深夜偷偷溜了进去，这才发现那副棺椁里空空如也。也就是说，慕容博很有可能是假死，只是他想不明白，假设之前被污蔑在慕容复身上的几条人命都是慕容博所为的话，又是出于什么目的
他为何要陷害自己的儿子呢？另一边，虚竹追出了好远，始终没见到几位师伯的踪迹，便找了家饭馆歇脚，并要了2碗素面充饥。就在他大快朵颐的时候，一个眉清目秀的年轻公子却开口想要和他拼桌。虚竹顺便询问了自家师伯组的下落，却见那公子微微一笑，竟点了点头。4个和尚我倒没有见过，不过呢，1个和尚我倒是看见了。1个和尚在哪儿见的？好像就在这个店里见到的。这个店里。请问施主，他长得什么样子？多大年纪？他往哪里去了？他好像小眼睛、大鼻子、满脸的包，差不多20多岁吧。正在吃2碗素面，而且呀，还吃得津津有味的。虚竹这才听明白，对方是在故意调侃自己，却也没有生气。没过多久，年轻公子要的鸡汤面也端了上来。结果对方明知虚竹入了佛门，却故作慷慨的给他递了块鸡肉。虚竹素来不碰荤腥，吓得赶紧捂住了碗口。那年轻公子倒是没有继续坚持，而是神神秘秘的捏起了一只虫子，故意出声引起了虚竹的注意。和尚，你看这虫奇不奇怪呀？这虫怎么这么奇怪呀？有什么奇怪的？接着，你看这个甲虫，它有一个硬壳，而且还乌黑乌黑的，像涂了一层油。一般甲虫都是这样的。是吗？虚竹有些奇怪，却也没有疑心什么，解释了一句便继续进食。年轻公子竟然面容一肃，找借口支走了虚竹，索性在他的素面底下藏了一大堆鸡肉。直到对方实在憋不住大笑了起来，虚竹才后知后觉地发现自己被这个陌生人设计了，赶紧慌慌张张跑了出去。结果他前脚刚走，后脚就进来了一群装束怪异的人，为首的赫然就是星宿派的掌门人星宿老怪丁春秋。这个年轻公子正是阿紫，他本就是偷了神魔王鼎之后从星宿派逃出来的，眼下顿时吓得魂飞魄散，赶紧脚底抹油溜了出来，跑到后院到处寻找藏身之地，中途还撞上了在角落里忏悔罪孽的虚竹。结果东躲西藏了老半天，还是没能逃过丁春秋的眼睛。阿紫一向伶牙俐齿，心似火泛，他先是声称神魔王鼎不在自己手上，而是放在了辽国大王的后院里，这是为了保命，随即又开启了拍马屁模式，将丁春秋和整个星宿派从上到下夸了个遍。阿紫跟在丁春秋身边多年，深知他极爱听这些风声之语，但这一次丁春秋却没有上当。眼看他怒从心中起，打算就地废了阿紫的武功，还没等一旁的幽坦之按耐不住出手，饭馆中的另外一个人却不动声色的出手，化解了丁春秋的功力，又悠然朝着这边开了口。丁先生，你这么一大把年纪，怎么和小孩子一般见识？在外人面前清理门户，未免太杀风。星宿老怪丁春秋大闹擂鼓山，少林弟子虚竹阴差阳错之下破解了聪面先生苏星河布下的真龙棋局，从而得到了逍遥派掌门乌鸦子的青睐，一夕之间拥有了这位前辈的70年功力。丁春秋因此妒火中烧，接连毒害了苏星河与少林的玄丹大师。虚竹在下山途中偶遇了女扮男装溜出来玩的阿紫，被他狠狠戏弄了一番，还不小心被对方设计犯了婚戒。谁知星宿派的人居然紧接着找了过来，星宿老怪丁春秋甚至亲自露面，一方面是为了抓捕门派叛徒，一方面则是要回自己的神魔王鼎。丁春秋平生最喜欢的就是享用旁人对他的大肆吹捧，阿紫也正因为熟知这一点，为了保住自己的一条命，谄媚奉承之语更是张口就来。只不过这一次他的花言巧语显然不管用了，丁春秋本想就地废了阿紫的武功，再把他和神魔王鼎一并带回去，谁知中途杀出了一个程咬金，慕容复居然也在这里。江湖上都说北乔峰南慕容，这个年轻人的名声丁春秋不是没有听说过，但之前在擂鼓山上，他眼见这个慕容复被棋局所迷，幸而被段誉救下，才没能走火入魔。一想到这里，丁春秋心下难免起了比较之心。两人表面上仍旧气定神闲，却早已开始暗中斗法。
丁春秋自诩用毒手段精湛，使得最顺手的毒药就是他的逍遥三笑散，无影无形之间就能要人性命。但这一次，他显然低估了对方的本事。世人只知慕容复最擅长的就是以己之道还施彼身，仿佛天下各门各派的武功心法，他都无一不会，无一不精。但外人不知道的是，姑苏慕容家有一招精妙绝伦的本事，名叫斗转星移。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借力打力，利用敌人的独门功夫反噬其身。眼见对方谈笑之间，便轻松将自己的逍遥三笑散转移到了身边的星宿派弟子身上。丁春秋不由得大为惊愕。慕容复早就听说过对方的化功大法十分厉害，交手之时总是刻意和丁春秋保持距离。每当他恼羞成怒下重手之时，都会被慕容复的一招斗转星移神不知鬼不觉地反弹到其他弟子身上。这间茶馆毕竟空间有限，丁春秋和慕容复打得如火如荼，遭殃的却是店里的其他人。一旁的阿紫避无可避，在混战中被丁春秋撒出的剧毒伤了眼睛，顿时吓得六神无主。哪知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就被一个人不由分说的带走了。趁乱救出阿紫的人正是尤坦之，当时他被冰蚕吸足了血，幸亏有了一金晶的功法护体，才没有被冻成冰人。后来他目睹了丁春秋围攻丐帮中人，一不小心被对方发现了行踪，为求保命，只好加入了星宿派。若非这一次看见阿紫遇袭受伤，他只怕还鼓不起勇气离开。尤坦之不愿意让阿紫知道自己的身份，只好化名为庄巨显。阿紫倒是没有听出恩人的声音，他发现自己双目失明，尽情哭闹了一阵后，也渐渐冷静了下来，对这位和自己素昧平生却出手相救的庄大哥很是感激，却全然没有听出对方言语间的不自然。还说见面呢，我永远都见不着你了。没关系，见不着更好。为什么？我的相貌长得极其丑陋，只怕姑娘见到了，又该不高兴了。你又骗人了，天底下最稀奇古怪的人我见多了。哎，我有一个奴隶，我给他头上戴了个铁套子，永远都出不下来了，那才叫难看呢。哎，你要不要见见他？尤坦之此刻的心里有些五味杂陈，一方面欣喜于阿紫还挂念着自己，一方面看着阿紫提起自己时的神情语气，仿佛自己只是一个可以供人玩乐的物件，随时随地都可以顺手丢弃。又想起自己曾受过的那些苦难，不免心有余悸。好在阿紫并没有注意到他的异样，而是软言央求他将自己送回萧峰那里。尤坦之实在拗不过他，只好答应了下来。哪知道他们没走出多远，就迎面撞上了丐帮的人。尤坦之一眼便认出了为首的那人，正是前日被丁春秋所伤的全冠清，心下顿觉不妙。但事到如今，只怕是躲不过去了。尤坦之只好硬着头皮上前去，一边拼命打手势，希望众人不要说出自己的形貌特征，一边不住的行礼。但丐帮弟子之中，总有些人看不明白他的意思，只觉得面前这人顶着一张铁面具，打手势做哑谜的模样实在滑稽。结果还没等对方开口嘲笑，就被尤坦之一招毙命。全冠清起初还有些惊慌失措，以为自己时运不济，刚逃脱了丁春秋的魔掌，眼下又遇上了一个名叫庄巨贤的绝世高人。但紧接着他却发现，对方似乎并没有结仇的打算，而是不想让众人开口说话，尤其是言语间提及自己的铁面具。明明身手绝佳，却在连伤几人之后，重新上前恭恭敬敬地鞠了几躬。全冠清正发愁于丐帮几位长老的阻挠，得不到他心心念念的帮主之位。不过他武功不济，在人情世故上却颇为敏锐，很快察觉出旁边的这位瞎眼姑娘对此人意义重大，而今只要抓住了阿紫这一软肋，何愁对方不会听命于自己。一想到这里，全冠清立即喝退了丐帮的人，命令他们不许再多说一句。尤坦之随即避开众人，拉着他走出了好远，直到确认阿紫听不到他们的对话后，这才松了一口气。对于全冠清的善解人意，尤坦之自然表现得感激涕零。不仅如此，全冠清还专门命人打造了一副面具，替换了尤坦之脸上的铁面具。两人随后还一结金兰，以兄弟相称。庄兄弟武功高强，胆略过人，我觉得你很适合做这个丐帮的帮主。不行的，我不行的。哎，怎么不行啊？庄大哥，你人又好，武功又好，就你做帮主最合适的了。却说慕容复一行人离开了雷谷山后，和段誉同行了一段路程，但慕容复实在看不下去，对方的眼神总是迟迟落在表妹王语嫣身上，终于忍不住说了几句刺耳的话。
段誉也识趣的不再跟随，甚至他们回程途中，正巧遇到36洞72岛的掌事人齐聚在此开什么万仙大会，似乎在密谋着什么大事。其实说是什么岛主、洞主，不过是一帮旁门左道的乌合之众罢了。他们往往不隶属任何门派，武功参差，人品存疑，江湖人对他们向来不屑一顾。慕容复不愿掺和到这些是非中，原本打算和包不同他们绕远路回苏州，却没想到对方步步紧逼，对貌美的王语嫣更是出言不逊。慕容复自诩是儒侠君子，从不惹事，却也不怕事。眼下对方就差直接贴脸嘲讽了，他如何还能忍得下去？在下敬重各位是长辈，先礼后兵，将客气话说在前头。不要以为我慕容复就怕了你们。是以彼之道还是彼之道不足慕容吗？不敢。正是在下。慕容复本想息事宁人，退让一步也就罢了，怎奈为首那人竟不依不饶，即便他当众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对方的语气也不见半分敬畏，反而张狂的出言挑衅，全然没有把他放在眼里。慕容复焉能不动怒？一旁的王语嫣早已认出，为首那个形貌怪异的老者，正是来自川西碧林洞的桑土公。慕容复有心震慑这帮人，尽快结束这场混战，下手之时愈发狠厉起来。鲍不同和风不恶两人却不慎中了对方的毒。与此同时，对面的人眼见慕容复身手绝妙，双方再这样僵持下去，只会两败俱伤，索性一跃而起，将刀刃对准了被提前藏在树上的王语嫣，显然是打算利用他要挟慕容复。慕容复不由得一愣，他心知这些人心肠歹毒，说不定真的会对王语嫣下手，但他英明一世，何曾向别人低头服软过？你以为拿个女人来威胁我，会管用吗？谁知下一刻，一个身影从不远处急匆匆赶了过来，众人细睛一看，竟是此前被慕容复赶走的段誉。段誉的武功实在上不得台面，所学的无非是一个凌波微步以及段家绝学六脉神剑，但他的指法时灵时不灵，方才情急之余居然施展出了六脉神剑，背起王语嫣便不管不顾的突围冲了出去。王语嫣感激于段誉的舍命相救，但他实在放心不下被众人围攻的慕容复，连声求他背自己回去，段誉也只好点了头。王语嫣博览群书，对各门派的武功身法都了解颇深，有了他在旁指导，慕容复和段誉对战之际果然轻松了不少。好在这个时候，剑神主不凡及时赶到。这位卓先生一向喜欢独来独往，却因为剑法玄妙而闻名天下，有了他开口调停，众人不敢不给他这个面子。双方本就没什么深仇大恨，既然卓先生能够出面化解这场误会，慕容复等人也不打算继续纠缠下去。哪知他刚准备告辞离开，就被主不凡轻描淡写的一句话硬生生顿住了脚步。吴老大，36洞洞主、72岛岛主在此聚会，是为了那个天山童姥吗？此话一出，吴老大的脸色顿时变了，看来是被主不凡说中了。他话里话外的意思很明确，是希望慕容复留下来，帮他们对付那个所谓的天山童姥。慕容复实在有些好奇，这个缥缈峰灵鹫宫的主人天山童姥究竟有什么厉害之处？即便只是提到了他的名字，这些人的脸上也会不由自主地露出万分惊恐的神情。就连博学多知的王语嫣也不明白此人的来历。慕容复平生最在乎的就是自己的复国大业，本不想理会这些人和天山童姥的恩恩怨怨。谁人想吴老大等人被卓不凡点拨之后，纷纷声泪俱下的隶属着天山童姥对他们的压迫与折磨，言辞恳切的求他相助。眼见这些人目光烁烁，俨然把他当成了救命稻草，慕容复不由得心思一动。他今日闯入这个所谓的万仙大会，无意中得知这帮人打算对付天山童姥，这个秘密至关重要，他们只怕不会让自己轻易离开。更何况这些人中包括卓不凡在内，不乏绝顶高手。他若他应承了这件事，既可以打着正义之师的名号，又能得到这些高手的效忠，倒是他的复国大业何愁没有成功之日？一想到这里，慕容复也不再像刚才那样坚持。众人听出他的语气中尚有回旋的余地，悬着的心也总算放了下来。吴老大这才开始解释众人和天山童姥的渊源，原来他们早就被天山童姥下了生死符，看上去逍遥自在，实际上却不得不受天山童姥的约束。没有人见过这位灵鹫宫公主的真面目，只知道她御下手段十分毒辣，多年来对吴老大等人弃辱荼毒，一个不顺心便会施以重刑。奈何他武功实在深不可测，手下更是高手如云，众人对他只能敢怒不敢言。如今他们之所以有胆量召开这个万仙大会，是因为吴老大和其他几位岛主前日上缥缈峰送珍宝贡品，下山途中却发现西夏一品堂的高手九夷道人已然毙命，
身上还有2道剑伤。江湖上传言说，这个九夷道人也死于姑苏慕容之手。若非吴老大讲起这件事，众人只怕还会继续蒙在鼓里。还没等吴老大解释他为何认为这2处剑伤有蹊跷，王语嫣却率先明白了过来。我猜这九夷道人的2处剑伤，一处是在右腿的风石穴和浮兔穴之间，另一处必是在背心的悬殊穴，一剑斩断了脊椎骨。不知对不对？此话一出，吴老大不由得来了兴趣。王语嫣看上去没有什么武功根基，也声称自己从未去过缥缈峰，竟如同自己亲眼所见一般，对现场的情形一清二楚。如果要杀吴老大，该怎么动手啊？哎，王姑娘，你想怎么杀我，就大声说出来。段公子武功高强，吴某佩服。在下完全不会武功，全是靠王姑娘指点的。这下吴老大算是彻底心服口服了。他紧接着说道：“以天山童姥的身手对九夷道人下手，仅需1招足以致命，绝不会留下2道剑伤。但倘若杀九夷道人的另有其人，那只能说明缥缈峰灵鹫宫的主人此刻已经不是天山童姥了。”为了证明自己的猜想，吴老大当时鼓足了勇气，潜入灵鹫宫探查了一番，果然没有遭到任何阻拦。虽说只抓到了一个赤哑的女童，但他也由此确认缥缈峰上是真的出了大事。吴老大下山后，来的一路上一直没放弃对他严刑逼供，最终才终于确定这个哑女不懂任何武功，对缥缈峰的事儿也一无所知。吴老大对此未免有些失望，但紧接着他却洋洋自得地提出将这个小女孩战前记起，算是振奋众人的士气。段誉本就是君子心性，眼见众人对一个无辜的小姑娘居然如此残忍无情，心下实在不忍。但他的武功无法随心而动，而慕容复碍于自己对众人的承诺，虽然看上去也不太赞同吴老大的做法，却并不打算出面制止。谁知道就在这个时候，暗处突然闪出了一个人影，以迅雷之势突出重围，带走了女童。慕容复他们一眼就认出救走小女孩的人正是此前在雷鼓山见过一面，后来破解了真龙棋局的虚竹。原来虚竹被阿紫诓骗，不小心破了婚戒之后，便忙不迭地冲去了后院，念了好几个时辰的经文。结果等他回到茶馆的时候，那里早已人去楼空，阿紫也被幽檀之带走了。后来他一路往少林的方向赶去，却不想在半路上撞见了这一幕，出于不忍才救出了那个小姑娘。谁想到等虚竹带着小女孩到了一个还算安全的地方后，他才知道对方根本不是哑女。只是他不明白的是，这个小姑娘刚逃出升天，竟突然换了一副桀骜的神色，明明只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孩子模样，语气间却尽显老态，自称是什么姥姥，完全看不出在吴老大他们面前畏畏缩缩的样子。他更没有想到的是，当对方的眼神落到那只象征着逍遥派掌门权力的指环时，脸色却蓦然一变，眼底顿时蓄满了泪水，仿佛透过那只指环看到了哪位昔日的故人。虚竹百思不得其解，但还是老老实实的解释了这只指环的来源。对方知道无崖子传功给他之后，便魂归黄泉了，先是痛哭了一场，随后又听说他破解了真龙棋局，有些将信将疑。耳边传来喊杀之声，看来是吴老大他们追了上来。虚竹连忙将小姑娘重新背了起来，她的少林功力早已被化了个干净，虽然有无崖子的70年功力，但应该如何使用得当，她却总是不得要领。小姑娘此时似乎也冷静了下来，她嫌弃虚竹跑得太慢，便传授了几招修炼的心法。虚竹有样学样，在林间奔跑起来，果然轻松了不少。这一路上，小姑娘对虚竹的态度还是那么无理傲慢。虚竹出身佛门，为人谦逊善良，只当他被百年老鬼附了身，对他一直言听计从。至于女童对他的嫌弃和谩骂，他也不过是一笑置之。小女孩出言试探了好几次，才终于确认虚竹没有撒谎，无崖子是真的死了。但虚竹再三表明自己永生永世都是少林弟子，实在不愿意当什么逍遥派的掌门，还按照他的吩咐交出了掌门指环。连无崖子授意自己前往无量山找画中女子学习武功的事，也一五一十交代了出来。女童告诉他，每逢正午时分，若是自己喝不到鲜血的话，就会真气沸腾而死。但虚竹秉持着佛门规矩，死活不肯杀生，他身上实在提不起力气，也说不动这个执拗的和尚，只好暂且作罢。没想到这个时候，吴老大竟带人追了过来。女童眼珠一转，顿时想到了一个主意。你过来，我教你几手功夫，你去把他打倒。我？
不杀生，不算破戒吧？虚竹生性纯善，轻易便相信了女童的话，按照她的指点，运功提气，顺手捡起地上的一把松球，全神贯注地与吴老大等人交手，直到对面的人当场毙命，吴老大重伤不起，虚竹才知道自己被骗了。他自以为松球不会要人性命，却没想到他体内蕴含着乌鸦子的70年功力，只需轻轻一个点拨，就能发挥出巨大的威力。幸存下来的吴老大心有余悸，他一眼便认出虚竹使出的这招正是北冥神功，只是不明白面前这个女童为何懂得如此高深的武功。女童吸足了那人的鲜血后，不由得心情大好，似乎有意放过吴老大，还让虚竹给他服下了能够提升功力的灵鹫功灵药。这是八荒六合，唯我独尊功。你是谁？童老的弟子吗？我刚才给你服了几粒药丸？2粒。灵鹫功九转雄蛇丸神效无比，何必要用2粒？再说，你这猪狗不如的畜生，也配服我2粒灵丹吗？那另外1粒是？看看你的玉堂穴。女童所指的地方正是吴老大的生死符所在，他方才服下的那颗药名叫断筋伏骨丸，是灵鹫宫独有的毒药之一。天山童姥身材勇如女童，自然是长不大的。天山童姥，你是天山童姥？吴老大这才恍然大悟，难怪这小姑娘年纪轻轻，却懂得北冥神功的用法，难怪他能拿出九转雄蛇丸和断筋伏骨丸这种缥缈峰独有的丹药。他只恨自己被喜悦冲昏了头脑，明明之前亲耳听过天山童姥的声音，却并没有将那个压迫自己的大魔头和眼前的这个假装柔弱的小姑娘联系起来，结果阴差阳错之下，反而保住了天山童姥一命，如今还服下了毒药，不得不受制于他。天山童姥眼见虚竹为人忠厚老实，和那些贪婪自私却为了保命听命于自己的人不一样，再加上他的救命之恩，便故意指走了吴老大，然后说出了实情。他修炼的八荒六合唯我独尊功的确威力无穷，但这种功法存在一个致命的弊端，每隔30年，修炼者便会返老还童一次。返老还童期间，他会武功全失，每日必须喝足鲜血，才不至于筋脉爆裂而死。我6岁开始练这门功夫，36岁返老还童，花了30天；66岁返老还童，花了60天。我今年96岁，返老还童就得90天才能恢复功力。你今年96岁？我是乌鸦子的师姐。乌鸦子要是不死，今年93岁，我比他大3岁。天生童姥紧接着提到，吴老大他们去缥缈峰那天，有一个仇家算准了时间，上门找天人童姥算账。若非吴老大把他抓下山去，又被虚竹救了出来，他只怕也活不到今天。尽管虚竹答应了乌鸦子接任逍遥派掌门之位，但他始终认定自己是少林弟子，明明身体里拥有了旁人可望而不可得的70年功力，却不知道该如何使用，更不愿意主动学习。天山童姥眼见他态度坚决，索性另辟蹊径，和他做了一笔交易，只要虚竹愿意接受逍遥派的武功心法，他就不会惧于杀生。毕竟他每日所需的鲜血量尚不足以杀死一只生灵。虚竹不愿杀生，果然应承了下来。他不算天资聪颖，但胜在勤奋好学，为人木讷却不骄不躁。对于天山童姥的非打即骂的教育理念，也一直默默承受。倒是天山童姥平日里喜怒无常，习惯了对别人颐指气使，但在虚竹面前却有如硬拳头打在了软棉花上。哪知就在这一天，下一步出现在两人面前的却不是外出找路的吴老大，而是天山童姥之前提到的那个死对头，他的同门师妹李秋水。天山童姥此时的功力刚刚恢复到26岁的水平，他自知斗不过李秋水，只能让虚竹带自己离开。然而虚竹功力深厚，到现在还没有掌握到精髓，没多久就被李秋水追上了。天山童姥只好亮出了掌门指环，本意是为了扰乱李秋水的心神，看准破绽逃走。不料李秋水一看见掌门指环，竟顿时勃然大怒，不但出手重伤了童姥，还将指环抢了过去。经过这些天的相处，虚竹其实看得出来，天山童姥算不上什么好人。
但眼见李秋水穷追不舍，他不愿见死不救，硬是背着童老四处逃窜，最后抵不过李秋水的攻势，和天山童老一起掉下了悬崖。幸亏有虚竹拼死相护，两人从山坡上滚下来，被茂密的树丛拦腰拖了起来。虚竹倒是安然无恙，只是天山童老的伤势刻不容缓。他认定以李秋水的性格，很快就会大肆搜山，寻找自己的踪迹，但他尚有60天才能完全恢复功力。在此期间，他必须找到一个能够容纳他们2人，同时也不会被李秋水轻易发现的僻静之处。眼下离他们最近的就是西夏，但李秋水如今是西夏的王妃，他们若是去西夏，岂不是自投罗网吗？你解开乌鸦子真龙棋局，第一子下哪儿？第一子啊，第一子是小僧闭着眼睛瞎下的，自填一眼，将自己的棋子送吃了一大片。是啊，几十年来，不知道有多少聪明胜你100倍的人都解不开这个真龙。那是因为自寻死路的事，谁也不会去做。事已至此，童老索性打算赌一把，趁着李秋水搜山的空档，两人偷偷溜进了西夏皇城，找到了一处冰窖。这里存放的冰块都是皇室专供的，若非炎炎夏日，几乎没有人会进入这个冰窖。即便李秋水再如何聪明，一时半会儿只怕也想不到他们居然会躲在这里。这里地处偏僻，的确适合他们恢复功力，唯一不便的就是不像在荒郊野岭能够随时捉到羚羊小鹿。天然童老继续鲜血恢复功力，但这一次虚竹宁肯数日不进水米，也不同意眼睁睁看着他再次杀生。从前天山童老在缥缈峰的时候，无论是身边服侍的人，还是手底下做事的喽啰，无不对他毕恭毕敬，个个将他奉如神明。为了这个小和尚，他耐着性子劝了几次，眼见虚竹仍旧不肯松口，不禁暴跳如雷，干脆点住了虚竹的穴道，硬是将宫里仙鹤的血灌进了他的嘴里。荤腥都尝过了，还念什么经？小僧是被人逼迫的，不是自愿的，不算破戒。那依你的意思，我要是不逼你，你就不会破戒？绝不会。好，那咱们就赌一赌，我再也不逼你了。往后的几日里，虚竹果然遵守承诺，宁肯饿到发昏，也不愿主动破婚戒。天山童老有时发起怒来，不由分说的将桌上的酒肉塞进他的嘴里，才不至于让虚竹饿死在冰窖里。虚竹就这样浑浑噩噩的熬了1个多月，仍旧不肯就范。直到有一天，他昏昏沉沉的醒来，意外发现身边躺着一个赤身裸体的女子。他的少林功力早已被乌鸦子化去，多年修炼的定力一朝尽失，还被天山童老点住了穴道，一心只以为自己身在梦中，迷迷糊糊的和那姑娘恩爱了一场。等虚竹睁开眼睛，映入眼帘的却是天山童老的得意嘴脸。他这才恍然大悟，之前和那个姑娘的相遇根本不是什么美梦，而是童老故意将其掳到了这里，骗他主动破了淫戒。想明白了这一点后，虚竹难免有些自暴自弃。他本想自杀谢罪，却被天山童老救了回来，索性连婚戒也一起破了。久而久之，他对那个神秘的梦姑早已情根深重。天山童老自然也看出了他的心思，便利用梦姑的下落作为诱惑，提出让虚竹学习自己的天山六阳掌，等他的功力完全恢复之后，出去找李秋水算账，一旦落了下风，就可以让虚竹出手相助。然而天山童老显然低估了虚竹这个小和尚的慈悲心，他明明已经破了婚戒和淫戒，却仍旧不同意他向李秋水复仇。童老一向自傲，手底下的人大都畏惧他的手段狠厉，唯有这个虚竹竟敢3番5次违背他的命令。他大怒之余，在虚竹身上种下了生死符。这个生死符顾名思义，一旦发作起来，便会令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童老一共在虚竹身上种下了9道生死符。他先是给虚竹服下了一颗丹药，暂且压制住了生死符的毒性，随后又故意提到缥缈峰独有的生死符之所以被吴老大他们忌惮害怕，就是因为体内的每一道生死符都必须以不同的法门来化解，不然的话，轻则经脉逆转，重则当场毙命。虚竹已经遭受了一次生死符带来的折磨，为了解开体内的蛊毒，只能静下心来修炼功法。好在他日日苦练，居然在短短4天之内就掌握了9种法门，体内的生死符之毒自然也被化解了。不知不觉间，他们2人藏在这个冰窖里已经快3个月了。
再过一日，天山童姥的功力就会彻底恢复。时日就在这天晚上，李秋水终于还是回到了西夏皇宫。他不知道天山童姥躲在哪个房间，也不打算耗费精力寻找，而是算准了童姥修炼的关键时刻，故意使出了传音搜魂大法。此前虚竹就已经猜到天山童姥和李秋水两人对乌鸦子的情谊匪浅，李秋水可以提到乌鸦子和自己如何恩爱缠绵，分明就是为了扰乱童姥的心神，逼他主动现身。你宁死都不肯帮我对付那个贱人，何必要来关心我的安危呢？我虽然不愿帮姥姥害人，但是也绝对不允许别人加害姥姥呀。傻小子，好了，别干扰姥姥练功了。但没过多久，李秋水的话术就变了，言语间竟愈发旖旎起来，仿佛乌鸦子就在自己身边。更奇怪的是，童姥他明明知道李秋水是故意激将的，却还是被对方的三言两语乱了气息，竟破口大骂起来。不仅高声谎称乌鸦子交给虚竹的画像，画的其实是自己，还主动拖着伤腿往门口走去。虚竹突然反应了过来，只怕童姥是在故意激怒李秋水，把他引进冰窖。但童姥的神功还差一步才能恢复，为何却如此情急地暴露自己呢？还没等他想明白其中的缘由，童姥却慢悠悠地再度开了口。只不过这一次，他在李秋水面前却没有发怒，而是莫名其妙地提到了前段时间和虚竹缠绵床榻的那个梦姑，还把他形容成了一个风流倜傥的少年郎。虚竹想着童姥故意这么说，或许是别有深意，又担心他与李秋水交手时会有危险，忍不住站了出来。但他没有想到的是，其实童姥教授给他的那9种法门，根本就是他之前提到过的天山六阳掌。李秋水眼见虚竹能使出天山六阳掌，还身怀乌鸦子的70年功力，自然而然地相信了童姥所说的乌鸦子将他收为关门弟子的话，顾念着自己和师兄的绵绵情谊，语气也不自觉地柔和了不少。值此时机，天山童姥迅即出手，成功偷袭了李秋水。但就在他大喜过望的准备乘胜追击，置他于死地之时，却被虚竹拦了下来。童姥报仇心切，而李秋水一时不慎受了内伤，心下也早已燃起了怒火，哪里还听得进去虚竹的劝告？双方再次站到一处，彼此之间所使的都是搏命的招数。百招之后，天山童姥似乎开始力竭，逐渐落了下风，被李秋水一招打得连连后退。等虚竹赶到的时候，他竟已在怀中断了气。虽说这段时间以来，天山童姥对他不算友善，非打即骂就不说了，甚至威逼利诱的引他破了封门戒律，但他对自己传授武功的恩情，虚竹时刻都不敢忘记。如今童姥死在了李秋水手中，他心里除了悲痛，竟找不出一丝愤恨不平。对面的李秋水却不敢放松警惕，他特意点了火折子，发现天山童姥从一个女童的模样变得鹤发鸡皮，垂垂老矣，俨然一副风烛残年的模样，悬着的心这才勉强放了下来。他本想毁了童姥的尸体泄愤，却被虚竹拦了下来。两人纠缠之时，李秋水手里的火折子不慎飞了出来。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原本应该断气的天山童姥竟突然睁开了眼睛，冲着李秋水就是狠狠的一脚。随着双方打得愈发激烈，火折子遇上了保暖用的棉花，火势也渐渐大了起来。冰窖里的冰块见火则融，没多久便化成了冰水，慢慢从石阶上淌了下来，浸没了三人的半个身子。童姥和李秋水两人斗到最后，谁也没能分出最终的胜负，内力也早已耗尽了。幸而虚竹所练的天山六阳掌总算帮他冲破了体内的桎梏，同时和乌鸦子的深厚内功相互呼应，误打误撞下竟功力大成，赶紧抓住了两人的衣袖，将他们从冰窖里带了出来。可即便只剩下了赤手空拳，天山童姥和李秋水两人却依旧对彼此恨之入骨。要不是虚竹好言相劝，他们只怕连扯头发撕衣裳都做得出来。虚竹实在放心不下他们，只好暂且留了下来。李秋水屏气运功的时候，正好瞥见虚竹手里的那幅画像，再联想起天山童姥的那番炫耀之语，不免有些好奇。哪知这个时候，一旁的天山童姥却突然冷哼一声，制止了虚竹的动作。李秋水倒是并不失望，不过天山童姥的这个反应倒是印证了他的想法，那幅画像里的人多半不是童姥，两个女人就是画像一事，再次不甘示弱地斗起嘴来。随后天山童姥似乎想到了什么，让虚竹放出灵鹫宫的示警烟火，谁知下一刻李秋水却突然神情一变，无声无息地倒了下去，分明已经没了气息。她们两姐妹斗了几十年，最想看到的就是亲眼看到对方死在自己面前。如今童姥总算等到了梦寐以求的一刻，怎能不欣喜若狂？恰逢此时，缥缈峰的弟子们也匆忙赶了过来，
天山童姥便承认最后一口气，拿回了被李秋水抢走的掌门指环，开始向手下的人交代后事。你是逍遥派的掌门人，我又已将生死符、天山六阳掌、天山折眉手的功夫都教了你。从今天起，你就是缥缈峰灵鹫宫的公主，缥缈峰9天9步的奴婢，生死都由你。姥姥，这万万不可，万万不可！姥姥，什么万万不可？还不快向新主人叩头！叩见新主。虚竹原本就不打算接下逍遥派掌门的重担，结果现在又阴差阳错的成为了灵鹫宫的新公主。她本想开口拒绝，却被天山童姥抢白了一句：你不想见那个梦姑了吗？啊，你想见她，就得答应我做灵鹫宫的主人。好，来，去把那幅画拿给我，让我撕烂了。我了无牵挂，就会指点你去见梦姑。姥姥，你看。但不知道为什么，天山童姥仔细端详着这幅画，神情从一开始的失落变得无比震惊，竟指着画像上的美人大笑了半晌。不是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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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他。姥姥，姥姥，姥姥，尊主，姥姥，师姐，终究还是你先死一步啊！到底还是我胜了啊！原来就在刚刚，李秋水是在效仿童姥的手段，故意在他面前假死。若非如此，童姥又怎么会放下戒心，将灵鹫宫的一切托付给虚主，随后坦然赴死呢？痛恨了几十年的宿敌已死，李秋水周身的戾气已经消散了大半。若是换作前天晚上，若是童姥死在他前面，李秋水必定会喜不自胜。但他现在唯一关心的，却是气死了童姥的那幅画像上究竟画的是谁？是他？怎么会是他？怎么一个说不是他，一个说是他？这画上的女子到底是谁呀？等李秋水笑够了，才说出了实情。画像上的这个人看上去和他有9分相似，却多了嘴角边的酒窝和眼睛边上的一颗痣。也就是说，这画像上的人既不是天山童姥，也不是他李秋水，而是他的小妹。当年天山童姥第一次看见这幅画时，就自然而然地怀疑画上的美人就是李秋水，根本没有联想到他的小妹。只是他们两人斗了这么多年不死不休，却怎么也没料到他们所爱的师兄乌鸦子心里藏着的却是另一个女子。李秋水还提到，当初他和乌鸦子生过一个女儿，后来嫁去了苏州王家，也就是王语嫣的母亲。只可惜他们母女2人到现在都没有再见过面。师姐，我们俩都是可怜虫，都被那个乌鸦子给骗了，被他骗了。天山童姥和李秋水2人本是同门姐妹，却因为同时爱慕着师兄乌鸦子，不死不休缠斗了几十年，恨不得将对方杀之而后快。最后才知道乌鸦子心里装着的其实是李秋水的小妹。天山童姥临死之前，将灵鹫宫公主之位托付给了少林的小和尚虚竹，
如今他在机缘巧合之下，不但拥有了乌鸦子的70年功力以及逍遥派的掌门指环，还学会了天神童姥所教授的武功，就连灵鹫宫上下弟子都忠心耿耿，视他为主。虚竹替童姥和李秋水哀悼了一番后，决定将两人带回灵鹫宫一并安葬。回程路上却听说36洞72岛的那帮乌合之众此刻已经攻上了缥缈峰，正在向灵鹫宫里留守的弟子拷问生死符解药的下落以及天山童姥的藏宝之处，甚至还洋洋得意地准备对他们动用酷刑。为首之人正是之前趁乱逃走的吴老大。段誉实在看不下去这帮人的残忍行径，忍不住开口劝阻，只可惜他毕竟只是跟着慕容复他们上门的，在场之人根本没有把他放在眼里。而众人之中最有威信的慕容复却始终一言不发。他之所以同意随众人上门，原本就是为了他的复国大业广纳人才。眼下吴老大口口声声说天神童姥一死，他们身上的生死符只怕无人能解，难免有些失望。与此同时，不知从什么地方居然织出几颗松球来，正中吴老大等人的肚子。童姥，我们是童姥回来了！暗中出手相助的人正是虚竹，也难怪吴老大如此惊骇。当日他眼见童姥被李秋水重伤，以为童姥必定逃不过那个女人的追杀，回来之后才敢信誓旦旦认定童姥已死。但虚竹制出松球的手法是天然童姥亲手所教，吴老大在童姥身边伺候了这么长时间，怎么可能认不出来？吴老大如此反应，在场之人也纷纷慌乱失措了起来。慕容复身边的包不同和风波恶正愁没机会和传说中的灵鹫宫主人交手，匆匆循声追了出去。趁众人六神无主之时，虚竹赶紧上前解开了灵鹫宫弟子们的穴道。吴老大倒是眼尖，很快认出了他正是天山童姥身边的那个小和尚。一想到童姥的毒辣手段以及他对这个小和尚的器重，心下不由得愈发惶恐不安。虚竹是为了化解这场恩怨才现身出来的，根本没打算和众人动手。即便被吴老大扣住了脉门，也只是耐心地解释了自己此来的目的以及天山童姥确实已死的事实。而这个时候，众人心情却有些五味杂陈。欣喜的是天山童姥真的已经死了，忧心的却是找不到生死符的解药，自己只怕也命不久矣。不过他们通过两人的对话，也大概猜到了小和尚与天山童姥的关系匪浅。为首的云道主更是按捺不住，为了找到解药续命，硬是当众逼退了吴老大。随后在虚竹怀里一阵摸索，找到的却只有一幅画作，上面那位窈窕婀娜的大美人赫然是汪语嫣的模样。这下误会真的大了，众人不知这幅画像的来历，便自然而然地认定虚竹对汪语嫣情根深重。剑神卓不凡还洋洋得意地表示，只要虚竹说出童姥临死前的遗言，他不仅可以将自己的剑法倾囊相授，还会亲自主持虚竹和汪语嫣的婚礼。为了向虚竹表诚意，卓不凡甚至不顾脸面，说话间就要对汪语嫣用强。慕容复本就存了将这些人收为己用的心思，而今的局面却有些始料未及。结果只犹豫了片刻，卓不凡的剑刃就已经近在咫尺。一旁的段誉不由得大惊，想也不想地挡在了他身前。这一路上，段誉很少显山露水，只知道一味跟在汪语嫣身后。卓不凡原以为自己当众杀了段誉，也算是给虚竹除去了一个情敌，却没想到被对方眼疾手快拦了下来。段公子，你怎么样了？段公子，我希望你和慕容公子百年齐眉，白头偕老。卓先生，不好意思啊，这位段公子是好人，你不可以伤他的性命。小公子，母亲，小公子。你的伤是皮外伤，2、3天就好了。段誉方才被卓不凡的剑气所伤，以为自己必死无疑。不过能看到意中人为自己而流的眼泪，他心里也只剩下了欢喜，哪里还顾得上自己的伤势。卓不凡被当众下了面子，恼羞成怒地对虚竹出了剑，原本是为了让他吃点苦头。但如今的虚竹早就不是那个武功平民的小和尚了，他身怀乌鸦子的70年功力以及天山童姥亲手传授的北冥神功，自然不是一个区区的卓不凡能够匹敌的。卓不凡没过几招便落败，可见虚竹的武功之高，在场之人不由得大惊失色。虚竹却不免有些无奈，他们被天山童姥的生死符折磨了这么久，现在对他百般示好，无非是为了保住一条小命，但他的确不知道解药的下落。至于童姥临死前的遗言，跟他们更是八竿子都打不着。与此同时，灵鹫宫的所有机关被童姥身边最得力的梅竹二剑暗中开启，众人逃离的后路早已被封死。此前追出门去的包不同和风波恶两人
也被其余的灵鹫宫弟子一路追杀。就在这个时候，大厅里突然传出一阵惊呼，看来是有人身上的生死符开始发作了。众人不由得大为惊骇，虚竹却第一时间反应了过来，当即使出同老教授的天山六阳掌，按照之前的经验提供运气，没过多久便化去了对方的生死符。眼见那人的脸色从死人般的惨白慢慢恢复了过来，众人登时大喜过望，纷纷对虚竹俯身下拜，求他替自己化解生死符。虚竹没见过这种场面，一时间有些手足无措，而旁边的竹剑姑娘还没忘记这些人是如何欺辱宫中姐妹的，恨不得他们全都毒性发作，当场断气。倒是段誉很快想到了一个好办法，现在小弟要向仁兄讨个差事，就由小弟来责罚他们一番，如何？好啊，段公子，你是读书人，懂得道理多，你肯出面料理，小僧感激不尽。好，众位所犯过错实在太大了，在下定的罚则一定不轻。第一，大家必须在童老灵前恭恭敬敬磕8个响头，忏悔前非。磕头之时，倘若心中咒骂童老者，罪加1等。这条办得好，800个都行啊。第二，大家必须在君天部诸位死难姐姐的灵前磕头，默念忏悔，还得在身上披块麻布，无丧致哀。我们一定照办。第三，大家必须永远臣服于灵鹫宫，不得再生异心。虚竹先生说什么，大家便得听从号令。不但对虚竹先生要恭敬，对灵鹫宫的姐姐妹妹们也要客客气气，化敌为友，不得再动刀动枪。倘若有哪位不服的，不妨上来和虚竹先生比划比划，看是你厉害，还是他高明。段誉这番话一出口，众人反而松了一口气，只要能化解体内的生死符之毒，在坟前磕头算什么难事？更何况现在灵鹫宫的主人是虚竹，他为人忠厚老实，对任何人都谦和有礼，在他手下做事至少不会有性命之忧。为首的吴老大最为机灵，赶紧急切地向虚竹保证，他们往后绝不会再滥杀无辜，见到少林中人也会礼让3分。眼见虚竹露面之后，场上的情况顿时逆转，他原本就是为了笼络这些江湖高手才答应来到缥缈峰，如今虚竹大显身手，替众人解了生死符的剧毒，吴老大等人感激涕零还来不及，自然不会再考虑投入他帐下做事。如此一来，此前的谋划怕是无望了。慕容复自觉没趣，也不便开口多说什么。恰逢这个时候，梅竹二剑打开了灵鹫宫的各处机关，他很快找到了被围攻的包不同和风波恶，向外面的灵鹫宫弟子说明了情况，随后便客客气气的准备告辞离开。虚竹见状，连忙竭力挽留，结果他这一开口，却让包不同顿时发起怒来，认定他留下众人款待是假，想要多看几眼王语嫣才是真。虚竹只觉得莫名其妙，他和这位慕容公子交情不多，从擂鼓山到现在也没见过几回面，对他身边的王语嫣更是没什么印象，开口挽留只是为了消解误会罢了，实在不理解对方为什么会因为一幅画像就断言他喜欢王语嫣。但不管怎么说，对方都已经把话说到了这个份上，虚竹自然不敢再出言挽留，而段誉这一次也没有再死缠烂打的跟上去。兄台，你我是同病相怜呢。段誉发出的这声叹息，分明和慕容复他们一样，误以为虚竹对王语嫣暗生情意，而虚竹此刻想到的，却是在西夏皇宫的冰室中和自己共度春宵的梦姑。他们同样都是爱而不得的可怜人，自然算得上同病相怜。虚竹以为段誉猜出了自己的心思，又想起他对王语嫣的知情程度，和自己相比，只怕有过之而无不及，胆子便也大了起来。这一夜，两人把酒言欢，明明心里想的不是一个人，倒是聊得十分投气。酒至半酣之时，他们只觉得和对方相见恨晚，当即便结拜为兄弟。兄台，今年多少岁呀？说来惭愧，虚度24啊！那你比我大3岁，请受小弟一拜。我也拜。
第二天酒醒，段誉已经启程回大理了。灵鹫宫的部众们早已认他为主，对他自然侍奉殷勤，不敢有所怠慢。虚主自小在少林寺长大，一向恪守男女授受不亲的规矩。此前要不是天山童姥故意设计，他也不会一不小心破了淫戒。现在被梅竹二剑他们前呼后拥，着实有些不太习惯。然而这些女孩子们从前见惯了天山童姥的喜怒无常，虚主对他们越谦和，他们反而更加惧怕。他结结巴巴解释了半天，也没能让他们相信自己有最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只好任由姑娘们服侍。天山童姥在吴老大等人身上所中的生死符不尽相同，虚主一一替他们解读，也颇费了一番功夫。闲暇之时，梅竹二剑带着虚主去了灵鹫宫的地下密室，里面石壁上刻着的壁画正是北冥神功。之前在天山童姥身边，虚主只学会了他教授的心法奥秘，却没有学过这些武功招数，眼下正好补齐。但这段时日里，虚主一直心事重重，他自小就是孤儿，承蒙少林寺的师父师伯们的养育之恩，才有了今日。倘若如今得了高位，从此便不再回少林，未免也太忘恩负义了。虚主思虑再三，最终还是决定回少林寺领罪。当日便重新给自己剃了度。灵鹫宫部众拗不过他的意思，只得顺从。临走前，虚主还特意叮嘱了梅竹二剑，不许他们根据少林寺侍奉。虚主一路赶回了少林寺，向师傅他们坦言了自己犯的清规，被罚去菜园挑粪劈柴，做种种粗活。管菜园的僧人名叫元根，平日里最喜欢拿着鸡毛当令箭。一听说虚主是因为破了戒律才被罚到这里做苦力，饶有兴致的连连追问。不过话说回来，虚主在少林寺里向来是最谨慎老实的，谁也没有想到他这次下山佛门八戒倒是破了不少，不但沾了荤腥和酒色，还犯了最严重的杀戒。元根听说过虚主杀过人，不免有些忌惮，直到他提到自己所学的少林武功已经全部被废了，对方才放下心来。元根一想到虚竹这个小和尚年纪轻轻居然吃过荤腥，还破了淫戒，顿时怒火中烧。他倒是多长了一个心眼儿，先是好言好语的给虚竹戴上了铁铐脚镣，确认对方没有还手之力后，才露出了自己的獠牙。往后的日子里对他非打即骂，动不动就拿他撒气。虚竹一心想要赎罪，认为元根对他越凶狠，身上背负的罪孽就越容易消解，始终表现得逆来顺受。谁知如此一来，元根确定他毫无还手之力，愈发嚣张跋扈起来。但虚主没有想到的是，这天元根从寺外回来，对他的态度发生了180度大转变。从前那副拿着鸡毛当令箭的小人嘴脸荡然无存，对他格外阿谀逢迎。虚主见他一副鼻青脸肿的狼狈模样，言语间似乎对他很是惧怕，急忙追问了下去。但不管他怎么说，对方都如同惊弓之鸟，怎么也不肯说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话说尤坦之和阿紫两人在全冠清的安排下回到了丐帮，全冠清有心利用尤坦之的好身手得到丐帮帮主之位，于是在丐帮之中设下了擂台，让所有不服之人上台挑战。以尤坦之的身手，就连几位长老都不是对手，何况是其他人。全冠清还多留了一个心眼儿，之前被阿朱假扮的乔峰救出来之后，便暗中将打狗棒找了回来，一直保留到了今天。有了这根代表帮主大权的打狗棒，再加上尤坦之的本事，丐帮帮主之位自然非他莫属。全冠清武功不算上乘，却能够看透人心。他知道尤坦之这个人本事有余，却没什么远虑，平生最渴望的除了替父母报仇，亲手杀了仇人乔峰之外，唯一装在心里的就是阿紫姑娘了。而对于尤坦之来说，这位新任的大哥全冠清又是帮他在阿紫面前隐瞒身份，又是助他坐上丐帮帮主之位，他感恩戴德还来不及，对全冠清的话哪有不从之理。就连对方提到的征选武林盟主，他也一口答应了下来。却说慕容复那边，几人下了山之后，慕容复仍旧怒火难消。他跟着吴老大等人上缥缈峰，本就是为了替他们助威的，却没想到中途杀出了一个虚主，打乱了他的全盘计划。最可恨的是段誉那小子，装疯卖傻，处处使我难堪，这恨不得杀了他。表哥，你错怪段公子了，他这人虽然有点傻头傻脑的，但人还是不错的，他绝对不会故意给你难堪的。私下里他总是跟我夸赞你。谁让他来夸赞我？表妹，你对段誉的印象不错嘛，还说私下里，你们两个私下里常在一起吗？难怪你们刚才告别的时候依依不舍的样子。表哥，你冤枉我。这一路上，慕容复都在和王语嫣怄气，直到他们在回程路上发现几个断气的丐帮弟子，其中一人自称于大友，
提到袭击他们的人是丐帮的庄巨显，还撑着最后一口气，拜托他们把一份黄卷交到丐帮的吴长老手上。几人回到歇脚的客栈后，才知道卷纸上所写的是一份公告，说是西夏公主即将招选驸马，无论哪国人士何等身份，都可以去西夏都城参选驸马。如今西夏王年事已高，如此着急给女儿招驸马，无非是为了托付江山。慕容复想到这里，不由得心念一动，他此生最大的心愿就是复国。倘若他做了西夏驸马，相当于将西夏江山揽入怀中，于他的复国大业来说，有百利而无一害。只是如此一来，慕容复该如何向王语嫣交代，却成为了一个棘手的难题。那天晚上，他特意向王语嫣赔罪，说尽了甜言蜜语，话语间都是在劝他先回姑苏。别的不要多说了，表妹，明天无论如何，我要送你回姑苏。你跟着我太不安全了。你听我说，表妹，不要难过。你放心，等我复兴大燕，做上皇帝，我一定让你成为皇后，一定啊！我才不想当皇后呢，表哥，我只想时时刻刻的看到你，我就满足了。可惜，好吧，我听你的话，明天回姑苏。结果到了第二天，还没等王语嫣启程回去，却迎面看见了段誉。一听说他们准备送王语嫣回姑苏，王不迭地表示自己也要去。若是换作从前，慕容复怎么看这小子都来气，更不可能让他和王语嫣有相处的机会。只是眼下他心里只装着西夏公主招婿这一件事，反倒不那么排斥段誉了，便允许他一路同行。行至半路，他们无意中打听到了一件事，说是丐帮那位新上任的帮主居然广发英雄帖，召集天下江湖高手，似乎有意挑战少林寺。恰巧慕容复打算去丐帮将西夏国招驸马一事据实相告，既然如今丐帮和众多江湖人士都齐聚少林寺，他也乐得赶过去看热闹，说不定还能借此机会笼络高手为己所用。与此同时，少林寺那边迎来了一个不速之客，正是吐蕃国师大轮明王鸠摩智。此人曾经只身一人大闹过大理的天龙寺，如今口口声声说是来领教中原佛法，紧接着却不怀好意地提到少林寺引以为傲的72绝技，天底下至今只有他一个人能做到样样精通。玄思大师等人只觉得不可思议，少林72绝技各有侧重，纵使天资聪颖之人毕生苦修一门，也未必能完全精通，更不用说其中的般若掌、大力金刚拳和摩诃指从不外传，对方又是从哪里学会的呢？大金刚拳，好厉害！哎呀，帮助我。三入地狱，这是摩诃指的招数。鸠摩智一出手，众僧不由得大吃一惊，光是一招大力金刚拳就足以窥见他的功力何等深厚，即便是玄慈方丈和身边的几位高僧也不能不叹服，看来这次是来者不善，少林只怕免不了一场浩劫了。鸠摩智冷眼瞧着自己出招之后，周围霎时间变得寂静无声，就知道自己的本事震慑住了在场的人，就连神安拈花指奥义的玄气大师都在自己面前败下阵来，便愈发得意了起来。哪知就在这时，人群中闪出了一个身影，迅速替受了重伤的玄机大师疗伤。来人正是虚竹。鸠摩智还没有忘记这个小和尚当初在擂鼓山上是如何误打误撞解开了真龙气局的。虽说当时在山上他看出虚竹资质愚钝，武功不高，但眼看着对方挺身出来，也不得不提起了戒备。但鸠摩智不知道的是，而今的虚竹早已今非昔比，他身怀无崖子的70年功力，又得到了天山童姥的亲自指导，实力不容小觑。在方才的一战中，他虽然没有学过金刚拳的拳法，却清清楚楚地认出
对方所用的内功分明是逍遥派的小无相功。鸠摩智自称精通少林的72绝技，其实不过是利用小无相功在众人面前施展了一个完美的障眼法罢了。虚竹身上的小无相功源自乌鸦子，后来在灵鹫宫地下密室的石壁上修习了北冥神功，对内力和体内小无相功的掌控运用起来自然更加得心应手。虚竹远是少林第3代弟子，按理说是没资格出现在这里的，他选择挺身而出，只是不忿于少林寺无端被辱。但他与鸠摩智对战的那几招，招数精奇，功力雄厚，倒是让玄慈方丈找到了一线希望，便允许了虚竹的越俎代庖。这些年来，虚竹所学的少林武功不多，来来回回就记得那几套招式。之前在雷谷山上，虚竹身上本就不多的少林功力早就被乌鸦子化去了，现在他也只能依照自己的记忆出招。这小无相功是李秋水的绝技，这种武功威力无穷，只要内力足够深厚，就可以模仿对手的绝学，再加上虚竹有北冥神功护体，两人交手直至100招，鸠摩智那边居然渐渐落了下风。鸠摩智眼见自己败势已现，自觉脸上无光，居然连暗器偷袭这种下作招数都使了出来，趁虚竹躲避之时乘势反击。与此同时，暗处也跃起了2个身影，直冲着鸠摩智杀来。虚竹率先认出了2人的身份，赶紧出言阻止，只可惜还是晚了一步。少林寺以多打少也就算了，怎么还藏有女色？百年圣域，原来如此！今天我可是领教了。来人正是梅竹二剑，他们终究还是放心不下，便乔装改扮住在少林寺。此前元根态度的突然转变，也是他们2位所为。但无论鸠摩智如何转移话题，今日一战他败局已定。他毕竟是有身份的人，便不再过多纠缠。事已至此，虚竹的身份也瞒不住了。按照少林寺的规矩，他犯了4大戒律，必须被当众责打100棍，然后出寺还俗，再也不能自称是佛门弟子。然而少林寺的麻烦到这里还没有结束，各路英雄正在不断赶往少林寺，说是丐帮的新帮主庄聚贤刚一上任就对少林虎视眈眈，居然向大家发了英雄帖，声称自己要成为武林盟主。不单单是中原的高手，就连大理真丹王段正淳也到了。而这种天大的热闹，鸠摩智当然也不会错过。犬子段誉不才，国师把他带到中原来，一路上多有教诲，段某还没有向国师道谢。段公子，可惜了，可惜了。国师什么意思？哼，段公子来到中原后，认识了一位姑娘，从此以后便追随于16群边，什么雄心壮志都没了。那位姑娘到东，他便随到东；那位姑娘到西，他就跟到西，变成了一个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轻薄子弟。这个难道不可惜吗？这不孝之子，并非不孝，孝得很，孝得紧。有其父，必有其子嘛。谁知鸠摩智话音未落，段誉就步履匆匆赶了过来，和段正淳会合了。鸠摩智认定他出现的地方，慕容复和王语嫣也一定会在，但接下他话茬的人却是4大恶人中的段延庆。原来慕容复他们赶来少林寺的路上，撞见了星宿老怪丁春秋。此刻2人正在山下打得如火如荼，始终没能分出胜负。心狠手辣、擅长用毒的丁春秋和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姑苏慕容交手，几乎算得上是旷世一战了。既然那位丐帮新帮主庄聚贤到现在都没有出现，大家看热闹的场地自然从少林寺转到了少室山。少林派的人也很快赶了过来，凡是中原的武林高手无不对星宿派的龌龊手段嗤之以鼻。如今丁春秋居然带着手下的那帮谄媚之徒大摇大摆的来到少林寺捣乱，少林的人如何能忍得下去？没想到下一刻却见不远处尘土飞扬，迎面赶来的是丐帮的人，为首的正是阿紫和尤坦之。阿紫对丁春秋恨之入骨，仗着身边有一个武功高强又对他言听计从的尤坦之，自然有恃无恐。丁春秋一时间并没有认出面前这位丐帮帮主庄聚贤其实是曾经投入自己门下的尤坦之。但紧接着随着2人开始交手，丁春秋就察觉出了不对劲儿。丐帮声称是江湖第一大帮，一向以仁义为先，这位新帮主身手虽好，使出的却是他们星宿派的旁门独功，岂不是当众打了丐帮的脸面吗？丁春秋眼见自己一时之间占不了上风，索性用身边的弟子做挡箭牌，成功吸引了尤坦之的注意，随后趁此机会飞身上前，迅速扣住了阿紫的命门，现下丁春秋有人质在手，
尤坦之对阿紫痴心一片，为了保住他的性命，哪里还顾得上什么丐帮颜面，竟当众向丁老怪下跪拜师，求他放过阿紫。丐帮中人无不惊骇，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自家帮主居然会在众多英雄面前向人人痛骂的星宿老怪视若服软。而丁春秋交给尤坦之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替自己杀了少林的玄慈方丈。丐帮此次广发帖子，气势汹汹前来少林挑衅，现在居然听从丁春秋的命令，使出的招式也不是正派武功，更不是丐帮的降龙十八掌，而是星宿派的邪门功夫。玄慈方丈不免有些失望。就在这个时候，因为阿紫的失踪而心急如焚寻找了多日的萧峰，听说阿紫和丐帮新帮主在一起，生怕丐帮的人对自己恨无及无，对阿紫下毒手，连忙马不停蹄赶了过来。星宿神功比那降龙十八掌要强得多，你就用星宿神功给我把那老秃驴杀了。谁说星宿邪功能够胜过降龙十八掌？将会上恶人！却见萧峰方才听见星宿老怪侮辱丐帮的降龙十八掌，比不上星宿派的旁门左道，又看见阿紫落在对方手中，顿时勃然大怒，冲着丁春秋劈手便是一招降龙十八掌。北乔峰南慕容的盛名，丁春秋来中原之前不是没听说过。和慕容复的2次交手中，他虽未完全占得上风，却也不觉得有多厉害。直到现在对上了萧峰，他才知道江湖传言并非夸大其词。萧峰救下了阿紫后，正巧段正淳和阮星竹也赶了过来，他便将阿紫交给了对方照顾。此次接到帖子来少林的江湖高手，有不少人的同门或亲人死在当日的聚贤庄一战，对他自然恨入骨髓。倒是段誉许久没见萧峰了，此时也顾不上周围强烈的杀意，赶紧上前来和自家大哥寒暄问候。萧峰的名声本就已经威震天下，方才他一出手就震慑了全场，人群中的风波恶和包不头也不由得起了敬佩之意。王语嫣也趁此机会劝说慕容复，希望他能够助萧峰一臂之力。北萧峰南慕容2位英雄豪杰共同对战西域邪魔丁春秋，传出去未尝不是一桩佳话。只可惜王语嫣的话，慕容复却一个字都听不进去。他始终心系复兴大燕，为此已经做了多年的准备，实在不愿意为了一个萧峰而得罪其他英雄。为了收揽人心，慕容复甚至当着众人的面站在了萧峰的对立面，摆明了是打算和萧峰一战。眼下萧峰的处境并不乐观，慕容复当众宣战，尤坦之正欲向他讨回尤氏一家枉死的深仇，而丁春秋也因为自己丢了颜面，早就憋了一肚子的火。萧峰赶来救阿紫，只是生怕丐帮对他下手，却没料到少室山上居然聚集了这么多仇敌。天师弟子戒备，萧峰这恶徒害死了玄孔师兄，此次绝不容他活着走下少室山。是。萧峰本不愿再添杀戮，他知道这些人大多都是侠义之辈，之前聚贤庄一战如此惨烈，却并非他心之所愿，而是有人蓄意挑拨陷害，引起江湖纷争。但事到如今，众人群情激愤，一场恶战怕是在所难免了。慕容复，姓庄的丁老怪，你们3个一起上，萧峰何惧？却见萧峰以1敌3，却忽然不见半分惧色，反而越战越勇猛。慕容复、尤坦之和丁春秋3人联手，居然半点便宜都没能占到。3人之中武功垫底的非尤坦之莫属，易筋经的精妙之处，他学的也不过是皮毛，只要和高手对阵，稍微一露出破绽，于他而言足以致命。尤坦之没来得及闪躲，就被萧峰一掌打碎了面具，底下被摧残的不人不鬼的那张脸，使得在场之人倒吸了一口凉气。但不管怎么样，在场的人最期望的无非是萧峰与慕容复、丁春秋2大高手的传奇之战，更何况尤坦之刚才在丁春秋面前屈膝求荣的模样，他们还历历在目。这种江湖败类是胜是败，
并不会消减他们的观战热情。萧峰憋屈了这些时日，已经很久没有打得这么爽快了。眼下的生死一战，他心知自己没有必胜的把握，一时间也生出了一种风萧萧兮的悲壮感。兄弟，你我生死与共，不枉结义一场，死也罢，活也罢，我们再痛痛快快的喝他一场！好！来，等一等！大哥，三弟！大哥，三弟，你们喝酒怎么不叫我呀？这位英雄是？这也是我的结义哥哥。出家的时候叫虚竹，现在只怕还俗了。当初我们二人结义的时候，也把你拜进去了。二哥，快拜见大哥吧！大哥在上，受小弟一拜。我死在顷刻，你不畏艰巨，挺身而出，足见是一个重义轻生的大丈夫好汉。萧峰能够和你结为兄弟，那是我的福分。萧峰今天能够结交你这样的英雄好汉，真是太高兴了。来，哈哈哈哈哈哈！今日在天下众英雄面前，我契丹人萧峰和虚竹兄弟一结金兰，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对，今日我们三兄弟有难同当。两位好兄弟，这18位契丹武士对哥哥是忠心耿耿，我们素来相处是情同手足，我们痛饮之后就放手大杀吧！痛饮一场，放手大杀！来！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天龙八部》的全部内容了。虚竹成为灵鹫宫新主人，与段誉一起相投，结为兄弟。在全关清的安排下，尤坦之利用自己的武功，顺利当上了丐帮新任帮主，并按照对方的指令，向整个武林下发英雄帖，意欲挑战少林寺，成为武林盟主。众多英雄齐聚少室山，就连星宿派的丁春秋以及萧峰都相继到了。慕容复、尤坦之和丁春秋三人联手，是要让萧峰横着离开少室山。虚竹和段誉看不惯他们围攻萧峰，也纷纷挺身相助。尤坦之接任丐帮帮主之位，在全关清的唆使下挑战少林寺，争当武林盟主。众英雄齐聚少室山，在场的人对当初的聚贤庄一战至今记忆犹新，对萧峰更是恨之入骨。而慕容复为了笼络各派高手的人心，竟和星宿老怪丁春秋联手对付萧峰。至此九死一生的局面，段誉和虚竹毅然决然地选择和萧峰站在了一起。尤其是虚竹，一想到被丁春秋所害的乌鸦子前辈和太师叔玄奘大师，以及众多枉死在他手下的无辜之人，虚竹就不由得怒火中烧，说什么都要替这些人报仇。萧峰原本还想阻拦，直到虚竹和丁春秋动起手来，他才发现自己的担忧有些多余了。若论起三人的身手，萧峰的功夫最为刚硬，一招降龙18掌至今未逢敌手。段誉的武功最为飘逸，只可惜他平日里不爱研习武功，六脉神剑虽然精妙，他却也做不到游刃有余，随心而发。而将二者的长处巧妙融合的人却是虚竹，他拥有无崖子70年的浑厚内功，再加上天山童姥亲自传授武功，实力早已非比寻常。虽说丁春秋曾经拜在无崖子门下，但一直以来只仰赖于自己的邪功，说到对逍遥派武功的领悟，如何能和虚竹相提并论？萧峰眼见虚竹对阵丁春秋百招有余，仍旧不落下风，这才放下心来，全神贯注地对付慕容复和尤坦之。尤坦之对萧峰深恨在心，每每出手更是直攻对方要害，恨不得将对方杀之而后快。相比之下，慕容复的身手就优雅了许多，但一旁深谙武学之道的王语嫣却看得清清楚楚。慕容复有心在众人面前动手扬威，连姑苏慕容的家传绝学游龙引凤都使了出来。眼下交手的两拨人中，虚竹和丁春秋、尤坦之和萧峰之间招招拼命，是因为有着切实的深仇大恨。但慕容复不一样，武林之中他和萧峰齐名，是公认的青年才俊，如今却为了招揽人心，不惜使出游龙引凤这一招，难道不会让天下英雄耻笑吗？
林大害，这武林盟主一喜，便非我莫属了。那时振臂一呼，大燕心腹有望。另一边，段誉眼看战况焦灼，自己这个做兄弟的却躲在后方受人保护，实在有些不甘心，索性心一横，怀着必死的念头挡在了慕容复面前。慕容复本就看不上段誉，更厌烦于他时常纠缠王语嫣，即便在自己面前也毫不遮掩。现在段誉主动站出来挑战，他也顾不上什么恃强凌弱，会不会有损自己的名声，出手之时更是不留一点情面。要死要活，死有什么好？当然是活在世上比较有味道一点。你若想活，就叫我100声亲爷爷。哼，你又大不了我几岁，真不害臊啊！你叫不叫？表哥！眼见情势危急，萧峰被尤坦之缠得难以脱身，一旁的段正淳正打算出面相救，却被另一个熟悉的身影抢了先。你奶奶的！哎，我师傅虽然不是个东西，但总也是我岳老二的师傅。你打我师傅，就如同打我岳老二一般。万一我师傅贪生怕死，叫了你一声亲爷爷，你岂不是比我岳老二还要大出1、2、3，大出3倍了吧？实在是欺人太甚！我跟你拼了！岳老三这个人虽然是4大恶人之一，在尊师重道这方面却很是规矩，只不过他的身手和慕容复比起来，自然是差远了。而段正淳一心只想着尽早脱身，从慕容复手下救出段誉，却没想到自己的爱子情切，竟反过来成为了破绽，一时不慎被对方一掌重伤。段誉眼睁睁看着父亲被伤，当即勃然大怒，只感觉周身经脉似乎在一瞬间被喷涌的真气灌注，从前时灵时不灵的6脉神剑，此刻竟使得如有神助。世人皆知姑苏慕容家的剑法精妙绝伦，慕容复也自是武功高强，起初并没有将段誉放在眼里，但奇怪的是，他所出的每一招看似凌厉，却根本碰不到段誉的衣角。段誉所练的6脉神剑实际上并不算纯熟，可在场之人看到的却是段誉身形不动，却逼得慕容复左闪右避，就连手里的长剑也被段誉的无形剑气震成了碎片。与此同时，本该和尤坦之缠斗的萧峰却骤然出声，建议段誉不要同时使出6种剑法，只专注于其中1种剑法，说不定会有奇效。段誉正在道谢，却发现萧峰神态自若，完全不像是在和人生死相搏，而此时此刻的尤坦之早已双腿重伤倒在地上了。原来就在方才，段誉拖住了慕容复这一劲敌，萧峰和尤坦之单打独斗，顿时感觉轻松了不少。交手之际，他很快发现尤坦之的拳脚功夫大多源自阿紫，内功却极为古怪，掌心居然藏有一股骇人的寒气，看样子不像是中原的正经武功。丐帮向以侠义为先，你身为一帮帮主，却和星宿派的一帮妖人在一起同流合污，真是辱没了丐帮数百年来的美名。从丐帮弟子们的反应可以看出，他们早就对尤坦之这个新帮主有所不满了。萧峰从前在丐帮本就极具威望，若非他的身份问题，丐帮帮主之位又怎么会沦落到尤坦之这种人的手里？至于虚主那边，其实他的武功和内力都在丁春秋之上，但他的短处在于实战经验比不上对方，也下意识的不愿伤人性命，一招一式总会留有一线生机。双方激战了许久，居然始终没有分出胜负。梅竹二剑和灵鹫宫的众弟子们此时也匆匆赶了过来，他们看出虚竹的顾忌，便高声提醒他，除了逍遥派的神功之外，还有一样东西可以迅速制服敌手，那就是童老的生死符。虚竹顿时会意，他在天人童老的细心教导下，对生死符的运转法门熟记于心。他会解符，自然也会中符。生死符的毒性一旦发作，即便功力深厚如丁春秋，只怕也招架不住。如今的局面已经明朗了，被种下生死符的丁春秋再无翻身之力，西门下的星宿派弟子们在他身边习惯了趋于迎逢，眼见自家主子倒台，竟毫不犹豫地败在了虚竹脚下，谄媚恭维之语更是张口就来。再说回段誉那边，面对他的突然转变，慕容复不由得大吃一惊。之前他化名为李延宗，曾经试探过段誉的武功，当时只当他是沉溺美色、武功寻常的纨绔子弟。后来对方死气白咧，跟在王语嫣身边，进一步验证了他的猜想。但他怎么也没料到，短短数日之内，段誉的武功居然会有如此长进。
汪语嫣虽然精通各派武学，对六脉神剑却并不了解，只怕也帮不了他了。三公子，手下留情啊！段誉心知汪语嫣心里眼里只有他的表哥一个人，心下虽然有些酸涩，但还是一言停了手。谁知慕容复明明已经落败，却仍旧不肯轻易罢手。他自认出身高贵，武功卓绝，从不将天下人放在眼里，更何况是区区一个段誉。如今在剑法上居然输给了自己曾经最瞧不起的段誉，于他而言已经算是奇耻大辱了。而对方没有对自己赶尽杀绝，居然是因为汪语嫣的求情，在慕容复看来更是丢尽了颜面，竟不管不顾的持剑杀来，分明是打算当众拼命了。收上我家公子！表哥，人家饶你性命，你却反下毒手！哼！萧峰大好男儿，却跟你这种小人齐名，杀你太丢人了！滚！不得！表哥，你没事吧？慕容复的狼狈之态，在场的众派高手都看在眼里。他生来高傲，从未像今天这般出怪露丑，万般激愤之下，居然打算拔剑自刎。抢在众人前面拦下慕容复的，不是离他最近的王语嫣等人，更不是萧峰，而是一个蒙面老者。你有儿子没有？我尚未婚配，哪来的儿子？你有祖宗没有？自然以后，我自愿就死，与你何干？士可杀不可辱，慕容复堂堂男子，岂容你这无理言语？你高祖有儿子，你曾祖、祖父、父亲都有儿子，就是你没有儿子。呵呵，大燕国当年慕容恪、慕容垂、慕容德，那是何等的英雄啊！却不料都变成了绝种绝代的无号之人。慕容复目光微动，似乎被对方说动了。老人见他不再坚持自尽，随即转过身来，声称想要和萧峰讨教几招。萧峰从未见过眼前这人，心下不免有些奇怪。结果还没等他点头答应，却见另一个黑衣人飘然而至。萧峰一眼就认出面前这个黑衣人就是当初在聚贤庄救了自己一命的恩公。但他还没来得及说话，对方却和蒙面老人攀谈了起来。你是谁？你又是谁？你在少林寺中一躲数十年，为了什么？我也正要问你，你在少林寺一躲数十年，又为了什么？你我虽未谋面，但我认得你的身影。你的身影，我也认得。一旁的玄寺大师听到两人的对话，不由得大为惊骇。谁能想到他们两人居然在全寺上下毫无察觉的前提下，在少林寺藏匿了几十年？听他们的意思，这些年来躲在少林寺是为了寻找一样东西。他们之前曾经3次交手，却一直没能分出胜负。但紧接着，两人却同时停住了话头，竟骤然大笑了起来。上一秒还剑拔弩张的气氛顿时化为乌有。但不管怎么说，有坦之败下阵来，丁春秋被中生死符，慕容复和段誉一战，胜负自然也不用多说了。玄寺大师眼见灵鹫宫的人对虚竹言听计从，星宿派没了丁春秋的掌控，也霎时间树倒猢狲散，成不了什么气候了。他大感欣慰的同时，却也不能无视少林的清规戒律。虚竹离寺的这段时间里，破了寺里的戒规，不能不深受杖刑。虚竹本就深感愧疚，对于少林寺的惩戒手段也没有什么意义。谁成想他甘愿受刑之时，人群中却突然冲出一个身影，不顾一切地挡在自己面前，正是4大恶人中的叶二娘。儿啊，儿啊，我是你娘啊！我娘，方丈，儿啊！叶二娘这话一出口，在场之人无不诧异。他们曾经听说过，叶二娘是因为自己的亲生儿子被偷，才会疯魔般的觊觎别人家的婴孩，折磨够了再痛下杀手。但谁也没有想到，放在虚竹去衣受刑，露出了背上的9个戒点伤疤，他也因此认出了自己的亲生孩子。虚竹自幼在少林寺长大，一直以为自己是一个孤儿，根本不敢想象自己还能和亲生母亲相见。况且他身上的戒点伤疤十分私密，叶二娘脱口便说出了这个秘密，自然不会有假。然而眼见母子相认的场面，却被之前那位黑衣人打断了。
你这孩儿是给人家偷去的，还是抢去的？你脖子上的2道血痕从何而来？你是谁？你怎么知道的？你不认识我了吗？是你，就是你，就是你！不错，你儿子是我抢去的，你脖子上的血痕也是我抓的。为什么？为什么？这孩子的父亲是谁？方才母子2人久别重逢，在场的人无不为之感动。要不是黑衣人突然提起，他们一时半会儿还不会好奇虚竹的生父究竟是谁。哪知道叶二娘却骤然脸色一变，说什么也不肯道出虚竹父亲的身份。这个男子只顾及他自己的生命前程，全不顾念你一个年纪轻轻的姑娘未嫁生死，处境是何等的凄惨。不，他顾及到我了，他给了我许多银两，他好好安排了我的下半生。可他为什么让你孤零零的漂泊江湖？我不能嫁给他，我不能嫁给他。你真的不想说出无情无义的男子是谁吗？不，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跟叶二娘居然也有一手，瞒得不错嘛。我所识女子之中有她在内吗？倘若当真害得她如此，纵然在天下英雄面前声名扫地，我也绝不能丝毫亏待于她。段正淳风流了大半生，年轻时不知结识了多少窈窕女子，就差满世界都是段誉的亲妹妹了。也难怪这桩旧事被扒出来后，大家第一时间怀疑的就是她。你不肯说，我却知道，是因为这孩子的父亲那也是一位大名鼎鼎的高僧。直到这个时候，黑衣人才说出了事情的原委。我抢了你的孩儿，把他放在少林寺的菜园之中，让少林僧将他抚养长大，授他一身武艺。那是因为我自己的亲生孩儿也是被人抢了去，由少林僧授了他一身武艺。不想看看我的真面目吗？面前的这个黑衣人不但和萧峰有着相似的样貌，胸前还刺有同样的狼头刺青，他就是萧峰的父亲萧远山。当年他们一家3口在雁门关外被劫杀，萧峰母亲死后，他万念俱灰，跳下悬崖，幸得天公垂怜，留下了一条性命。当初他的确没有夺取中原武学秘籍的心思，但死里逃生之后，他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怀着刻骨的恨意，藏身少林寺整整30年，趁人不备偷看寺中的武学典籍，一心想要找当年对自己一家狠下杀手的中原高手报仇。尤其是那位带头大哥萧峰，对那个害死了母亲还陷害自己成为武林公敌的大恶人，自然也是深恶痛绝。但接下来萧远山的一番话却完全改变了他这些年来的认知，因为从一开始对乔氏夫妇下手火烧单家庄，害死了谭公谭婆和赵钱孙的就是萧远山本人。他特意扮成萧峰的模样，杀死了萧峰的养父养母，是觉得夫妇2人抢了自己的天伦之乐，杀了萧峰的恩师宣古大师以及赵钱孙他们，是为了报当年雁门关之仇。萧峰惊愕之余，却只剩下了漠然。站在父亲的角度，萧远山并不知道这件事中夹杂着一个假传情报的小人，对这些人复仇也是正义之举。更何况他们父子一体，萧远山杀的人和他所杀的又有什么分别呢？他一直背负着滔天的恶名，如今看来居然并不算冤枉。事已至此，萧峰已经没有心思计较父亲的对错了，他只想知道那位传说中的带头大哥到底是什么人。此人害得我家破人亡，我若将他一掌打死，岂不太便宜了他？他就是虚竹的老子叶二娘。啊！虚竹的老子是谁？你若不说，我可说出来了。
此言一出，叶二娘的激烈反应已经足以印证萧远山的说法了。虚竹的生身父亲正是少林寺方丈玄慈大师。虚竹，你在寺中24年，我竟然不知你便是我的儿子。紧接着，玄慈大师却面容一肃，突然开了口：“慕容博老施主，当年你假传音讯，说契丹高人萧远山要来少林寺夺取武学典籍，以致酿成种种大错，难道你就没有丝毫的内疚吗？”众人不由得大吃一惊。大家都知道慕容博是慕容复的父亲，多年前已经宣布离世了。玄慈大师为何会突然说起这个人，还提到他就是当年假传情报，间接影响了他们的判断，以至于造成了雁门关外惨剧的罪魁祸首。玄慈大师所指的那个人，就是此前护下了慕容复的那个蒙面老者。对方的身份被当众揭破，反倒并不着恼，而是坦率地露出了自己的真实面目。他们慕容家毕生所望，就是兴复大燕做皇帝。慕容复能有如此执念，其父慕容博自然居功至伟。30年前，他故意传递假消息，就是为了挑起宋辽两方的矛盾，好让大燕从中取利。事后，慕容博心知玄慈大师他们受了骗，总有一天会找自己当面质问，索性选择了假死。这些年来，玄慈大师心中虽有疑惑，但他向来敬重慕容博的为人，一直以为对方和自己一样是受了小人的蒙骗。直到方才他现身出来，对慕容复的一番苦心教导，玄慈大师才明白了事情的原委。萧远山和萧峰父子二人对视一眼，他们只怕也不会料到慕容博才是导致这场悲剧的主要源头。一时间愤然作色，说话间就要找对方算账。谁知对方表现得泰然自若，下一刻却向山上逃去。慕容复一愣，也马不停蹄跟了上去。萧远山父子也紧随其后，众人只觉得匪夷所思。萧远山父子何等厉害，他们都看在眼里。慕容博既然要逃，为什么偏偏往少林寺的方向而去？奈何少林众僧坚称佛门重地不应该斗殴，说什么都不让他们上山。但没过多久，他们就暂时忘却了少林寺中的两对父子，因为此时此刻，玄慈大师自认犯了佛门戒律，应当和虚竹一样处以重刑，并逐出少林寺。行刑期间，叶二娘多次阻拦，想要带他受刑，却被玄慈大师点住了穴道。当200法杖领受完毕，纵然是内功深厚的玄慈大师，也只剩下了最后一口气。叶二娘悲愤之下，也当中自尽了。可怜虚竹一辈子形单影只，今日好不容易有机会和父母相认，却眼睁睁看着他们相继在眼前死去。他纵有盖世神功在身，也救不了自己生人父母的性命。另一边，萧远山父子俩已经追到了少林寺，但等待着他们的除了慕容博父子之外，还有一个鸠摩智。难怪鸠摩智当初造访时声称自己和慕容博渊源颇深，多年以前他曾经指导过鸠摩智的武功，为了招揽他为自己做事，还将少林72绝技秘籍相赠。慕容博故意引萧远山父子来少林寺，正是因为有这一层关系在，只要鸠摩智愿意相帮，他的劣势就会荡然无存。但从慕容博的意思来看，他似乎并不打算和萧远山父子生死相拼，而是悠悠然提出了一个交易。他们姑苏慕容家最希冀的莫过于复国大业，他给儿子起名为复，其中自然也蕴含了殷殷期盼。正因如此，他当年才会假传讯息，想要伺机挑起宋辽两国大战。只要宋朝既有内忧，也不乏外患，他们大燕便可以趁虚而入。而鸠摩智身为吐蕃国的国师，自然也乐于在其中分一杯羹。慕容博的意思是，眼下萧峰在大辽身居高位，深受辽国皇帝的信任，只要他愿意相助侵占宋国，好让大燕受渔翁之利，自己便是被千刀万剐也绝无怨言。萧远山对宋人的确恨之入骨，被慕容博这么一劝，不免有些犹豫。但旁边的萧峰却突然发了怒，说什么也不肯答应。萧峰是英雄豪杰也罢，凡夫俗子也罢，绝不会落入你的圈套，成为你手中杀人之刀。识君之路，忠君之事，你是大辽的重臣，却只记得父母私仇，不思尽忠报国，如何对得起大辽？萧峰冷眼看着对方，口沫横飞地说着所谓的忠君爱国，心里却不免有些悲凉。这些人口口声声说要复国，为了那个虚无缥缈的皇帝梦，筹谋算计了大半辈子，害死了不知道多少条无辜人命，却没有一个人像他一样亲眼见过边关百姓的惨状。宋人也好，辽人也罢，即使血脉不同又能如何？覆巢之下无完卵，在漫天的战火之下，所有生灵都是平等的受害者，只是他们这帮人站在云端之上，看到的是虚无，憧憬的是欲望，根本无暇低头看一看
万物苍生是怎样挣扎活着的。他堂堂七尺男儿，对大辽尽忠报国，对大宋心存慈悲，都是为了保土安民，而非慕容博口中的杀人立功。哪知就在这个时候，一个苍老的声音竟悠悠然传到了几人耳朵里。慕容博等人顿时大惊，他们在这里说了这么长时间的话，居然都没有注意到这个人的存在。他们循声望去，才发现屋外有一位扫地老僧，却见此人须眉花白，行动迟缓，不像是有武功在身的样子，但方才出生的的确是他。他甚至一语道出慕容博和萧远山曾经多次到少林寺藏经阁里翻阅秘籍，还提到慕容复年纪尚幼，慕容博便将少林72绝技传给了鸠摩智。不仅如此，他还声称鸠摩智修炼之时出了大错，少林武学均以佛学为基础，修炼之人必须心存慈悲之心，才能钻研到其中的精髓。而鸠摩智出手狠辣，力气难处，即便学会了72绝技，也不过是画皮而非猪骨罢了。鸠摩智一向自视甚高，更听不下去对方的谆谆劝解，表面上装得若无其事，暗地里却偷偷出了手。本想教训一下这个老僧，却没想到对方动也不动，周身真气居然将他的攻击顷刻间化为无形。老僧倒是没有立即动怒，而是接下了方才的话头，转而提到萧远山和慕容博两人急于修炼少林功法，却不得要领，早就落下了病根。萧峰是一个堂堂男子汉，从来都是有所为有所不为。他虽然痛恨慕容博，但此刻他和父亲一样受了内伤，不便向对方寻仇，便将矛头转向了慕容复。眼看两人剑拔弩张，双方都用上了力道十足的杀招。两人同时停手之后，不由得大为诧异。萧峰也明白自己有些鲁莽了，赶忙向对方赔罪。要化解萧老施主的内伤，需从佛法中寻求。佛由心生，佛即是觉悟。旁人只能指点，却不能代劳。我想问萧老施主一句话：如果你有治病的能耐，那慕容老施主的内伤，你肯不肯替他医治？我让我替慕容老匹夫治病，你嘴里放干净些。慕容老匹夫杀了我的爱妻，毁了我的一生，我恨不得将他千刀万剐，剁成肉酱。你不见到慕容老施主死于非命，便难消心头大恨吗？正是。听了这话，扫地僧也不生气，反而像是被萧远山说服了一般，居然二话不说对慕容博动了手。他内力极高，慕容博哪里会是他的对手？没过2招便倒在地上没了声息。萧远山怔愣在原地，似乎一时半会儿还不能接受自己痛恨了这么多年的大恶人，居然如此轻易地死在了他人手下。慕容老施主是我打死的，你未能亲手报此大仇，心有余憾是不是？不是，即使你不杀死他，我也不想杀他。善哉。可是这位慕容少侠伤痛父亲之死，要找你我报仇，却如何是好啊？神僧是代老夫出手杀死他的。慕容少侠要为父报仇，让他前来杀我吧。凤儿，你回大辽去吧，咱们的事情办完了，路走到尽头了。慕容少侠，如果打死了你，萧大侠
定会杀慕容少侠为你报仇。如此冤冤相报，何时方了？不如天下的罪孽都归我吧。话音刚落，扫地僧竟在众人眼前用同样的招数击中了萧远山。爹！好军的功夫，降龙18掌果然天下第一。然后不等萧峰大怒之下替父报仇，抓起2具尸首向寺外飞掠而去。萧峰和慕容复也紧随其后。扫地僧轻功绝佳，就连萧峰也不是对手。等他们相继赶到的时候，才发现慕容博和萧远山其实并没有死。四手互握，内息相应，以阴济阳，以阳化阴。王霸雄图，血海深恨，尽归尘土，消于无形。等他们悠悠转醒过来，各自体内的暗伤已经被扫地僧的内功所化。经过这番生死体验，两人内心的仇恨已然荡然无存，当场决定拜扫地僧为师，从此潜心修行佛法，不再被红尘中的杂欲所扰。就在这个时候，段誉赶了过来，正巧站在鸠摩智旁边。结果鸠摩智心智一转，居然运足气力打了段誉一掌，随后便趁乱逃走了。幸好段誉内力深厚，鸠摩智的那记火焰刀并不足以伤到他的性命。萧峰将其妥善安置之后，又重新回到了少林寺。原本只想见父亲一面，可如今的萧远山和慕容博两人已经决心皈依佛门。萧峰在寺外等了3天3夜，始终没能等到父亲露面，倒是遇见了刚刚还俗的虚主。虚主告诉他，自己制服了丁春秋后，便将其带回了少林寺，连带生死符也一并留了下来，好让他在漫长的清修岁月中反思己过。段誉醒来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自己第一眼看见的会是钟灵，和初次在无量宫相见时不同，小姑娘变得稳重了许多。她此时还不知道自己是段誉的亲妹妹。当初段誉从万界谷离开后，她便一直在江湖中寻寻觅觅，直到后来遇到了月老三，听说段誉会在少林寺出现，却不敢跟得太近，只好在山下找了一间空屋子。后来是萧峰带他找到了这里。另一边，幽坦之被萧峰所败之后，丐帮中人大多唾弃他的行径，打算带他回丐帮问罪。半路上，阿紫有些放心不下，瞒着段正淳跑了出来，偷偷救走了幽坦之，一路东躲西藏，四处逃窜，居然误打误撞的找到了段誉和钟灵所在的那间屋子。两人听见了屋外的动静，害怕生出事端，提前躲在了床底下。结果阿紫和幽坦之刚来没多久，丐帮的几位长老就循着踪迹追了过来。幽坦之虽然受了重伤，但有阿紫的毒粉在，他只需运起神功就可以杀进在场的人。没想到在场的丐帮中人刚断气，他们就发现了段誉和钟灵，正准备对两人动手之时，幸亏萧峰和虚主及时赶到。萧峰碍于死去阿朱的面子上，没有责怪阿紫，在阿紫的求情下，也暂时放过了幽坦之。不过幸运的是，虚主看出阿紫的眼睛只是被丁春秋的毒毁坏了表面的一层膜，只要能换上一对活人的眼睛，就有希望复明。以阿紫的脾性，抓一个人挖眼珠并不是什么难事，但虚主着重强调了对方必须自愿献出一双眼睛，而且他绝不能随意杀生。阿紫在星宿派人性惯了，从来不把其他人的性命当回事儿，最后还是看在萧峰和虚主的面子上，不情不愿地点了头。随着时日的推移，段誉的伤势也在渐渐好转，他担心段元庆会对父亲不利，拜托虚主手下的灵鹫宫弟子暗中探查消息。只是两个妹妹的相处实在算不上愉快，他夹在中间，未免有些左右为难。梅珠二界那边还传来消息说是慕容复一行人准备去西夏招亲，两个姑娘被虚主宠惯了，说起话也口无遮拦起来，时常怂恿虚主去西夏国试试。萧峰和段誉也极力附和。不管怎么说，随着萧远山和慕容博遁入空门，萧家和慕容家的恩怨也算是就此两清了。压在萧峰心头的重担如今终于卸下，他心情大好，还应允了两个弟弟去西夏国走一趟。没想到他们刚走到半路，就收到了段正淳的书信，上面特意叮嘱了段誉，此次前去西夏国务必争当西夏公主的乘龙快婿，
让大理和西夏从此成为姻亲之果。段誉心里当然不情愿，但想着王语嫣到时候也会在西夏，倒也没有拒绝。众人刚到西夏城门口的时候，还遇到了女扮男装的穆婉清。两人原本已经互诉衷肠，后来才知道他们之间是兄妹关系，如今再次相见，穆婉清只觉得委屈。我瞧你干什么？我是想瞧瞧西夏国的公主到底是怎么个没法，我又想瞧瞧咱们大理国的王子是不是能攀上这枚亲事。我绝对不会去当驸马爷的。妹妹，这件事你千万不要泄露出去，父亲如果真的逼我，我就逃之夭夭。难道父亲有命，你也敢违抗？我这个呀不叫抗命，我这个叫逃走。逃走跟抗命有什么区别？人家金枝玉叶的公主，你为什么不要？你以为我跟父亲一样，见一个爱一个，到最后弄得自己不可开交？我瞧你跟父亲也没什么区别，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只不过你没有父亲那么好的福气。两人正在说笑间，却听见远处传来女子的呼救声。段誉很快认出，正是王语嫣的声音。众人匆匆循着源头赶过去，发现悬崖边上的一棵大树下倒挂着几个人，居然是三大恶人和王语嫣。还没等段誉开始奇怪他们四人为何会在一起遇险，却见旁边一个吐蕃武士正准备将大树伐断。一路上都沉默寡言的尤坦之此刻也不知道在想什么，突然趁众人不备，纵身跃上那棵大树，威胁段誉放自己和阿紫离开。段誉担忧底下几人的处境，一心想着先稳住对方，忙不迭答应了下来。结果尤坦之前脚刚离开，这棵树就支撑不住，拦腰断裂了。幸好虚竹反应迅速，赶紧飞身救下了几人。听约老三的意思，似乎是王语嫣听说了慕容复决定去西夏当驸马的事儿，万念俱灰，想要跳崖自尽。是云中鹤率先发现了他，三人协力才将其救了下来。玉老三还解释说，他们一路上碰到的那些吐蕃人都是吐蕃王子刻意安排的，就是为了确保自己的驸马之路万无一失。为了劝王语嫣放弃求死的念头，段誉想尽了各种办法，只可惜对方仍旧郁郁寡欢，怪只怪慕容复满心只有他的复国大业，全然不顾王语嫣对他的一往情深。你放120个心吧，我去做西夏驸马，他做不成西夏驸马，就非得和你成亲。真的？我去抢这个驸马来做。其实段誉不是不知道，慕容复本就对自己积怨已久，他若是公开和对方竞选驸马，慕容复对自己的厌恶只会越来越深。但他更明白王语嫣的心意，他所爱的从始至终都是慕容复。既然段誉得不到自己钟爱之人的欢心，那还不如选择成全。哪知到了第二天，慕容复竟瞒着所有人，不由分说的带走了段誉，逼问他那天晚上对王语嫣说了什么。可无论他怎么解释，慕容复还是认定他铁了心，想要和自己争抢西夏驸马人选，甚至将其扔进了旁边的枯井里。而这一幕正好落在了王语嫣的眼里。既然这么关心他，嫁给他好了，跟着我干什么？表哥，我对你一片真心多少年了，你真的不知道吗？你对我一片真心？在太湖边的小磨坊里，你跟姓段的小子在草堆里干什么？那是我亲眼所见。还有萧峰、段誉和虚竹兄弟三人齐聚首，少室山上怪事一战，却连带出了从前的几桩惊天秘密。原来萧峰的父亲萧远山当年坠落悬崖，侥幸生还，为了报仇藏匿于少林寺数十年。当年雁门关一战中的知情者纷纷身死，也是他扮成萧峰的样子下的杀手。至于那位神秘的带头大哥，正是虚竹的生父少林寺方丈玄慈大师。而他当初之所以选择联合中原之力在雁门关绞杀萧远山，也是因为听信了慕容博的谎言。此人实际上是为了兴复大燕国，才故意布下了这一局，挑起宋辽两国之间的矛盾，自己也好渔翁得利。后来在少林扫地僧的劝解下，萧远山与慕容博看破红尘，选择落发出家。其子慕容复却执拗的不肯放弃自己筹谋多年的复国大业。眼见秋风在中原武林的口碑有所回升，自己却在众英雄面前丢尽了颜面，便转而开始惦记西夏国的驸马之位，为此不惜抛弃了对自己痴心一片的表妹王语嫣，还在盛怒之下将段誉扔进了枯井。王语嫣原本以为慕容复误会了自己和段誉的关系，却没想到这个时候对方自以为除掉了段誉，竟登时露出了狰狞的面目，还倒打一耙提到了他们二人当日在小磨坊避雨，口口声声说王语嫣和段誉早有私情。王语嫣这才明白过来，那天在小磨坊出现的西夏国武士，原来就是慕容复假扮的。他的心里从始至终都只有兴复大燕国，根本没有对自己倾注过半分真心。相反，段誉却因为对自己的情谊断送了性命。万念俱灰之下，王语嫣索性心一横，
纵身一跃，跳进了枯井之中。其实以慕容复的武功，想要阻止王语嫣寻死并非难事，然而在最后一刻，他终究还是犹豫了。假惺惺伪君子！你什么东西，竟敢悖逆！来人正是鸠摩智，只不过他突然出现在这里，似乎并不是为了替王语嫣抱不平。此次公主发榜招亲，吐蕃国王子也是人选之一。鸠摩智身为吐蕃国师，此次跟随来到西夏，就是为了替自家小王子扫清障碍。而武艺超群、样貌俊朗的慕容复，自然也成为了他的眼中钉。慕容复一心想要借助西夏国的力量实现自己的皇帝梦，怎么可能就此放弃？两人一言不合便动起手来。慕容复一向自恃武功高强，但面对鸠摩智这种狠辣老练的前辈，说实话并没有什么必胜的把握。可紧接着他却敏锐地发现，对方虽然看上去来势汹汹，气息与步伐却肉眼可见地紊乱了起来。回想起当日在藏经阁那位少林扫地僧说过的话，慕容复心下便了然了7、8分。看来鸠摩智的确如对方所言，为了修炼少林72绝技贪多冒进，已经快要走火入魔了。鸠摩智自然也察觉到了体内发生的巨大变化，再联想到当日扫地僧的提醒，一时间发起狠来。本想将慕容复一并扔到枯井里等死，却没想到怀中的那本易筋经不慎掉落，他为了抢回经书，居然也随之跳了进去。谁知等他们到了井底，才发现段誉和王语嫣并没有死。原来就在刚刚，王语嫣跳入枯井，庆幸井底被落叶堆满，还有段誉这个人肉垫子。王语嫣只是情绪激动昏了过去，被段誉发现后便悠悠转醒，当即倾诉自己的绵绵情意。之前他满心满眼都是表哥慕容复，却时常冷落对自己无微不至的段誉，如今终于看清慕容复的真面目，他便不再坚持，只想和段誉双宿双飞。那一天，你表哥突然不做皇帝了，又忽然对你好了，那你把我看成是什么样的人了？今天我就跟你定下3生之约，如果我3心2意，又怎么对得起你对我的一片深情啊？慕容复被鸠摩智打入井底，眼见两人举止亲昵，不但没有生气，脸上反倒堆出满满的笑意。眼下他和鸠摩智干戈未平，倘若再加上段誉的6脉神剑，他只怕性命休矣。更何况如今段誉和表妹情意绵绵，想必不会和他争夺西夏驸马之位，何乐而不为呢？慕容复心念刚动，一旁的鸠摩智便醒了过来。正如他所料，鸠摩智以小无相功为根基，悟练少林72绝技，整个人眼见已经近乎疯魔了。混乱之下，哪里还分得清谁是敌人？一伸手竟掐住了段誉的脖子。旁边的王语嫣顿时大惊，顾不上自己手无缚鸡之力，赶忙冲上去救自己的情郎。而段誉在生死攸关之际，不自觉地运起了北冥神功。结果没过多久，3人便一同晕了过去。而趁此机会躲起来观战的慕容复，认定3人已经同归于尽了，二话不说，竟独自出了枯井。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3人才悠悠转醒。段誉和王语嫣死里逃生，更加觉得彼此间的情分珍贵无比。至于鸠摩智那边，或许是上天注定他命不该绝，方才他走火入魔发起狂来。若非段誉误打误撞卸走了他的功力，恐怕他此刻已经命丧黄泉了。可叹他30年辛苦修来的武功，却因为自己的贪婪一朝断送了。好在祸兮福之所倚，经此一劫，鸠摩智也想开了不少。这些年来，他痴迷于各派武学，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如今大难不死，捡回了一条性命，或许是佛祖冥冥之中引导他悬崖勒马。时至今日，鸠摩智才终于大彻大悟，胸中一点执念也荡然无存了。他决定返回吐蕃钻研佛法。临走前，他将易筋经托付给了段誉，希望这本绝世秘籍能够完璧归赵。另一边，八天石等人几乎翻遍了整个驿馆，都没有找到段誉的踪迹。眼看国宴时间马上就要到了，众人不由得更加心急如焚。其中年纪最小的钟灵倒是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反正西夏皇帝根本没有见过段誉，不如让穆婉清女扮男装前去赴宴，最好能击败群雄，娶回公主。穆婉清心里还挂念着段誉，原本是不肯答应的，但后来为了大局考虑，终究还是点了头。段誉和王语嫣出了枯井后，刚回到驿站，就和慕容复打了个照面，还从他口中得知了穆婉清假扮自己，打算去赴宴的消息，便忙不迭地追了过来。奇怪的是，宴席之上，公主全程都没有露面。等众人宴足之后，现身的却是她身边的侍女，说是邀请他们前往内书房观赏书画。如今鸠摩智已经启程离开了西夏，慕容复比刚来时有底气多了。若论起容貌和武功，
能胜过他的人本就寥寥无几。那位举止粗野的吐蕃王子自不必说，根本不是他的对手。而段誉对王语嫣一往情深，自然也不会再和他争抢西夏驸马。然而在场之人大多都是武夫，又心心念念想要一睹公主真容，真正做到了沉下心鉴赏书画的，也只剩下段誉一人了。他在书房内还发现了一幅图，上面那位舞剑的美人和王语嫣竟有7、8分相像。段誉看得饶有兴致，一旁的虚竹却察觉出不对劲儿。这些书画卷轴后面的石壁上都刻上了密密麻麻的西夏文字，和他灵鹫沟密室里的武功秘籍并无二致。倘若观看之人功夫不到家，一不小心就会走火入魔。但要说这个侍女蓄意谋害众人，却有些说不通。刚进那书房的时候，他确实提醒过大家不要轻易观摩墙壁上的文字，只是虚竹到现在都没有想明白，西夏公主特意将他们引到这里究竟是什么用意。紧接着，这位千呼万唤使出来的西夏公主总算在众人面前现身了，只可惜她被层层叠叠的纱帐包围着，大家根本看不清公主的样貌，不免有些失落。负责传话的依旧是公主身边的侍女，她为前来求亲的宾客们准备了3道问题。第一问问的是他们一生之中最快乐逍遥的地方在哪里，第二问问的是他们最爱的人是谁，第三问问的是最爱之人的相貌如何。这3道问题颇为古怪，众人虽然心有疑虑，但还是规规矩矩的依次作答。这位侍女很是乖觉，如吐蕃王子这种粗俗鄙陋只知道一味恭维讨好公主的人，她便不会多言半句。少女久居深宫，对中原武林之事却所知不少，她早就听说过北乔峰南慕容的名号。赵丽问过慕容复3道问题之后，她忍不住提到了萧峰。只不过这一次，萧峰并没有随段誉他们来到西夏。虚主上前解释清楚之后，本想就此和段誉一起离开，却被侍女拦了下来，同样抛出了那3个问题。虚主原本就没有求亲之心，但被侍女这么一问，他却抑制不住地想到了曾经在西夏王宫的冰窖里和自己有过肌肤之亲的那位孟姑。只可惜那段时光太过短暂，他至今都不知道孟姑姓甚名谁。哪知道他刚一出口，纱帐后面的呼吸便乱了方寸。孟郎，是你吗？梦里梦神浮云浮现。你是孟姑吗？孟郎，我就是因为找不到你，这才请父皇贴下榜文，盼你能来。两人怎么也没有算到，他们居然还会有相见之日。此时此刻，一对情人久别重逢，总有无尽的情话要说，哪里还顾得上旁人？众人虽然有些泄气，但还是乖乖退出了书房。虚竹随后给段誉写了一份书笺，一来解释事情的原委，二来谢他辛苦跑一趟，不日他就会重返灵鹫宫替阿紫治疗眼睛。段誉本就没打算迎娶公主，如今虚竹和西夏公主喜结连理，他替二哥高兴还来不及。而慕容复眼见自己计划落空，也只好转身离开。谁成想段誉等人刚出来，穆婉清便递上一张纸条，说是梅如儿见曾经来过，查到有人故意布下陷阱，想要谋害段正淳，放出示警讯息的人是阿碧。段誉细细思量过后，认为眼下最有可能对父亲动手的，恐怕也只有4大恶人之首段延庆了。好在段正淳收到了梅竹儿间的信函，已经决定绕路回到大理，尽量避免和段延庆的正面冲突。他们也有时间尽快赶回去阻止。赶回大理的路上，段誉等人正巧路过一间木屋，屋子里只住了一个聋哑老人。他们说明了来意之后，老妇人便默认了他们在此过夜。睡觉了，睡不着。谁知到了半夜，楼下竟传出窸窸窣窣的响声，扰得众人烦不胜烦。八天使下楼查看，发现是老妇人在用打火石点火，八天使便把自己的送给了老妇人。可没过多久，楼下又传出了同样的声音。顿感不妙的众人下楼后才发现，自己的打火石居然都被老妇人拿走了，搞不好要借此时机图谋不轨。不仅如此，就在他们解决了光源问题后，发现柱子上绑的草席有些诡异，便都砍了下来。发现柱子上是一幅幅不完整的对联。正在众人疑惑之际，木柱上居然传出了阵阵幽响。与此同时，门外竟响起了嘈杂的虫鸣声，不知道从哪里飞来了一大群蜜蜂，不管不顾地闯了进来。等段誉清醒过来的时候，他已经被蒙上了双眼，五花大绑。王语嫣等人却不见了踪影，他不由得心生疑惑，自己曾经吞噬过芒古朱蛤，按理说应该百毒不侵，但这些蜜蜂显然是人为饲养，伪真除了蜂毒之外，还被人沾上了麻药，再加上蜜蜂数量庞大，他才会全身麻痹晕了过去。好在段誉被蒙上眼睛，束缚了手脚，耳朵却变得异常灵敏，
他听见屋内还有2个女人的声音，其中一个女子言语间提到了段正淳，听她的语气，应该也是父亲的旧情人之一。我让你扮成个聋哑老妇，去主持大局，你又不是不认识那个老狗，居然闹出这么大的笑话。夫人，我见来人中并没有那段老公子，段老狗在内，我就把他们的火刀火石都骗了来，让他们点不着油灯，我又用草席将柱子上的对联都遮住了，不让醉人蜂进屋。谁知道这些人硬是要自讨苦吃。得，总而言之，还是你不中用。只是到了这个地步，段誉实在不敢放松警惕，尤其是当他听见了另一个无比熟悉的声音，恭敬地称呼女子为舅妈的时候，心下忍不住大为惊骇。这个声音的主人分明就是慕容复。如此说来，他现在所处的地界8成就是王夫人的曼陀山庄了。一想到这里，段誉心中不由得一惊。倘若王夫人也是父亲的老情人，难不成王语嫣也和穆婉清他们一样是自己的亲生妹妹吗？此时此刻，王夫人和慕容复还不知道段誉已经醒了过来，正在洋洋洒洒地筹谋着自己的大计。慕容复还提到，段正淳一行人没能逃过段延庆的毒手，已经被生擒了。慕容复偷看到这一幕后，便快马加鞭赶了回来，本想将段延庆引到曼陀山庄，然后利用王夫人的醉人蜂和迷药将其一击致命。岂料段延庆当时已经察觉了他的存在，居然早就赶了过来。慕容复此前见识过段延庆的本事，深知自己不是他的对手，而今计划已经败露，他索性向对方抛去了橄榄枝。你我2人要能携手共谋，实有大大的好处。延庆太子，你是大理国的嫡系储君，皇帝的宝座被人夺了去，不想法子抢回来吗？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哼，你要做大理国的皇帝，非得我相助不可。段延庆此生唯一的遗憾，就是眼睁睁看着原本属于自己的皇位一朝落入他人之手。若是有了姑苏慕容家的援助，何愁他做不了大理皇帝？慕容复正是算准了段延庆的执念，才想要和对方做一个交易。他深知王夫人表面上痛恨段正淳，心中却仍旧存有情谊，于是提出用段誉换回段正淳。一来他始终记恨着当日在少室山段誉害得自己当众颜面尽失的事儿，二来段正淳即便被段延庆所杀，其子段誉也会顺理成章登上帝位，还不如直接杀了段誉以绝后患。不得不说，慕容复提出的条件的确令人心动。段延庆沉吟许久，便答应了下来，同时让岳老三和云中鹤2人将段正淳和刀白凤他们一并带了上来。然而在场之人都没有想到，当慕容复恶狠狠地提到段誉和王语嫣私定终身之时，王夫人的反应却尤为激烈。都是你这个负心汉，你害了我还不算，你还害了你的亲生女儿，雨夜她是你的亲骨肉啊！王夫人一时间勃然大怒，冲着地下动弹不得的段誉一顿拳打脚踢。而段誉虽说此刻中了迷药，神志却比任何人都清醒。一想到继穆婉清和钟灵之后，就连他捧在手心的王语嫣身体里都流着和自己同样的血液，心中更是苦涩难当。最后还是岳老三实在按捺不住，出面阻止了王夫人的泄愤之举。段延庆生怕他得罪王夫人坏了大事，只能耐下性子向岳老三解释段誉当日是如何花言巧语，硬是哄骗他当了自己的徒弟。老大，今日岳老三不能听你的话，我非救我师父不可。找死！岳老三只怕这辈子都不会料到，自己有朝一日会死在他最敬重的老大手里。这些年来，他对老大从来都是言听计从。他虽为4大恶人之一，却有着自己的一套行事逻辑。无论是守道义还是报师恩，哪怕段誉从未教过他一招一式，他在人前人后也会尽一个徒儿的本分。对南海恶神下手的一刹那，段延庆想必也是百般纠结的。但为了重新夺回皇帝之位，他眼下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亲手杀了段誉。我叫王，不要！天龙4外！
菩提树下，花子邋遢，观音长发。这句话在旁人听来或许不明所以，但落到了段延庆耳朵里，却有如一道晴天霹雳。多年前一段尘封的记忆就此开启。20年前，他身为大理国皇太子，回大理的途中遭遇强敌围攻，双腿折断，遍体鳞伤，一路挣扎着来到天龙寺外，想要请库容大师主持公道。然而当时库容大师已然入定，他不敢轻易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只能在天龙寺外的菩提树下苦等。就在他被满身伤痛折磨得准备自尽之时，或许是天公垂怜，他遇到了一位如同天仙下凡的白衣女子。那夜过后，白衣女子飘然离去，段延庆便一直将这位冰肌玉骨的绝色美人当成了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这些年来始终不曾忘怀。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当年对自己舍身投怀的女子，居然会是如今的大理镇南王王妃刀白凤。也就是说，段誉并非段正淳的骨肉，而是段延庆和刀白凤的孩子。王语嫣、穆婉清和钟灵三人，严格意义上来说，和他没有任何血缘关系。而就在刚才，段延庆差一点亲手害死了自己的亲生骨肉。原来就在20年前，刀白凤发现段正淳生性风流，曾经和不少女人有过瓜葛，绝望之余生出了报复之心，决定和天底下最卑贱污秽的人欢好，这才酿成了这段冤孽。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负责处理月老三尸身的云中鹤刚进屋便瘫软在地，段延庆这才察觉出一丝不对劲儿，空气中分明是悲肃清风的味道。暗中给众人下药的人正是在一旁沉默许久的慕容复，但不知道为什么，慕容复设计迷倒了在场的所有人，却并没有急着动手，而是跪在段延庆面前，结结实实叩了几个响头。听说殿下没有儿子，想请殿下收我为义子，我们同心共济，一成大事。段延庆冷眼瞧着对方的神情，心下也明白了7、8分。此人果然城府极深，为了实现自己的皇帝梦，不惜抛弃姑苏慕容的姓氏，当真不同凡响。妙计妙计，老夫浪荡江湖，无妻无子，不料竟于晚年得一佳儿，大为平生。你这孩儿年少英俊，老夫当真心怀大察。我一生之中最高兴的事莫过于此，观世音菩萨在上，弟子感激涕零。哪知道下一刻，包不统却急匆匆闯了进来，力阻慕容复改姓。包不统虽蠢，可你的用意还能猜得一二。你不过想学韩信，暂忍一时胯下之辱，以图日后的飞黄腾达。你是想今日改姓段氏，日后再复姓慕容，甚至将大理国的国号改为大燕，又或是发兵征宋伐辽，恢复我大燕的旧疆故土。公子爷，你用心虽善，可这样一来，却成了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徒，未免问心有愧，为天下人所不齿。我看这皇帝不做也罢。包三哥，我如何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了？包三哥言重了。你投靠大理，日后再行反叛，是不忠；你拜段延庆为义父，与慕容氏为不孝；你日后残杀大理群臣，是为不仁。你三哥，三哥，你怎么了？三哥，三哥，帮你补一句，卖乳求荣。直到如今，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慕容复为了兴复大燕，已经完全抛弃了自己的良心与尊严，就连跟随自己出生入死多年的兄弟，居然也下得了如此毒手。风波恶悲愤之下，想要替包不同报仇，也被他一掌毙命了。慕容复这么做不仅仅是出于恼怒，一来是痛恨包不同直言不讳，当众说出了自己的一番图谋；二来也是为了向段延庆表忠心。他回到屋内之后，马上堆起了谄媚的笑意，本想就此了结了段誉，免得日后再生变故，却没想到被段延庆拦了下来，宣称自己对段家人恨之入骨，说什么都要亲手杀了段誉才能解他心头之恨。慕容复听出对方的语气稍有缓和，顿时大喜过望。与此同时，段正淳也表示
倘若段誉在此丧命，他也会即刻自尽。到时候段延庆就算想要登上帝位，也必然名不正言不顺。慕容复听闻此言，只好愤愤不平地停了手，但他没有急着给段延庆解毒，而是先将解药递给了一旁的王夫人，紧接着将剑刃对准了秦红棉等人，要挟段正淳回到大理后即刻让位，否则就让他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老情人成为剑下亡魂。一旁的王夫人却露出了惊惶的神色，她记恨这些女人不假，但她也清楚段正淳的性格，倘若秦红棉他们真的被慕容复所杀，到时候他就算勉强回到了段正淳身边，对方也绝不会再对自己心存爱意。可到了这个时候，慕容复满心只剩下了复国这一个念头。段正淳正在犹豫之时，他便毫不留情地当着对方的面亲手杀了阮星主、秦红棉和甘宝宝。骤然之间，慕容复已经连杀3人，王夫人心中暗自叫苦。谁知这个时候，段正淳却突然对他说起了情话：“我跟你结了婚，但你还是不明白我的心思。天下这许多女人当中，我只爱你一个。我虽然拈花惹草，但都只是逢场作戏。那些女子又怎放在我心上？你外甥杀了我3个女人，但只要他不伤你，我就放弃了。别信他的话，他说的是假话。”王夫人暗道一声不好，她知道自己这个外甥心狠手辣，段正淳故意说出这番话，分明是想让慕容复以为他对自己十分爱恋，引得慕容复对他动手。或许是王夫人哭得梨花带雨的模样，让段正淳想起了他们2人共度的那段时光，心肠不由得软了下来，连忙对他破口大骂起来。哪知道王夫人此刻早已方寸大乱，一听见思念多年的情郎居然对自己说出了这等刻薄的话，心中更是万分悲戚，只顾着诉说对段正淳的绵绵情意，却没想到慕容复不耐烦起来，竟举剑送进了王夫人的胸膛。事已至此，段正淳身边只剩下了刀白凤一人，但慕容复没有料到对方亲眼目睹了所爱之人接连离世，早已心灰意冷，宁肯一家人同生共死，也不愿沦为他们的傀儡。眼见慕容复怒火中烧，正准备对刀白凤下手的时候，段誉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力气，竟从地上弹了起来，狠狠撞了过来。慕容复顿时大吃一惊，他自以为计划周全，怎么也没想到段誉中了风毒，又被倍速清风所迷，居然还有本事冲破桎梏。若论起身手和实战经验，慕容复自然压过段誉一头。原本他已经逐渐占了上风，谁想到段延庆此时却突然出声，让他小心段誉使出6脉神剑。段誉顾不上追击慕容复，赶紧给父母解了毒。然而段正淳亲眼见证了多年的老情人死在眼前，早已心如死灰。他自知一生风流成性，遇到的每个女子都是他不可多得的翅膀，却不曾料到会酿成如今的这场惨剧。说话间，段正淳甚至没有丝毫犹豫，便将利剑刺进了心口处。刀白凤悲痛之下，当即也决定随之而去。或许是被段誉的呼喊影响了心神，渐渐稍微偏离了半分。段延庆在一旁看得真切，赶忙让段誉为自己解毒，或许还能挽回刀白凤的一条性命。可刀白凤去意已决，更不愿段延庆再接近自己半分。临死前，他再三叮嘱了段誉，段延庆的确是他的亲生父亲，只不过段正淳和段延庆并非亲生兄弟。倘若他真的对王语嫣情谊深重，迎娶对方当王妃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儿。刀白凤咽下最后一口气后，段延庆最希望的就是亲耳听到段誉唤自己为父亲。可即便刀白凤说出了实情，段誉也坚决不肯和他相认。若是按照段延庆从前的脾气，只怕会勃然大怒。但此时此刻，他心中只剩下了满腹怅然。这些年来，他为了那个至高无上的皇位，他不知做了多少恶事，手上沾了多少人命，胸中一点机遇支撑着他活到了今日。但事到如今，他才发现一切不过是镜花水月罢了。唯一令他快慰的是，段誉终究还是没能亲手杀了他，也算是间接承认了自己是他的生父这一事实。叶青也和你们一样是人。段延庆来时凶神恶煞，走的时候却悄然无声。段誉神伤了多日，后来才强打精神回到大理。
缥缈峰上，阿紫一直留在这里养伤。虚竹和西夏公主相聚之后，便匆匆赶回了灵鹫宫，刻苦钻研了好几日，才找到了治疗阿紫眼睛的办法。但麻烦之处在于，阿紫想要重见光明，必须有人自愿献出自己的眼睛。他倒是并不吝惜别人的性命，虚竹却决意不肯点头。和阿紫一同留在缥缈峰的还有尤坦之。这段时间以来，他一直在阿紫身边细心照顾。后来他听说可以以眼换眼，当即便打定了主意，百般要求虚竹瞒着阿紫，将自己的双眼换给他。虚竹无奈之下，只好照做了。没过多久，阿紫换上了尤坦之的双眼，重新恢复了光明。他痊愈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告别了虚竹，马不停蹄赶回了大辽，却根本没有想到那个向来喜欢跟在自己身边的尤坦之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了。是时，宋哲宗赵煦即位，宋辽两国的关系日渐紧绷。耶律洪基想要伐宋的心思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双方大战一触即发，萧峰被迫夹在中间，内心很是煎熬。兄弟，你如果喜欢南蛮的美貌女子，我就挑1000个、1万个来服侍你。陛下，我误杀了阿朱，终身不会再娶她。阿朱就是阿朱，四海列国千秋万载，就只有这么一个阿朱。岂是1000个、1万个汉人美女所比得了的？耶律洪基的意思很明确，他已经做好了和大宋开战的准备，还当众晋封萧峰为平南大元帅，统帅三军，直逼汴梁。相比起耶律洪基的雄心壮志，萧峰却表现得踌躇不定。他身体里虽然流着契丹人的血，对宋人却并非没有感情。这些年来，他不止一次亲眼目睹过战火中煎熬求生的两国百姓，双方的最高统治者一心只想着扩张版图，谁又替这些无辜的生灵着想过呢？可无论萧峰如何恳求，想要辞去三军元帅之职，从此归隐山林不问世事，耶律洪基终究还是没有点头，只是态度强硬的让他恢复反思。萧峰去意已决，自然不愿辅助耶律洪基伐宋。好在如今阿紫的眼睛痊愈了，于他而言已经没有什么值得挂念的了，还不如就此离去，闲云野鹤。那天晚上，他纵情痛饮，阿紫就陪伴在他身边。但也就是在那一天，萧峰才终于明白，阿紫对自己的感情根本不是单纯的兄妹之情，而是一种男女之间的倾慕依恋。但无论如何，他的心里只有阿朱一人，又如何会接受阿紫呢？后来萧峰从阿紫口中得知，当日对自己动手的那个所谓的丐帮新帮主庄巨显，其实就是被阿紫毁了面容的尤坦之。他的眼睛能够康复，也多亏了尤坦之。萧峰本想将阿紫送回灵鹫宫，让他好好照顾尤坦之，结果还没等两人动身，皇宫那边就传来了旨意，将阿紫召入宫中。阿紫刚刚被萧峰拒绝了爱意，满腹的委屈无处发泄，被耶律洪基套了几句话，便一股脑的说起了自己是如何对姐夫情根深重的。日前萧峰对于南下攻宋的态度都落到了耶律洪基的眼中，他知道萧峰是个重情重义的汉子，不会轻易松口领军，于是故意在阿紫面前提到自己宠爱的一个贵妃曾经求来了2瓶圣水，据说只要让喜欢的男人喝下圣水，就可以死心塌地的爱上他。阿紫被耶律洪基的一番话说动了，好说歹说才要来了那瓶圣水，将其悄悄混进了萧峰的酒水中，软硬哄骗他喝了下去。天亮之后，萧峰让阿紫收拾好行囊，费尽周折避开了巡逻的官兵，一路北上赶到了云州。只要从这里出去，耶律洪基的人就再也追不上他们了。哪知道这个时候，萧峰只觉得一阵腹痛，浑身更是提不起半分力气，像是中毒所致。他不由得大为惊骇，这一路上他提起了12分精神，没想到还是受了暗算。一旁的阿紫却率先明白了过来，原来耶律洪基那晚给他的那个瓶子里装的根本不是所谓的圣水，而是令人武功尽失的毒药。他分明是借了自己的手给萧峰设下了一个圈套。与此同时，辽兵们也赶了过来，说是皇帝有令迎他回朝。阿紫本想自尽谢罪，却被萧峰拦了下来。他何尝不知道阿紫对自己的痴心？至于耶律洪基，他们2人结为兄弟不假，但这个大哥何等心计，他又怎么会不清楚？对方根本不会想要了自己的性命，那瓶毒药不过是要挟他的手段罢了。即便今日有幸逃了出去，日后耶律洪基找不到自己，照样会指派他人南征，到时2国百姓生灵涂炭，只怕也在所难免。萧峰无奈之下，只好答应回大辽。倒是身旁的阿紫留了一个心眼，半路上故意佯装落水，官兵们急于将萧峰送回辽国，并没有细细查找。阿紫有上岸后，先是马不停蹄赶到大理，将萧峰被辽人囚禁的消息通知了段誉。随后灵鹫宫那边，包括中原各派人士也收到了这个情报。此时段誉已经继承了皇位，成为了大理国的新皇。后来他和王语嫣等人在去救萧峰的途中，还碰见了慕容复，只是他如今神志迷乱，俨然已经疯了。好，你
都说得很对，非常好。众爱卿平身，朕既幸福大燕，身登大宝，人人皆有封赏。言归正传，线下宋辽两国正式开战，耶律洪基亲自领兵出征，一路势如破竹。幸而他对自己这个义弟仍旧抱有一丝善意，并没有立即将他处死，而是求见于暗室，每日都让朝中大臣轮番规劝，希望他能够早日回心转意。直到这一天，前来说服他的人换成了几个似曾相识的面孔，为首的人正是女扮男装混进来的阿紫，穆婉清和钟灵也在身侧。阿紫的出现说明段誉和虚竹他们也已经纷纷赶到了这里，在他们的齐心协作下，负责看押萧峰的人手顿时被打得溃不成军。除此之外，虚竹还命令灵鹫宫的人以及72岛主他们在大辽都城大放豪言，声称辽军溃败，耶律洪基已经被对方将领生擒了，以此扰乱军心。萧峰身为辽人，却为了宋辽两国的和平，不惜豁出性命多加劝阻。这一消息传到中原武林，各派英雄都为之触动。此次宋军能够顺利反扑，这些江湖人也出力不少。眼前奋力一战的江湖人中，许多都是熟悉的面孔。昔日萧峰被人陷害，不得不背上大恶人的骂名，在聚贤庄与中原群雄为敌，手上沾了不少英雄豪杰的鲜血。如今他们为了两国和平以身参战，萧峰心里不由得五味杂陈。但这些复杂的情绪中，比重更大的却是无尽的悲伤。他感激于众英雄的舍命相救，但他本就是契丹人，若是出手相帮宋人，就会被视为叛国。他若真的坐视不理，难不成要他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同胞枉死吗？萧峰好不容易稳住了情绪，命人尽快撤出都城，朝雁门关退去。耶律洪基此刻也带兵赶到了关外。大辽皇帝陛下，萧峰有话要对你说，请你出来。两兄弟再度相见，彼此之间却早已势如水火。耶律洪基一心想要霸占大宋江山，无论如何都不肯就此罢手。一边是野心勃勃的辽人，一边是拼死护国的宋人。叙述他们自不必说，段誉虽是大理的皇帝，但宋朝一旦被辽人所灭，紧接着受害的一定会是大理，而今怎么肯退让半分？萧峰眼见如此惨状，才终于理解了古话所说的覆巢之下无完卵。战争如同一只远古巨兽，一旦冲破封印，他所踏过的每一寸土地都会成为一片焦土。统治者的野心和贪婪会是他永恒的养料。萧峰不忍心对耶律洪基出手，段誉和虚竹却没有任何顾虑，二人对视一眼，互道心意，秉持着擒贼先擒王的念头，奋不顾身地冲上前去。萧峰并不打算要了耶律洪基的性命，只希望他可以当众做出承诺，即刻止戈回朝，终其一生不再与大宋开战。陛下是一个人，但是汉人、契丹人、女真人、大理人、西夏人、吐蕃人是千千万万的人啊！这千万人的生命，不比陛下一个人的性命贵重千万倍。
叶绿红基本以为萧峰被自己囚禁了这么久，如今两个义弟生擒了自己，一定会对他极尽羞辱，却没想到对方却提出了这样一个要求。大辽三军听令，大军撤兵，南征之举作罢。在我的一生中，不许我大辽国一兵一卒侵犯大宋的边界。我们契丹人一诺千金。叶绿红基心痛于此次南征中道而止，也心痛于失去了如此义薄云天的结义兄弟。在他看来，或许萧峰的心早已归顺大宋，全然不在乎自己身体里流的是契丹的血。萧峰，你为大宋立下如此功劳，高官厚禄，指日可待了。叶绿红基这句话一出口，想必是认定萧峰选择站在大宋那边，但实际上萧峰从未忘记自己是契丹人，他深知自己当众威逼叶绿红基，已经成为了辽国的罪人，事已至此，他唯有一死，换取宋辽两国的和平。大哥，大哥，姐夫，小大哥，小大哥，小大哥！大哥，大哥，大哥！雁门关外，北风呜咽，萧峰砍人赴死之举震撼了在场的所有人。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他们此时此刻早已忘记了萧峰究竟算是宋人还是契丹人，只想为这个舍身取义的大英雄而哭。我现在抱着你，你才乖了，再也不会把我推开了。阿紫话音刚落，尤坦之便从人群中跌跌撞撞走了出来，声声呼唤的都是他的姓名。阿紫何尝不知道对方是真心喜欢自己，但他从始至终都没有将尤坦之放在心上。如今的阿紫早已心灰意冷，满心满眼只有萧峰。报恩的方式不止一种，但他选择了最极端的。于是当着众人的面，阿紫竟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一双眼珠硬生生挖了出来，忍着剧痛扔到了尤坦之面前。从今以后，他再也不欠任何人的恩情了。尤坦之双目失明，却敏锐地听出了阿紫的动作，万般悲愤之下，一头撞向了旁边的峭壁上，自尽而亡了。然而旁边无论发生什么，阿紫都不再关心了。
好了，以上就是《天龙八部》大结局的全部内容了。